我在送外卖的路上被急速驶来的车辆撞到，医生说我醒过来的概率几乎为0。1个星期后，我却突然醒转，外卖公司的理赔人员来找我，但同为被爷爷收养的弟弟却要拿走我的赔偿款。为了不让混混弟弟去祸害爷爷，我决定让理赔人员把赔偿款给他。时间到了晚上，爷爷，孙儿不孝了，现在我人不人鬼不鬼，一条腿也瘸了，我不想成为您的负担，等下辈子我当牛做马来报答您老。正当我挣扎着想要下床的时候，我的吊坠呢？这是哪？我不是在病床上吗？这不是那个吊坠吗？难道这是吊坠带来的空间？这里的泥土似乎有治愈的能力，刚刚还僵硬的双手在接触泥土后瞬间变得灵活了很多。我从小就跟随收养我的爷爷学习中医，而爷爷的志向就是让已经没落的中医再铸辉煌，我也因此选择了中医大学。虽说此刻我基本已经成为一个废人，可在感觉到这泥土的作用后，我突然有了一丝期待。我该怎么出去呢？此后的每一天，我都会在深夜进入到空间，用泥土擦拭身上的伤痕。原本需要半年才能出院的我，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便康复出院。明远，这现在咱们也毕业了，你看我这个样子怎么回学校？你帮我把我的东西拿出来。唐明远微微一怔，19，你这打算怎么做？没出事那会不是有几家医院都找过你？我长叹一声，就我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吓人还可以，如果说救人，谁敢让我真卖？那你打算回老家陪老爷子去吗？我摇摇头，爷爷年岁大了，一身病，我这样回去，他怎么能接受的了？于是我又回到了送外卖和捡破烂的生活。我捡来的破烂都会卖到叫徐爷爷的收购站里，因为徐爷爷行动不方便，我有时候会留下来帮忙，忙到很晚的时候就留在收购站里过夜。然而有一天，徐爷爷因为喝酒而撒手人寰。等徐爷爷的亲人来了，我就没地方住了，我的下一站该去哪里？老徐哪有什么亲人？如果有亲人，也不要你花钱处理后事了。这是老徐前几天留下来的遗嘱，这个院子以后就属于你了。老徐生前有一个愿望，将来如果你有后辈的话，希望你带着孩子去坟前，给他多烧几张纸就行。看着遗嘱，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温暖。自从有了空间以来，我也只是用来治愈身体，如果用来种植蔬菜那会怎么样呢？有没有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我一连串说了7、8种蔬菜种子。有，不过都是以前的种子，发芽率不保证。给我每一样拿一袋。回来路上我遇到一只呜咽的小黄狗，因为觉得它可怜，便将小黄狗抱了回来。回到收购站后，我带着铁锹和种子进入到空间，将购买回来的蔬菜种子种了下去，直到肚子饿我才离开了空间。就在我啃馒头吃咸菜的时候，小黄狗发出一阵阵呜咽声。也不知道小黄狗能不能活到明天，不然带它到空间里看看。进入空间以后，顿时被眼前景象惊呆了。几个小时前种植的蔬菜现在已经冒了头，而且还长出了一块青色岩石，例外空间也变大了很多。按理种子存放时间长了以后发芽率会降低，但在空间的蔬菜并没有缺苗现象。我的空间既然能够升级，并且具有修复种植物、加速种植物生成能力。如果按照种子发芽的过程，种下去的蔬菜最多半个月就会有收获。自从出事以来就没有和爷爷联系过，如今自己如果能利用空间赚钱，爷爷就不需要再受苦。我有一个时光流速50倍的空间，5天时间西红柿已经有2米多高，果实鲜红圆润，就好像过时节的红灯笼挂在枝头。走近摘了一个，入口之多味美，满口香甜，不带一丝酸涩，还带有一股从未闻过的清香。这样味美的西红柿，这要拉出去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我看了看其他蔬菜，青椒、茄子、黄瓜上面都挂满了溢于外面的果实，我每一样蔬菜都摘了些，把它们素炒了，一口炒豆角下去，我不由得一怔。这豆角在没有一点肉的情况下，竟然比有肉片的好吃，而且其中还蕴含了以往炒豆角从来没有过的香味。带着一丝惊讶，我又尝了一下例外3道菜，每道菜都要比以往所炒的好吃，而且每一道菜肴中都有一种从来没有闻过的香味。晚上我带着收购过来的废旧箱子进入到空间中，将空间中成熟的蔬菜都采摘了一部分。等到天亮，我用3轮车装了满满的一车蔬菜到了小区门口。不一会，一个40上下的中年人走了过来。你这蔬菜品相这么好，不会是用了化肥、农药吧？这蔬菜全部是天然生长的，你尝尝。一口下去，他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惊讶。这不会是转基因吧？我做了20几年的厨师，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口感的西红柿。怎么会？因为第一次做买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样吧，你这蔬菜口感不错，我看你腿脚不便，便宜点我都买了。我不由得激动起来。成，你说个价格。现在市场行情已经西红柿4块2，我给你3块5。黄瓜，因为这些蔬菜都是空间种出来的，也不知道市场反馈如何，所以我也没有多想，直接点了头。我也因此赚了2206块钱，我心里乐开了花。要知道在这之前我需要靠收废品至少半个月才能够赚到的钱，现在只要半天时间。回到收购站，我给将我捡来的爷爷银行卡中转了1500。今天怎么回事？以往都是招牌菜炖肉卖得多，可是到现在炖肉根本没卖出几份。
今天好像素菜炒肉更受欢迎，有几桌客人甚至重复点了几次。谭老板，你这里是不是换厨师了？这茄子、豆角、青椒、油菜炒的真不错，再给我们弄一份肉炒茄子、肉炒青椒。谭老板一愣，这才想起并不是自己的厨艺变好了，而是食材的原因。那些被食客夸赞的蔬菜都是自己在回来的时候低价买回来的。半夜时分，我又带着旧箱子进入到空间摘了700-800斤蔬菜。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有空间的事情，我特意选了一个离收购站距离较远的小区。大妈，您尝尝，这蔬菜没用任何的农药、化肥。大妈接过黄瓜便吃了起来。师傅，你这黄瓜怎么这样好吃？我这黄瓜没用一点化肥、农药，您再尝尝西红柿。看到有戏，我又拿过一个西红柿递给大妈。这时又有很多人围了过来，我一一都让他们品尝。师傅，你这不会是转基因蔬菜吧？我这黄瓜没用一点化肥、农药，您再尝尝西红柿。我见大妈好像有了些兴趣，便又拿过一个西红柿递给她。你给我称半斤豆角，我回去试试，我家就在门口。我伸手抓了一把，又拿了一个西红柿。不用称，您回去试试，觉得好吃就买一点，如果不好的话，我马上就走。也就是15-16分钟，那个大妈端着一个盘子出来。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来你们尝尝。没有筷子就用手抓，一口下去，他们齐齐转头。来，给我称5斤豆角，给我称10斤。给我也来6斤。半个小时的时间后，700-800斤蔬菜全部卖出。师傅，明天还来不来？来，明天还来。我的手指竟然能驱动空间泉水。凭空出现蔬菜1-2次还好解释，时间久了肯定会被发现。要是能用空间的水在外面种植就好了。于是我找了一个塑料桶，在装满泥土后种下了几枚蔬菜种子。我该如何将空间中水坑中的水带出来呢？念头刚出现，手指缝隙中就有了水流，这让我心头一喜。而后将水桶浇灌透彻。第二天，我开着新买的电动3轮车，早早就到了小区门口。刚看看不是昨天的脚蹬3轮车，还以为不是你呢。昨天大哥说的对，这电3轮拉得多，你需要点什么？品种和昨天的是一样吧？你先尝尝。中年人哈哈一笑，你舍得？这一个可是2-3块钱。大哥，如果不让你放心，你怎么会买？尝尝买回去也放心。中年人点点头，吃了一口，随即眼睛一亮，快，每一样给我来5斤，不，我要10斤。小区陆续有人走了过来，在不到40分钟的时间里，蔬菜就卖了个精光。正当我收拾箱子准备回去的时候，小师傅下午能不能给我们也送点？我家老头子有病离不开人，我这个也不能等的时间太长，要不然老头子没人招呼。大娘，我这车是昨天刚买的，不瞒您说，我还没有驾驶本。如果您真的愿意等的话，我晚上8点给您送过来成不？行，那我8点等你。我们也等你。回家路上，我在中药店买了点草药。车祸后身上的伤没有完全恢复，以前是没钱，而我现在想要按照小石爷爷教的中药配方治疗一下。等出来药店后，我找了公共卫生间，将中药放进了空间。晚上7点半，我开电动车到了天意花园门口。让我感到意外的是，这里已经聚集了不下100人，一车蔬菜不到1个小时就销售一空。就是这样，还有很多人没有买到。接下来几天，我每天都会准点出现在天意花园门口，每次来都是供不应求。我的蔬菜渐渐火遍了这个新建的不久的小区。这天，当我再次路过那个塑料桶的时候，只见之前种植的蔬菜已经有手指高了。成功了！空间水对普通的土壤也有作用，虽说生长速度比不上空间，可却要比普通种植生长速度要快了很多。想来这是天意，刚好徐爷爷留给我的院子可以种植，可我并不是这里的村民。如果我将这个大院子开发出来，肯定会让人眼红。19，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和你说明，徐宁一直是村里的五保户，按照规定他去世后，院子就会收归村子所有。不过徐宁留下了遗嘱，而那处院子也是徐宁的祖产。如果你真的想要将房产转到你的名下，你必须将户口迁移到村里。你是大学生，如果户口在村里的话，对你将来上班影响很大。我听到村长这么说，心头一喜。韩爷爷，您看我这样子，哪个单位会要我？村长苦笑一下，19，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现在上面有政策，只要你同意，你的户口马上就能落在村里，徐老头的那处院子也能过到你的名下。如果你想种地的话，村里还可以给你分责任田，你只要将你的材料给我就行。我将遗嘱、产权证书以及自己的户籍证明交给了村长。韩爷爷，那就麻烦您了。接过材料，村长看了眼我带过来的烟酒，微微叹息一声，19，你的为人我清楚，你也不富裕，将这些东西等下都带回去退了吧。你等一下，我给你拿点菜，回去自己慢慢吃。至于院子产权的事情，等过几天办好了，我给你拿过去。韩爷爷，这也没花多少，就当是我过来给您拜年的礼物了。菜家里买了点，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就不拿了。晚上当我再次进入空间时，我惊讶地发现中药上面竟然长了一抹抹绿色。
想不到这空间除了种植蔬菜以外，其他植物也能在空间中成长，而且因为药草的关系，这空间似乎成长了很多。原本空间有大概2亩大小，现在看起来已经有3亩了。如果在空间种植药材，价值自然要比蔬菜高得多。想到这里，我的心头瞬间激动起来，这必然成为我逆天改命的机会。我能用意念驱动空间泉水，在知道空间泉水对普通土壤也有作用后，我一边在空间培养菜苗和药草，一边找人清理场地，准备大面积种植蔬菜。中午我用空间蔬菜做了一桌菜招待来帮忙的人。当6人尝了我做的菜后，眼眸中流露出来满是震撼。酒不好，大家将就点。19，你小子有这么好的厨艺，干嘛非得要捡垃圾？就你这厨艺，不说是小饭店，就是去星级饭店都是抢手货。我苦笑一下，韩丽，就我这样子，谁敢要我？这也是你们几个，换成其他人的话不吐才怪。我们边说边聊，很快桌子上有几个菜肴被吃了个干净。我再给你们炒几个。韩丽哈哈一笑，肉就不需要了，就刚才那几个蔬菜多弄一点。一顿饭下来，做好的鸡鸭鱼几乎没动，而蔬菜类的我又做了3次，其中缘由只有我知道。19，你做菜也太好了，要不咱们合伙开个饭店吧？就是，这厨艺不开饭店还真是浪费这点手艺了。就这么说定了，等收拾了院子我就去找门面，咱们合伙开饭店。19一半股份，咱们6个一半，你们看怎么样？我摆摆手，韩丽，你看我这个样子，如果让食客看到，饭店马上完蛋。我今年就打算种菜，其他的不去考虑。19，你的想法我爹也说了，这现在到处都是种菜的，你种1年菜能收入多少？如果种菜能赚钱的话，咱们村的人也不至于都去城里打工。5天时间，场地中的废品的已经处理掉，并且弄好了菜畦和水渠。吃过晚饭后，韩丽一行人相约离去。19，说好了，今年如果种菜不行的话，明年怎么哥几个弄一个饭店？按以前我可能没有一点底气，可现在我有了空间，我只要多用空间水浇灌，种出的蔬菜肯定能够成为抢手货。韩丽，就按你说的，如果我种菜赚了钱的话，你们回来帮我怎么样？行，等你种菜发了财，我们都回来给你打下手。19，你真别说，小黄真聪明，我们一说你的坏话，他肯定会叫。这小黄是从哪里买来的？小黄是我在街上捡回来的。你这家伙还真是好运气，哪个不长眼的家伙将小黄这样的2种狗都扔，还真是瞎了眼。等待空间中的蔬菜长苗以后，我偷偷将秧苗从空间运出，然后委托村长请人将秧苗种植到院子中。在工人离开以后，我将空间水混合在自来水中浇灌。第2天，19，我刚刚去看了昨天下的秧苗，你是不是用了什么化肥？昨天栽种的秧苗没有一株发蔫，而且看起来还比昨天栽种的时候长了一点。我呵呵一笑，韩爷爷，您看看我这里哪有化肥？您放心，我这蔬菜不会用一点化肥，等过段时间才能吃了，我给你们送过去。正当我和村长闲聊时，赵世明带着几个中年人走了过来。韩叔，您老正好也在，省得我过去找您。世明，你找我有什么事？赵世明斜着眼看了我一眼，他好像是叫袁19吧？是您将他的户口落在咱们村，还将洛河以及洛河中的那片荒地给了他。韩天亮点点头，这事的确是我办的，这村委会都通过了。赵世明冷冷一笑，他是不是黄土岭的人我不管，村里将臭水沟和那片荒地给他我也不管，不过他用自来水浇菜这事情就得说道。这个院子差不多有10来亩，这一天下来的多少钱？韩天亮微微一怔，拍了拍自己的脑门。世明，这事情19和我说了几次，我倒是给忘了。这里没有水，所以他就用自来水浇的。他也说了，就按照其他地方水地的价格，1亩地浇一次给你10块，这个院子就按你说的10亩，浇一次给你100。韩叔，您和农田打了一辈子交道，您应该知道这蔬菜根本不能和农作物一样，这现在用水量就超过庄稼，等过段时间3天就得浇一次，我这又不经常过来，他浇几次谁能知道？我也听说您对他不错，这样吧，我也给您一个面子，1年3000块，一次性付清。现在这里至多也就是10亩地，赵世明这一开口就是3000，这算上菜秧、人工，到头来不贴钱就算不错了。世明，这也太多了点吧？19这孩子命苦，他现在这个样子，也就是想靠着种菜生活。我这里有个想法，你看这样行不行？不等韩天亮说完，赵世明一抬手，他看向赵19，瘸子，刚才的话你应该听见了吧？1年3000，现在拿钱，如果不拿钱，我马上让人将菜给拔了。我能用意念驱动空间泉水，因为缺水，我只能用村里私人承包的自来水浇灌。瘸子，刚才的话你应该听见了吧？1年3000，现在拿钱，如果不拿钱，我马上让人将菜给拔了。此话一出，跟着他过来的几个小痞子马上朝着菜畦走去，就打算动手拔菜。赵世明，你到底想干什么？韩叔，您还以为这是过去，我也是给您面子，
如果没有您，3000块我还觉得有点少了。韩爷爷，3000就3000。我不想让韩天亮为难，而且如果真的种出来蔬菜，或许一天就能够赚回这3000块。本来想着拿到1500就行，没想到他这么轻易就答应了。那还等什么？拿钱！赵世明收到转账以后没有停留，就直接离开。接下来的时间，我每天从空间拉一些蔬菜到天意花园，回来就拨弄院中的蔬菜。到了晚上，我就用空间种植的草药处理脸上的伤口。1个月后，院中的蔬菜已经差不多可以出售。19，你的身上的伤疤什么时候恢复的？我呵呵一笑。韩爷爷，你也知道我是中医大学毕业的，我曾经和爷爷学过几个方子，试着调理一下，结果还有点效果。能恢复就好。我听徐老头说过，你没出事之前，有不少单位让你能恢复，也不用在这里受罪了。我淡淡一笑，如果没有空间，我最希望的就是恢复。可我现在对于上班还真没多大期待。这天晚上我送完蔬菜以后，才发现车厢中多了一个浑身散发着酒气的女子。我将女子抱进房间，通过诊脉我得知女子被下了药，于是我用银针给她解了毒。胡少，杜梦楠的车还在，我们也看了，包也在车上，也就是去了卫生间，这一下就怎么不见了？废物，让你们看个人都看不住，这一次让杜梦楠再溜了，想要再找机会就难了。给我继续找人，等药性过了，什么都完了。胡少，杜梦楠他是从后厨那边离开的，或许他此刻药性发作，躲在那个角落，我们出去看看。少废话，马上去找！误了我的大事，我饶不了你们。当天晚上，整个余城乱作一团，大街小巷到处是警笛声。等到第二天，当我去看那个女子时，房间已经空无一人。黑风，这人自己走的。黑风点点头，低吼几声。几天后，一女子开着一辆跑车回到了菜园。我是杜梦楠，那天多谢你救我。袁19也不是什么大事，感谢就不用。不过日后最好不要和你那天吃饭的人一起，你那天并不是醉酒，而是被人下了药。baby， 我还以为自己只是喝醉了，没想到被下了药。我微微叹息一声，你过来就是为了这是吧？杜梦楠点点头，多谢你了。如果那天不是遇到你，我没事，举手之劳。如果我没学过中医，那天我就报警了。这是10万块，感谢你那天救了我。我淡淡一笑，我的确需要钱，可我会凭借我的努力。中医讲究救死扶伤，帮你是应该的。这钱你拿回去，如果没事的话，你可以离开了。杜梦楠微微一怔，还没想到看似普通的19会说出这样的话，在面对10万时毫不动心，这让杜梦楠莫名的对袁19产生了一丝好感。杜梦楠想到了院中郁郁葱葱的蔬菜，心头一闪。袁19，你这菜这么多，我看品色也很好，不知道你这蔬菜有没有销路？我有一个朋友正好是开酒店的，如果没有订购出去，我倒是可以给你打个电话。听到这里我有些心动，要知道我这几天为这件事情发愁，现在杜梦楠有门路，我当然愿意。我这蔬菜是第1年种植，你绝对放心，这里面肯定没有一点农药化肥，也不是转基因产品。这几天我正为销路发愁，如果你有门路，让你朋友过来看看。片刻之后，杜梦楠放下了手机，等下他马上就过来。那我先去炒个香菇油菜，等下他过来让他尝尝。半个小时后，一个一副女强人装扮的职业女性匆匆走了进来。佳敏，来先尝尝这道菜。显然女子脸上有点嫌弃，不过看了眼杜梦楠，她还是拿起筷子夹了一小口，一口下去，她微微一怔。这菜是谁做的？就这菜酒店的厨师都不一定能做得出来。他做的，而且这菜也是他自己种出来的。我也看过了，整个院子没有一个化肥袋子，这菜是纯天然的。怎么样，这院中的菜如果拿到酒店的话，销量会不会提高？品相倒是不错，销量肯定会提高。不过如果他也能去酒店的话，我敢保证酒店肯定能火起来。袁19听到没有？我不知道你厨艺怎么样，不过就这一道香菇油菜，你可以去他们酒店。我呵呵一笑，我这人可不喜欢受约束，种菜虽说苦了点，不过好在自由。其实并不是我的厨艺好，主要是油菜。两人四目相对，只见杜梦楠对着女子点了点头。那行，从明天开始，每一天准备300斤油菜，300斤菠菜，你送到余城酒店。我能用意念驱动空间泉水。自从我的特殊蔬菜供应余城酒店后，原本不温不火的酒店上座率直线攀升，同行因为嫉妒更是暗中举报。提供的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样本不但没有任何的违禁品、激素、农药之类的东西，其蕴含的营养成分更是同类蔬菜的3到4倍。总经理刚才统计了一下，就这半个月的时间，营业额就已经和上个月持平。卫生部门的检验报告更是给咱们酒店做了一次广告，现在想要吃饭的人都要排队了。现在整个余城的人都在寻找袁19，你通知一下去袁19那边拉菜的人，一定要小心。如果让其他酒店知道的话，咱们酒店的优势就没有了。邵佳敏点点头。总经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多次去过后厨，我总觉得后厨做出来的香菇油菜不如那个瘸子做出来的好吃。杜梦楠瞪了他一眼。佳敏，背后这样说人有点不地道。我调查过袁19，
他就是去年那场连环凶杀案中仅存的一个幸存者。这话日后就不要说了，这几天我也去过他那几次，他做出来的菜肴味道还真的不一样。但是这家伙就是不愿意来咱们酒店。原来是他，听说他可是抢救了好几天，当时所有的医生都给他判了死刑，能够活下来，这家伙的命真大。对了，总经理，你是如何认识他的？杜梦楠并没有回复，只见他脸色一沉。你这个院子的蔬菜我都包下，怎么样？我淡淡一笑，我知道你朋友是鱼城酒店的，鱼城酒店是鱼城最大的5星级酒店，可这里可是有将近10亩蔬菜，酒店生意再火爆也用不了这么多蔬菜。我开个蔬菜店？杜梦楠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白眼，随即皱了皱眉头。你那脸上抹的是什么？满是药味。我呵呵一笑，接着去了洗了把脸。等到回来之后，你的脸怎么回事？上一次见你的时候还有些淡淡的伤痕，这才几天脸上一点伤痕都没有了。多亏了爷爷当年收集到的几个药方。我调查过袁十九出院时候的照片，而照片上的人和此刻的袁十九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袁十九，我记得你说你是去年出车祸留下的伤疤，时间过去久，你的伤势还能恢复，你这药方还真的神奇。中医本就神奇，你如果有朋友有什么伤痕的话说一声，到时候我帮他熬制药膏，虽说不一定能够彻底恢复，至少能够减轻不少。杜梦楠点点头，他突然想到了这次过来是为了蔬菜的事情。袁十九，刚才我和你说的，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杜梦楠，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我自己打算开一个蔬菜店，这2天我朋友就会回来帮我打理。你知道就好，你也知道现在竞争很激烈，零售总归要比批发赚得多，星级酒店我暂时不会供应，不过小饭店我可管不了。杜梦楠眼睛一亮，那就谢谢了，我就先走了。在韩立、韩军等人的帮助下，菜谱生意异常火爆，首日营业额就高达10万元。19，这一天的收入就顶我们在外面打工1-2年，你小子发财了。我淡淡一笑。韩立，你们在外面1个月能拿多少？韩立想也没想，他看向黄志军。志军最多1个月6000左右，我们几个也就是4000多吧，1个月下来落到手里也就是2-3千。这样吧，你们6个以后我1个月给你们1万，吃喝拉撒我都管。韩爷爷，你们没事也过来帮帮忙，也给您6000，吃喝都在我这里，你们看怎么样？此话一出，每个人眼眸中满是不敢相信。他们最初的想法是能在家乡有一份维持生计的收入就行，可袁十九不仅给了每人1万的工资，而且吃喝都不用考虑。19，这也太多了吧？你要是雇人卖菜拉菜的话，1个月也就是2-3千，我们也……我摆了摆手，我能有现在都是靠大家帮忙，暂时就按这样办，如果以后赚多了再给你们加工资。赵世明，你这是什么意思？袁十九是吧？你用我的水，我吃你几个西红柿黄瓜怎么了？正好你们都在，我就直接说了，你这蔬菜长成这样也是因为用了我的水，以后每天我会让人过来摘点蔬菜，不多每一样200斤。另外你这蔬菜用水量增多，1个月再给我1000不2000块的水费。听到这话我脸色一沉，冷冷一笑。赵世明，种菜那会给过你3000的水费，当时可是说好了那是1年的水费，再说我种的菜为什么要白给你？此时赵世明径直走向袁十九。小瘸子，别提案子给脸不要脸，老子吃东西什么时候花过钱？现在老子改变主意了，每一种蔬菜每天500斤，水费1个月5000。赵世明，你怎么不去抢？成天坑蒙鬼骗你也算是个男人。赵世明勃然大怒，他反手一个耳光抽向韩立。小王八蛋，你还敢骂老子？双方瞬间扭打起来，但因为韩立等人身强体壮，赵世明很快便落了下风。明天开始你就别想再用老子一滴水。韩军、韩立，你们给老子等着，这个仇不报我是不为人。说完，赵世明便气冲冲的离开。你们也太冲动了，赵世明是个什么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别人躲他还来不及，你们这现在怎么还去惹这个瘟神？以他的性格，今天晚上就能将水管给你挖断。爹，他这明显就是讹钱，1个月5000水费，他这和抢有什么区别？这次要是给了他，下一次他更是要狮子大开口，他这是眼红19。韩天亮微微叹息一声，现在谁不眼红19？村里人现在院子都种满了蔬菜，我听说有几家也要在你们附近开菜谱，这蔬菜正值用水的高峰，这如果断了水，蔬菜就完了。韩爷爷，为了防止赵世明断水，我们必须尽快找到那个被埋的泉眼，明天您帮忙看看那个泉眼的位置。韩天亮点点头，也只能这样做了。不过赵世明那个人就是个无赖，他们不敢对韩军他们怎么样，可肯定会报复你，所以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我能用意念驱动空间泉水，在利用空间泉水成功种植蔬菜以后，我又有了新的计划。韩立说的不错，咱这院子每天的菜叶子就足够养些鸡鸭，这日后就不要花钱去买，等洛河蓄水之后，咱再弄些鱼。行，我明天就去打听打听，你打算买多少？韩爷爷，这事情我还真的不懂，您看买多少合适？这么大的院子，怎么也得买700-800吧？鸡鸭有菜叶子就行，
而鸡鸭的粪便还可以做肥料。我点点头，看向韩军。军哥鸡鸭你去联系，先买700鸡、300鸭、300鹅。空间的水坑那么大，要是能养鱼就好了。第二天我早早就离开了院子，当我回来时，里面已经多了些毛茸茸的小家伙。黄蜂可不能有什么坏心思。此话一出，立马引起了黄蜂的不满，低吼几声后，一头钻进了菜地。回到房间，我将买回来的草鱼、鲤鱼、鲫鱼全部放进了空间。不一会功夫，我就感到空间在颤抖。只要空间发生颤抖，那就意味着空间在发生变化。正当我打算进空间查看变化时，黄蜂低吼了几声。黄蜂听到后，立马神情萎靡，耸拉着头乖乖跑了回来。这几个是我最好的闺蜜，你今天如果不能好好招待她们，我就不认你这个朋友。显然我这里的空间蔬菜独一无二，但也不能仅凭蔬菜招待客人。雨墨，这个家伙曾经脸上的疤痕很多，而且半张脸都是黑色的，他有配方或许可以让你的脸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接着我让杜梦楠把我出事时的照片给了雨墨看，雨墨看了看照片，娇躯一震。019，你看我脸上的疤痕能恢复吗？我那个样子都能恢复，你那点伤疤1个月左右就差不多恢复了。你们还不知道，他就是去年连环杀人案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当初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都判了他死刑，可他还是活过来，曾经被医生判定终生残废，但是他现在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此话一出，雨墨的眼眸中流露出来的满是惊骇。019，这是谁给你开的方子？他是中医大学的学生，他自己给自己看病，所以说你们以后有个什么小病找他就行。只有我自己知道伤痕能够恢复这么快，完全是空间水的作用。药方我可以给你们，不过熬制的过程很是繁琐，而且如果火候不对的话，药效也会大打折扣。雨墨微微一愣，你意思你可以帮我吗？我点点头，刚好我这还有药材，我这就去给你熬制膏药和汤剂。一段时间后，我先让雨墨把用空间水熬制的汤剂喝完。019好像没什么反应，我不由得一乐。中药原本就比西药慢，这就是喝西药，现在也不能显露出效果吧？等下敷上药膏，效果就出来了。接着我又让杜梦楠帮忙把熬制好的药膏涂抹在他的脸上。现在有什么感觉？感觉整个脸上都凉凉的，有伤疤的地方很热，还有点疼。之前还担心雨墨受伤时间长没有效果，现在听雨墨这么多，应该是用空间水熬制的药膏和药剂产生作用了。听雨墨这一说，旁边的刘若曦眼睛一亮。019帮我看看，我这段时间老是感觉很疲乏，浑身没有精神。我淡淡一笑，我给你把脉，不过说错了可别怨我。当杜梦楠他们看到我只用一个手指把脉时，满脸的惊讶。虽说我对中医不是很了解，但我却知道中医诊脉是用3根手指，而袁19却用1根手指，这我还是第一次见。没什么太大的毛病，以后不要睡得那么迟，小的时候被冷水泡过吧。每1个月肚子要疼几天，这都是当初被冷水浸泡阴寒入体造成的。我每1个月来试的时候，肚子的确要疼几天，并且还是很难受的那种。想不到袁19年纪轻轻通过把脉就推测出自己小时候被冷水泡过。我之前也看了很多医生，可却没有一个人这样说过。想到这里，刘若曦满脸的惊讶。能治吗？针灸配合汤剂就可以，只要将阴寒之气逼出去就没事了。想想马上就要到时间了，刘若曦可不愿再受那种痛苦。快给我治疗。接着我让杜梦楠帮忙去抓药。在杜梦楠离开以后，刘若曦俏脸又红了起来。要不要脱衣服？这话一出，雨墨他们几个哈哈大笑，这让刘若曦更是不敢抬头。你趴在床上就行，差不多的半个小时。等到刘若曦趴到床上后，我拿出银针，快速将12枚银针扎入体内。随后我又以极快的速度在每1枚银针的尾部轻弹了一下，银针瞬间发出嗡嗡的声音。好热！这一下雨墨他们都愣在那里，一个个面面相觑。针灸我也见过好多次，不过这种针灸手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几分钟后，刘若曦发出了轻微的鼾声。一段时间后，我趁刘若曦熟睡之际将银针拿掉。雨墨刚把脸上的药膏洗掉，杜梦楠就回来了。当看到雨墨的脸时，他们都愣住了。袁19，你这药膏是不是还有美颜的作用？雨墨洗净脸之后，感觉比化妆后还要白呢。我微微一怔，去除疤痕的都是要恢复受损的肌肤，应该也有美颜的功效吧？快给我也配置几副。我无语的看了眼杜梦楠，你又没有疤痕，用这东西干嘛？你看雨墨的皮肤多好，如果有你熬制出来的药膏，我们也不需要使用化妆品了。我头上一黑，没想到爷爷交给自己的方子，反倒是成了杜梦楠他们眼中的化妆品。药膏的中药味太重，我给你们想想办法，看看怎么将中药味道去掉。有一个时光流速50倍的空间，爷爷交给我的一个看似普通的中药方子，却成为了女人眼中抢手的化妆品。在经过空间内3天时间的调配后，药膏再也没有中药味。药膏我调配好了，你们看看怎么样？不行的话，我再研究研究。杜梦楠接过药膏后闻了闻味道，这香味好特别，这还是原来的药膏吗？原来药膏黑乎乎的，而这个呈现出来的是乳白色。
这是一种混合香味，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你试试，等10分钟左右。10多分钟后，杜梦楠将药膏用清水洗掉。怎么样？太神奇了，用立竿见影来说也不足为过。你的脸明显比化妆之后还要白嫩，几乎都要滴出水来了。当杜梦楠从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皮肤后，眼眸中满是欣喜。袁19，我一份给你3000，你给我们每人做一份。梦梦，你还不如和袁19合作开一家工厂呢。这种药膏纯手工调配，工序很是繁琐，根本不能量产，我能给你们几个配置就不错了。那就说定了，我们几个以后就用这种药膏。药膏多难听，起个名字吧。言谈之中，几人已经给药膏想好了名字，倾国倾城。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也就是这款化妆品在几年以后火遍了全球。袁19，我看你还是安装一个监控吧。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你门口堆放了很大一堆垃圾，而且大门上还被喷了大字。有监控的话，你就可以报警告他们恐吓。我点点头。自从上次赵世明讹诈未果后，第2天他就采取了各种报复手段，断水、断路、喷字图，可一直苦于没有证据。听到没有？那个小杂种安装了摄像头，咱们做事就不好做了。赵哥，那个大院是徐老头留下来的，我记得徐老头可是村里的五保户，按道理说徐老头死了，大院应该就归大队。这如果大队能够收回大院，你拿到大院，咱们不就也能够种出蔬菜？到时候咱们可就赚大发了。走，咱们去找韩天亮，他今天必须给个说法。韩天亮的了，那小子不少好处，他肯定不会同意。咱们去找其他人，让他们逼迫韩天亮。我听到赵世明去村里闹事的消息后，并没有太担心。其一，这个院子是徐爷爷通过遗嘱的方式给我的；其二，我早已经通过村委会办好了这里的产权证。但通过这件事让我明白，只要赵世明在这个村子，他肯定会想着各种法子来捣乱。袁19，你爷爷并未赶紧回来，县里的医生已经过来了。那个时候你爷爷还清醒，喜活不去医院，说要等你回来。我爷爷这是怎么了？你弟弟前几天回来一趟，在家住了几天，在他走后，你爷爷就成这样了。你爷爷说是自己从炕上摔到了地上。通过诊脉，我能感受到爷爷的生机在急速流失，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在经过我的施针以后，爷爷在一声痛苦的声音中睁开了双眸，不过眼神已经开始涣散。王如，我有话和19说。19，我时间不多了。小时候我经常带你去的那个地方，那里有我留给你的东西。你现在也长大了，或许能够找到你的亲生父母。在办理完后事后，我就沿着山路朝爷爷说的那个地方前进。那是一个在大山里面非常隐蔽的山洞。在经过一处断崖处时，我发现2只从悬崖上掉落下来的不知名小鸟。此时2只小鸟浑身是血。雏鸟如果能吃饱，根本不会乱动，而现在2只雏鸟却跌落在地上，显然是饿了。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没有摔死，也算是奇迹了。现在即便是大鸟回来，迎接他们的也只有死亡。想到这，我弯腰将2只幼鸟捡了起来。我将其中一只腿已经扭曲的幼鸟复位后，给它们喂了点空间泉水后，然后收进了空间。山洞里面有几十坛酒和2个破旧的木盒子。当我打开第一个木盒时，一部已经发黄泛黑的古医书映入眼帘。金匮要略我也算精通，金匮要略分为上卷将伤寒，中卷将杂病，下卷在奇方3卷，它可是万方之祖。这现在却出现了一部金匮金要，两者之间必然有关联。我翻开金匮金要看了几眼，不由得苦笑一下。当初爷爷神秘兮兮将一些方子交给自己，还说是祖传的古方，原来都是出自这本书。盒子中还有一本关于行宫路线运气法门的鸿蒙真经，我看了看，发现里面有些内容似乎有点熟悉。当我打开另外一个盒子时，一股浓浓的空间气息扑面而来，里面是一本关于古武修炼的古籍和一块地图。在我将所有物品收进空间后，闪身进入到空间。我是那天发生意外之后得到的这片空间，而且报道中说那些人是贩卖古董的。想到这里，我心头一动，而后将手指咬破，将洗滴在吊坠上。下一刻，整片空间颤抖了起来，空间中的种植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等到空间停止颤抖以后，整个空间如同一个巨大的农场一样宽阔，空间中的种植物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就在我感到激动的时候，一阵鸟鸣声从远处传来。我惊奇地发现，受刚刚吊坠的影响，原本受伤的小鸟身体已经完全恢复，羽翼已经丰满。等回去给你们介绍一个伙伴，他的名字叫黄蜂，你们的爪子是金色，以后就叫你金痕，你就叫金羽。说完，2个家伙展开了翅膀，嗷嗷大叫。在经过空间融合后，空间中的小鸟瞬间羽翼丰满。我足足用了100条大鱼才把它们喂饱。离开空间，我打算先去爷爷曾经告诉过我的一个神秘地方。经过一处已经干枯的河道时，我发现河道中几棵已经腐朽的枯木下有一片片卷曲的黑色野生木耳。如果是以前，我可能没有太多的想法，可我现在有了可以让万物生长的空间，我干脆把朽木也收纳进了空间。第一次收纳这么多的东西，明显感觉有些乏力，希望这些枯木蕴含野生木耳菌种吧。此后的3天里，我穿梭在山林之中，
期间收获了不少野菜和珍贵的野生草药，也碰到了几波野猪群和狼群。找到了，爷爷说的老山参，1年份的山参轮生叶只有1片，而轮生副叶只有3个，10年份也只有9个轮生叶，而眼前的山参轮生叶和轮生副叶都达到了10，这说明这株山参的药龄至少超过100年。经过1个多小时的挖掘，一根初具人形的老山参出现在我的眼前。100年人参本来就极为罕见，而初具人形的更为罕见，这如果上面有蹊跷的话，这人参可就是无价之宝。惊喜之余，我快速进入到空间，将老山参移栽到了空间的空地上。刹那间，空间开始颤抖，一股股让人感觉浑身舒爽的气息将我包裹，而我也沉浸在这股舒适感中。19，你回来了。韩爷爷，家里没事吧？赵世明又找人去村里闹了几次，他们说你承包的农田落河不合规矩，还说你贿赂了我们这些村干部，最后这事情还是区里过来解决的。这几天他又恐吓专门送菜的那些村民。我不由得无语。还有没有其他事情吗？其他的倒是没有。赵世明别理他，这种人你越是理他，他越是闹得欢。对了，你村里没事吧？我微微叹息一声，我爷爷过世了。19，节哀顺变。你终于回来了，这些天没吃到你做的饭菜，感觉都有点厌食了。等下过来一起吃中午饭，把韩军他们也喊上。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野菜？这味道真是没比了。这都是我从老家带过来的，厨房还有，你们自己去夹。我还从老家带过来爷爷酿制的药酒，我去拿一坛，大家尝尝。我放下刚炒好的肉炒木耳后，就去了拿酒。19，这木耳怎么是紫色的？不会有毒吧？怕毒死就别吃。那木耳可是我们那边山里独有的野生木耳，不说是在这里，就是在我们那边，你有钱都不一定能吃到。这些紫色木耳是我在空间中的朽木上发现的，发现时我也很是诧异。人们所熟知的木耳无不是黑色，而空间中朽木上长出的木耳却是纯紫色。此时我将酒坛上厚厚的酒盖打开，一股夹杂着药味的酒香散溢在空中，并在酒坛的口上形成了一层淡淡的酒雾。这酒的味道真香。我淡淡一笑，这酒可是好东西，里面一共有36种野生中草药，经常适量饮用可以强身健体、舒筋活血，大家少喝一点，晚上保证能睡个好觉。那上面的雾气是什么？韩立指着酒坛口部凝聚不散的酒雾问道。那是酒雾，一般的白酒根本不能凝聚出酒雾，就这酒拿出去1斤，至少能够换取1瓶6粮液。1瓶便宜的6粮液那也得1000把块，这现在1斤药酒就能够换取1瓶6粮液吗？听韩天亮这么一说，原本不喝酒的张明也来了兴致。这酒喝下去，身子就暖暖的解乏，好喝。说完，大家都举起酒杯。当药酒入口时，所有人的眼睛都是一亮。酒绵绵醇厚不说，喝下去身上的疲乏一下减轻了不少。这酒虽好，可别贪杯啊！吃菜，这木耳怎么没人吃？在说话的时候，我夹了一片，入口脆嫩，还有一股特殊香味。韩天亮喝了一口酒，笑着说道：“我也尝尝。”一口下去，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惊讶，下意识又去夹了一片。显然他感受到了紫色木耳的特殊味道。这野生木耳还真的好吃，这如果自己能够培育出来，肯定能够卖个好价格。听韩天亮都这样说，其他人都伸过筷子夹了一片。不出意外，众人齐齐点头。19，你这木耳味道还真是独特，再弄点回来。等到他们都走后，我带着黄蜂进入了空间。黄蜂，他们都是你的新伙伴，你可不能欺负他们。金恒、金宇，这是黄蜂，我最好的伙伴，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你们自己去玩，爷爷出事后，这空间的蔬菜就没怎么采摘，我准备采摘一点，明天拿去卖。金恒、金宇、黄蜂，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话音刚落，金恒、金宇便朝黄蜂走去，一边低鸣一边挥动着翅膀。黄蜂则精神一振，对着2只大鸟低吼：“你们自己去玩，爷爷出事以后，这空间的蔬菜就没采摘过，我准备采摘一点，明天拿去卖。”从空间出来时已经是早上6点，在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感觉有人在推自己。大懒猪，快起来，都10点多了。睁开双眼，只见几个千娇百媚的大美女正死死盯着我。你这皮肤怎么明显比上次更好了？感觉比我的还白嫩。我的皮肤之所以变得白嫩，是因为上集中在我将老山参移栽到空间后，在老山参的作用下，一股神秘的气息将我体内的杂质排出。你们怎么过来了？严19，你知不知道你走这几天梦可是想你都想疯了，连睡梦中都喊你的名字。听雨墨这么一说，杜梦楠俏脸瞬间变得绯红。袁19，雨墨的药膏用完了，而且你答应给我们的药膏还没有配置，我们也是过来看看你回来没有。我点点头，看向房间中几个千娇百媚的大美女。你们可以先出去一下吗？我穿下衣服。袁19，这是什么？杜梦楠指着昨天吃剩下来的婆婆丁、苦菜以及木耳问道：“你不会连这个都不认识吧？”我怎么没有吃过？这是我昨天从爷爷那里带回来的，还有一些等中午做给你们吃。梦，你闻闻，这酒的味道太好闻了，而且其中还有一丝中药味。杜梦楠转身蹲下身子后抬起了头，
这个也是你带回来的吗？这是我爷爷酿制的药酒，我爷爷前几天去世了。听到这里，杜梦楠几人悠悠叹气了一声，低下头。午饭时间，我在他们沉浸在野菜的美味中时，打开了药酒的酒封。此时一团酒雾形成在坛口。我对酒文化也略有了解，这种能够产生酒雾的酒我也品尝过。现在的行情，这种药酒就是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这药酒真的是你爷爷酿制出来的吗？我淡淡一笑，你先尝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在杜梦楠品尝一口以后，眼底流露出一丝惊骇。原始酒，这药酒是什么名字？我给你10万，你卖给我怎么样？此话一出，雨墨他们几个都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声。现在市场上最好的酒也就是茅山台和六粮液，可一瓶的价格也不至于达到这样的价格。杜梦楠竟然愿意花10万块买。当初在我为蔬菜的销售渠道发愁的时候，正是杜梦楠给我打开了销路。也因为穷，现在家中很多东西都是当初他给置办的。对于曾经帮过我的人，我从来不会吝啬。我还有几坛存货，等下你走的时候，我送你一坛。不行，这酒太过贵重，我可承受不起。我呵呵一笑，那1800卖给你，要不然的话，过段时间想要都没有了。此时杜梦楠咬了咬嘴唇，神色有点复杂的点了点头。不要10万，却只要1800，这个家伙真奇怪。19，我们几家的牛羊全部被毒死了，肯定是赵世明那个王八蛋搞的事。韩军他们已经去找他了，看样子要出事，你赶紧过去看看。对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黄土岭村民来说，牛羊是娶媳妇买房子的资本，而现在却被莫名的毒死，愤怒之心可想而知。你是不是想闹死我？我只是让你稍微惩戒他们一下，弄死个1头2头就行。你怎么把所有的牛羊都给毒死了？赵哥，你不是要让他们知道得罪我们的下场吗？我也没用多大的伎俩，也就是几把玉米。不过你放心，这事情我做得很干净，肯定没有人发现。也就在此时，大门突然被踢开。韩军，你们这是想要干什么？赵世明，你少在这里装好人，除了你谁会干那种伤天害理、断孙绝子的事情？120只羊，16头牛，老子西瓜了你！韩军、韩立，不要动手。19，肯定是这伙王八蛋，我今天要一个个西瓜了他们。一向嚣张的赵世明在听到韩军这话后脸色瞬变，他们能够看出眼红的韩军真的起了大心。韩军，警察马上会过来，他们会给我们一个交代。如果真的是他们的话，他们就等着牢底坐穿吧。话音刚落，一声声警笛声从远处传来。此时战战兢兢的赵世明听到这个声音，眼睛反而流露出一丝激动。不过想到这一次他们毒死的是上百只牛羊，心里不由得打鼓。如果真的调查出来，没个3、5年别想出来。当初我也只不过想要惩戒一下原始酒，可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最终投毒的小痞子自己承担了责任，被判了8年。赵世明因为窝藏罪被判了1年多。19，赵世明之前也进去过几次，但是每次出来以后都变本加厉的报复。他明年出来肯定会报复。韩军目光一寒，爹，怕他干什么？他要敢对19做什么，我嘎了他。韩军，别整天打打嘎嘎的，现在是法治社会，只要我们小心一点，不给他留下任何机会，他根本不敢拿我们怎么样。再说他想要出来还得1年多，没有那些小痞子，他赵世明一个人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我将鱼苗放进空间水坑，几天时间鱼儿已经长到1斤多，这也验证了用空间水养鱼的想法。等到夜晚时分，我用意念将空间水灌入到我从村里承包的洛河中。几天后，一箱箱的1寸大小的鱼苗被投放进洛水。或许是空间水的原因，鱼苗在入水之后没有一丝不适应，刚入水便开始争抢漂浮在水面上的菜叶。在投放完鱼苗后，又按计划投放了几箱河蟹。此时韩立又从车上搬下来几箱小虾。韩爷爷，我记得我们并没有说要养虾。此时站一旁的中年人呵呵一笑，伸出了手。我是冯波，你们订购的是鱼苗和河蟹。河蟹是杂食动物，一般来说养河蟹会放些虾米，这些虾米是我赠送的。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让老韩联系我。我点点头，握了下手。那就多谢了。一共多少钱？我转账给你。在韩立等人的建议下，我又从村里找了个人来做饭喂鱼摘菜。我也因此有了时间研究爷爷留给我的金匮精药。想不到这本金匮精药除了囊括了金匮要略的精要之外，还记载了其他古医书没有记载的复杂病例的药方和诊治方法。一段时间下来，我的中医水平精进了不少，我对古中医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明姐，洛水中的鲫鱼有些也有半斤，我想吃鱼了。帮忙做饭喂鱼摘菜的赵敏微微一愣。19，我们这里的鲫鱼刺特多，喜欢吃的人不多，我不会做。就是明姐说的对，鲫鱼那么多刺，怎么吃？我呵呵一笑，等做出来你们吃了就知道了。我这就去捞鱼。10几分钟后，当我提着一桶鲫鱼回来时，赵敏满脸的疑惑。之前喂鱼的时候，我就觉得洛水中的鱼生长速度比其他地方快，这才多长时间，想不到鲫鱼既然都长这么大了。疑惑间，赵敏笑着说道：“这么大的鲫鱼可不多见。”有，不过数量不多。我刚才还看见有2、3斤大小的青鱼、草鱼，等哪天咱们尝尝。不行，我不吃鲫鱼，我要吃青鱼。
等你吃了觉得不好吃，我给你做。敏姐，你做了什么好吃的？我们在院子中就闻到香味了，所以过来看看。此时赵敏指了指冒着大气的锅，不是我做的，是19做的鲫鱼，味道好闻吧？这是鲫鱼吗？怎么没有闻到一丝鱼类的腥味？给我弄一条，我要尝尝。你们不是说你们不吃鲫鱼？鲫鱼可是刺多，吃了要卡喉咙。19说要火煮满15分钟。这话让杜梦楠他们几个俏脸一红。敏姐可以吃了，先给他们每人一条。当赵敏揭开锅盖的那一刻，一股更加浓郁的香味在厨房中弥漫。这股香味让杜梦楠他们不断的吞咽口水。接过鲫鱼的杜梦楠迫不及待的夹了一块，他似乎忘记了鲫鱼多次一说，直接就放进嘴里。下一刻，杜梦楠发出一声惊呼声。这鲫鱼肉质鲜美肥嫩，入口即化，这样味美的鲫鱼，我还是第一次吃到。怎么了，梦梦，你是不是被鱼刺卡喉咙了？此时的杜梦楠并没有说话，他想到鲫鱼多刺，想要将鱼刺吐出，可却发现并没有鱼刺。雨墨，这鱼刺能化掉？这一下，雨墨他们也反应过来，一个个端起盛好的鲫鱼，一口下去，根本停不下来。10几条鲫鱼在几分钟内就被吃得干干净净，一根鱼刺都没有留下。太好吃了，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味美的鱼。人们都说鲫鱼不好吃，原来他们都是胡说。雨墨，鲫鱼的确刺多，我吃过，这主要是19的厨艺好。此时做餐饮的杜梦楠不淡定了，他经营的鱼城酒店之前就是因为袁19的蔬菜而异常火爆，这个鲫鱼也必然会成为热销产品。袁19，你这落水中的鲫鱼我全包了咋样？我呵呵一笑。杜梦楠，鲫鱼的刺多，别看做起来简单，可其中火候、投放调料的顺序不能有一丝马虎。当初我学的时候，光这道菜就花了1年多时间才学会。此话一出，杜梦楠他们微微一怔，一个个不由得摇了摇头。一道菜要学1年多时间，这恐怕没有几个厨师愿意去学吧。晚上我从空间将已经1.23米高低的金痕金鱼带入。记住我说的话，过几天你们再回来，我们在山里一定要小心一点。再看，那是什么鸟？怎么这么大？爪子上还抓着几个猎物？这好像是老一辈所说的金雕，不过金雕的体型似乎没有这么大。在韩立他们惊讶的目光中，2只大鸟落在大院中。此时黄蜂冲到2个大家伙的身前，对着他们不断低吼：“19，你要干什么？”韩立他们看到袁19也走向2个大家伙，而2个大家伙并没有飞走，反倒是歪着头看袁19。他们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在山中救治过的大鸟。2头大鸟在对着袁19低鸣了几声后，便振翅高飞，消失在远处。19发达了，都说猛禽有灵性，你看看这是他们回报你的礼物，以后咱们可以天天吃野味了。这要是将2只金雕卖掉的话，肯定能卖个几万。韩立，能不能说点好听的？金雕可是1级保护动物，你这是要让我进局子？韩立哈哈一笑，将地上的4只野兔捡起来。晚上能改善生活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村民们经常看到2只大鸟抓着山鸡野兔出现在天空。这大鸟也不知道捕获了谁家养殖的鸡兔。村里说了，2只大鸟抓的不是村里养殖的鸡兔，他们是袁19在山中救治的，现在过来报恩。我也听老一辈说过动物报恩的故事，不过那都是老虎、狼什么的，像金雕报恩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猛禽报恩的消息很快就火爆了整个网络，院外面每天都聚集了很多想一睹金痕金鱼的人们，到最后就连动物学专家都找上门来。经过他们的对比，得出了结论：这2只大鸟并不是人们所猜测的金雕，而是早已灭绝了的猛禽龙鹏。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鹏城野动物保护组织，有人举报你涉嫌倒卖野生动物。我倒卖野生动物？就是你，非法饲养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龙鹏，利用龙鹏获取野生动物出售，你已经触犯了法律。那2只龙鹏我们必须带走，让他们回到野外。另外，你必须交出非法所得罚款30万。此时，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目光又落在了19身边的黄蜂身上。你这也不是狗吧？我们怀疑这也是你倒卖的野生动物，好，我们也必须得带走。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袁19再猜测不出点什么，那他就是傻子。动物保护组织的确有，可他们没有穿制服，也没有出具相关文件，就直接让自己缴纳罚款，同时还要带走黄蜂金痕金鱼。显然这些人过来的目的不纯。此时门前的很多人都拿起手机拍起照片，这马上引起了中年人的不满。他转头怒吼道：“干什么？不许拍！”19淡淡一笑，他拍了拍身边的黄蜂：“我想你们弄错了吧？华国的确禁止圈养保护动物，可狗不属于野生动物的范畴，而且我办理了养犬证。既然你们是动物保护组织的，总不能硬要将狗说成是保护动物。我想看看你们执法的手续。”你算什么东西？考察他，先将龙鹏和这条狗抓住。此话一出，2个人冲向19，想要将袁19控制。修炼了鸿蒙真经的19此刻身形敏捷，哪里是他们能够控制？3个人瞬间扭打在一起，另外几人拿着抄网朝黄蜂他们走去。看到黄蜂金痕金羽他们想要动手，19可就急了。不好，如果伤人，金痕金羽随时都能够回到采凉山，可黄蜂必然会被带走。黄蜂，带他们走，
快！此话一出，金痕金羽振翅飞向远处的彩梁山。此时两张大网同时照向黄蜂，眼看黄蜂马上要被抓住，19用力甩开两个想要将他护着，一把拉住一个张网。可下一刻，大肚便便的中年人手举着粗大的布棒，在他的头部狠狠地砸了一下。在失去意识的前一刻，他看到了眼露凶光的黄蜂，喊了一声让黄蜂不要伤人，就晕了过去。此时黄蜂仰天怒吼一声，眼眸瞬间变成了赤红，下一秒他扭动着庞大的身体撞向大腹便便的中年人直接被撞出去10几米，重重摔到了地上，晕了过去。眼见黄蜂如此凶猛，张网的人丢掉大网就逃跑，可黄蜂根本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庞大的身子撞来撞去，几人在几分钟后就全部被撞翻在地。此时黄蜂回到了19的身边，不断发出低吼声。这大狗也太有灵性了，主人不让它伤人，它不用爪子和利齿，就用庞大的身子将那些人撞晕，在这些人身上没有咬过的痕迹，根本不能说是大狗伤害的他们。快走，你主人没事，你不能被他们抓到。低吼的黄蜂抬头看向男孩，低头又看了眼19，他再次低吼一声，身子一动窜出大门，很快就消失了。晚上袁19从昏迷中醒来。韩立，黄蜂他们呢？村里人说黄蜂跑进采梁山了。那些人呢？他们都被抓走了。听目击证人说，那些人都是城里游手好闲的小无赖，他们想要依仗管理者的身份敲诈勒索。现在网络上一边倒都在支持你，为了更多的人都称赞黄蜂，说黄蜂比人都聪明，你不让他伤人，他就用身子。那些人都被黄蜂给撞晕了。那个胖子是什么人？那个家伙还真是动物保护组织的人，不过他也只是一个普通职工，他根本没有执法的权利。他们做的事情都被人们上传到网络上，他敲诈30万，即使判不了，工作肯定丢了。3天后，那些人全部被安排采缝纫机，并负责一切医疗费用。袁19这边是受害者，黄蜂因为没有咬人，也不会被带走。19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回到了大院。和以往相比，大院中没有了到处乱跑的黄蜂，没有了金痕金羽，门前的人也没有几个。袁19，好样的，我们支持你。随手捡的一只流浪狗，一段时间以后，小狗已经长到1.23米高低。居心叵测的人看出了黄蜂的不同寻常，想要强行将黄蜂带走。没想到黄蜂在关键时刻突发异变，在几分钟内便将几人全部撞翻在地。就在黄蜂不知所措时，人群中一个男孩帮助了他。在我出院回到院子后，男孩再次出现在院子中。袁19，你现在可是网络红人，种出来的蔬菜瓜果味道特殊，还养了黄蜂那样一条比人还聪明的大狗。我呵呵一笑，谢谢你在关键时刻帮助了黄蜂，如果没有你，黄蜂可能就被带走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魏新鹏，这是我妈妈冉雅静。大姐，小鹏这是怎么了？听到这么一问，雅静的神色瞬间暗淡下来。从交谈中我得知小鹏是3年前在回家路上出了车祸，自那以后只能依靠轮椅行动。这些年他的父母带着他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医院，每一家医院都说他已经彻底恢复，但因为神经受损，他一直没有站起来。想要他重新站起来，除非出现奇迹。虽说我们一直在帮他做康复，可肌肉还是在不断萎缩。专家说必须在5年之内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否则即便是神经恢复了也站不起来。妈妈，这样也挺好，你们就不要奔波了。这几年你们工作丢了，房子车子都卖了，到现在爸爸为了我还在工地打工，我不想再看医生了。此时冉雅静摸了摸魏新鹏的头。傻孩子，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不会放弃。前几天我们还听人说在池城那边有一个神医，等你爸发工资了，我们就带你过去。小鹏，我也学过几天中医，我帮你看看。起初他们对我学过中医很是意外，我告诉他们我是在余城中医大学毕业，他们才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让我把脉。然而当看到我只用一根手指搭在腕部把脉时，已经绝望的冉雅静心里突然莫名的多出了一丝期待。10几分钟后，我将手指收回，蹲下身子，一边用大手在魏新鹏的腿部不断捏来捏去，一边问了一些很平常的问题。袁19，每一个医生都像你这样问问题，他们问的问题我都能背下来了。小鹏，你怎么能这样没礼貌，叫叔叔？我呵呵一笑。小鹏，我给你针灸一下，你看看有没有反应，有反应的话说一声。也就是数个呼吸的时间，小鹏的一条腿上就扎了不下50根银针。随着一道微风吹过，我抬手以极快的速度在每一枚银针的尾部轻弹一下，银针瞬间就发出了嗡嗡的声音。下一刻，魏新鹏身子一震，妈妈，好凉，这条腿有感觉了。此话一出，冉雅静的眼中突然涌出一层水雾。3年来，不管是敲打，还是针灸，亦或者用刀割，魏新鹏的腿都没有像今天这样的感觉，这让他忍不住。当银针停止颤抖，我又以极快的速度轻弹针尾，此时银针再次发出嗡嗡的声音，魏新鹏又喊了起来：热，好热！这一次冉雅静这3年的憋闷在这一刻再也忍不住的哭了出来。听到母亲哭泣，
魏新鹏转头看向袁19，叔叔，我有希望吗？有，不过几率不是太大。大姐，我可以试着诊治，不过我不敢保证他能完全康复。你有几成把握？不到4成。根据我的诊断，小鹏站不起来的情况就是金匮金药中提及的经脉受损病例，但金匮金药中所记载的方子太过普通，每一味中药在任何药店都能够轻易买到，所以我并不敢说有太大的把握。我们手中没多少钱，你大致说个数字，我们去想办法。不用了，中药我这里有。对了，大哥是干什么工作的？以前在集团担任会计，现在打零工。这样吧，让他去我新开的农家乐和蔡府那边帮忙，扣除我的诊疗费，我1个月再给你们每人3000。等我帮小鹏治疗结束，你们随时都可以离开。好，我这就给他打电话。40分钟后，一个看上去很是落寞的中年大叔匆匆进了大院。当他得知是袁19给儿子医治时，眼眸中流露出一丝疑惑。孩子妈说是一位神医给儿子医治，在我的印象中，神医都是白发苍苍的，可眼前这是一位才20多岁的青年。虽然心里很不相信，但说话没有一点客气。给我儿子医治需要多少钱？魏飞，袁19为了咱们照顾儿子方便，他让我们在他开的农家乐和菜圃那边上班，除了给儿子看病之外，每1个月还会给咱们每人3000工资。这一下魏飞愣在那里，他带着一丝疑惑看向袁19。我不敢说能够让小鹏痊愈，你们在我这里上班至少可以照顾小鹏，如果我这里不能有效果的话，赚了钱你们还可以带他去别的地方。明白了袁19的意思，魏飞带着一丝感激对着19点点头。多谢了。对了，小鹏到底伤在什么地方？各大医院检查结果都说恢复了，可他去。中医上讲小鹏是经脉受损，我想先给他调养一段时间，如果管用的话，他站起来的几率很大。听到小鹏站起来的几率很大，魏飞更是激动不已。真的吗？需要什么？我这就去准备。中药我这里有，你去买一个大木桶就行。等到木桶买回来以后，我用木桶熬制了1桶中药水，随着一股股浓浓的药味弥漫，木桶中的药液沸腾起来。蒋哥，将小鹏放进桶里。此话一出，魏飞冉雅静同时一震，明明木桶中的药水已经沸腾，这怎么能让儿子进去？看出了他们顾虑的袁19一边笑一边将手伸进沸腾的药液中。没事的，这个药液看起来沸腾，其实是因为中药的作用，实际温度和洗澡水差不多。将信将疑的魏飞冉雅静也试了一下，正如袁19所说，药液的温度和日常人们洗澡的温度差不多，他们这才将魏新鹏放进木桶。几分钟后，魏新鹏就感觉到腿部冰凉，这让魏飞冉雅静夫妻激动的是泪水连连。蒋哥，以后每天在药液中泡20分钟，如果小鹏感觉到腿部发热，我再给他换另外的药方，等他能够同时感觉到冷热，他就能够完全康复。听到小鹏可以完全康复，魏飞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还没等他说什么，袁19赶忙将他搀扶起来。蒋哥，你这是做什么？那天要不是小鹏，黄蜂早就被他们带走了，我们也算是有缘。我用烧伤火透心凉的针灸术对瘫痪3年的小男孩进行医治，男孩的大腿瞬间能感觉到针灸带来的冷热，这让我对医治小男孩产生了信心。接着我又用空间水熬制的药液对男孩的腿部进行浸泡。袁19，你这是？他是魏新鹏，他的腿因为3年前的车祸站不起来了，我正在帮他治疗。我也知道袁19的医术不错，但是没想到他竟然敢给一个瘫痪3年的患者治疗，你有多大把握？阿姨，叔叔说了，我站起来的几率很大，你不知道这几年。听魏新鹏说完，杜梦楠的内心触动很大。这袁19的医术还真是了得，一个被所有医生都断定为站起来机会渺茫的孩子，经过他的治疗，立马就有了转好的迹象。19，小鹏接下来该如何诊治？每天用针灸刺激经脉，让经脉自主修复，至多1个月，小鹏就能够恢复如初了。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瘫痪这么多年能站起来的，如果魏新鹏真的能重新站起来，这就是医学上的奇迹了。19，落水中的鱼上市以后，因为味道比普通鱼的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2天很多慕名而来的垂钓者想要在这里钓鱼，他们说钓1天给咱们300。行，您告诉他们必须要注意安全，我找人过去维护一下秩序，切记不要让村里的孩子们到落水边。落水边，一个看上去极为专业的钓鱼者满脸郁闷地走向距离他不远处的一个中年钓友。老兄，今天收获怎么样？中年人抬头看向问话的钓友，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今天还真是奇怪，怎么也找不到钓口，饵料我也换了3次，3个多小时一条鱼都没钓到。你那边怎么样？我钓鱼7、8年了，像今天这样鱼儿根本不咬钩的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其他钓友也和我们一样没有任何的收获。真是奇了怪了，我也换了好几次钓位和饵料，可水中的鱼似乎感受不到饵料散发出来的香味，大半天了一条鱼都没有钓到。只有我知道落水中的鱼之所以不吃混合饵料和空间有很大关系。1天时间，几十人中只有1人钓了一条4、5斤大小的鲤鱼，
落水鱼难钓的消息很快就在钓鱼圈传开，这也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落水周围围满了垂钓的人，但垂钓的情况都可想而知。就连钓圈赫赫有名的邓老师也只能无功而返。这落水中的鱼太难钓了，应该将垂钓大赛安排在落水，能够在落水这边获得冠军，那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一段时间以后，小鹏的治疗已经接近尾声，我尝试着让他站起来，然而当他站起来那一刻，他又坐回到了轮椅上。叔叔，我腿上没一点力气。我哈哈一笑，做了3年多任谁也没有力气。魏哥、静姐，你们扶着小鹏走走，走半个小时就行，过几天就能恢复正常了。当两人搀扶着儿子迈出第一步后，两人眼泪狂涌。要知道这一刻他们可是足足等了3年。就在几人沉浸在喜悦之中的时候，一声惊呼声传来：小鹏，你能走了？梦梦阿姨，我能走了。看到魏新鹏重新站起来的杜梦楠眼眸中满是惊骇，激动之余他突然看向袁十九，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这让袁十九也是一愣。梦梦，你这是？只见杜梦楠一句话没说就急冲冲身的转身离开。梦梦，你这么火急火燎的是怎么了？爷爷，我和您说一件事情。他不但凭借中医让自己容貌恢复，还让一个瘫痪了3年的人重新站起来了，这2件事情都堪称医学奇迹，这足以证明袁十九的医术不凡。我想让他去医治罗爷爷。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不知有多少名望的医生都想要接触到那个家庭，如果有什么闪失的话，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爷爷，罗爷爷都已经下了病危通知，我能够保证袁十九的人品，他的一身医术都是他爷爷教给他的。前段时间我给伯母他们送的倾国倾城也是袁十九调配出来。你说你们使用的药膏就是他调配出来的吗？是啊。此时杜刚目光闪烁了几下。行，你马上去找到他，直接带他去机场那边，记住不要告诉他去给谁看病。袁十九，快跟我走。袁十九刚想询问怎么了，却不想杜梦楠根本没给他任何询问的机会，一把拉住他就往外走，直到被杜梦楠拉上车才有机会说话。梦梦，这是要去哪里？我的一个长辈生病了，你帮我去看看。是谁？我可是连行医资格都没有。别问，你去了只管看病，如果有把握就诊治，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就别说话。然而等到了余城机场，袁十九彻底蒙了圈。梦梦，我可是连身份证都没带。这个你不用管，跟我走就是了。在空间泉水的作用下，瘫痪了3年的人很快便能够站立行走，这立刻引起了杜梦楠的注意，我也因此莫名被他带去对一个神秘人进行诊治。飞机上几个腰间鼓囊表情冰冷的安保人员证明了飞机上的人身份不凡。袁十九，这是我爷爷。此时杜刚看着眼前这个连续创造医学奇迹的青年，目光猛地一缩，他似乎从19的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影子。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相似的2个人？你就是袁十九吧？来坐下和我说说你学习中医的事情。杜刚在询问19和爷爷学习中医厨艺酿酒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询问起了他的身世，目的就是为了确认爷爷的身份。八朝古都燕京的一个4合院会客室内，3个中年男女正焦急地等待着。当杜刚进门时，3人神色中满是恭维地站了起来。杜叔，您说的医生带来了没有？老领导已经深度昏迷，情况不容乐观。带来了，就是他，走进去看看。当看到来人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时，3人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意外。杜刚看出了他们的忧虑。他精通古中医，从小一直跟着家族长辈学习中医。显然3人对眼前这位青年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杜刚如果没有一定把握，是不会将一个不学无术的青年带过来的。想明白这点后，3人点头带头出了会客室。霍院长怎么样了？院长摇了摇头，什么方法都用过了，现在还没查出病因。小医生，你去看看。我点点头，在众人疑惑的眼神中走到床边，伸手将食指搭在老人的腕部把脉。此时所有人的目光一锁。我对中医也有很深的了解，用一根手指诊脉我还是第一次见。20分钟后，我将手指收回，转头看向3个中年男女。老爷子这病恐怕超过半年了吧？听到这里，3人同时看向杜刚，他们以为是杜刚提前告诉了他病情，可杜刚却摇了摇头。你说的没错，从有症状开始到现在已经有7个月了。老爷子喜欢喝酒养花。此话一出，让3人一震。老爷子喜欢喝酒养花的事情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这喝酒养花和病情没有一点关系，想来杜叔也不会跟他说这些。可这青年是如何知道的？是，你说的没错。小袁，有没有希望？我目光闪烁了几下，点点头。还有一丝希望，不过几率不是太大，只有不到40%。小伙子，话可不能乱说。我们从老人发病一直在找寻病因，但直到老爷子陷入深度昏迷，病因都没找到。你说说老爷子是什么病症？我淡淡一笑，老爷子根本没病，何谈病因？这句话让病房中的空气一下凝滞，每一个人都是目瞪口呆。老爷子明明已经重度昏迷，可袁十九却说没病，
这谁能相信？小袁，话可不能胡说，老领导没病怎么会这样子？老爷子真的没病，之所以变成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他的嗜好所致。说完这话，袁十九看向3个依旧发呆的中年人。老爷子特别喜爱兰花吧？如果我猜的没错，在老爷子的房间中应该有一株紫心兰花，而在老爷子病倒之前，应该还收藏了一株白玉兰花。此话一出，3人眼中满是不敢相信。老爷子爱养兰花的事情，不说是别人，就是杜刚都不知道。然而眼前的这个青年，通过诊脉就能准确的推断出。孟建国，19说的是不是真的？孟建国点点头。杜叔，父亲房间中的确有一株养了30多年的紫心兰花，去年魏国又不知道从哪里偷来一株白玉兰花，可兰花和病情有关系吗？我呵呵一笑，紫心兰花、白玉兰花都是兰花中的极品，每一株都能够卖到一个天价，随便一株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可2株出现在一个地方却有了麻烦。这话更是让在场的人们满头雾水。兰花可是深受花草爱好者的钟爱，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养兰花让人陷入昏迷的说法。其他兰花放在一起没有什么，不过紫心兰花和白玉兰花放在一起的话，花香融合会让兰花滋生出一种叫做蓝心虫的虫子。这种虫子就是放在显微镜下都不一定能够发现，蓝心虫不会害人，可如果有久未滋养的话，蓝心虫就会变异成噬心虫，噬心虫进入到人体内就会吸食精血繁衍后代。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噬心虫会遍布所有的血脉，当最终在脑部繁衍的话，这个人就没救了。老爷子在发病之前是不是经常感觉到疲乏无力，但在喝过酒之后就感觉精神恢复？虽说在场的一干人没有听明白什么蓝心虫是心虫，可最后一句话他们却是听得明白。只见3人齐齐点头。就是你说的这个样子，小医生需要我们准备什么，我们这就去准备。片刻之后，一张写满了中草药的纸张拿到孟建国手中。当孟建国在看到药方后面的分量后，不由得一愣。别的中药方都是按照克来计算，而这医生写出的药方后面标注的却是按斤。小医生，这方子……在说话的同时，孟建国将药方递给了杜刚。杜刚在看过之后也是一愣。小袁，你这方子怎么是按斤论？我呵呵一笑，的确是按斤来，你们按照我的方子去抓药就行，记住最好是选择天然野生的。另外，把老爷子房间中的紫心兰花、白玉兰花放在太阳下暴晒3个小时，然后再用茶末泡水浇灌。孟建国点点头，拿着方子出了房间。此时中年女子目光闪烁了几下。小医生，茶末是用铁观音还是用大红袍？我不由得一乐。阿姨，用大街上最为普通的茶末就行，用铁观音大红袍那太浪费。孟燕快去，可不能再让那个什么虫子害人了。等到孟燕离开后，袁十九又拍了拍脑袋，然后看向另外一个中年人。刚才我倒是忘了，您马上订购一张用新鲜的紫竹打制的竹床，床腿3尺3，竹子不要破开，上面不能有任何金属物质，再弄一批干的紫竹，破成2寸宽1尺长的木条，再找一个1米8的竹子打造的盆。好。等到孟宝国离开，我以极快的速度在老人的头部扎了9枚银针。片刻之后，刚才气息若有若无的老爷子忽然变得平稳起来，而在老人颈部凸起的血管中似乎有什么在蠕动。我从事医学数十年，中西医有名望的人我都知道，这个姓袁的青年到底是什么来路？他怎么会有如此医术？此时杜刚也暗自庆幸，想不到他的医术竟如此了得，这如果早点带他过来，或许老领导早就康复了。等到中草药买回来以后，19将中草药倒进大盆中，用水洗涤。最后一次清洗时，他一边翻动着中药草，一边用意念驱动空间泉水灌注进大盆。为了救治因兰花虫变异而重度昏迷的神秘人，我先是偷偷将空间泉水灌入到大盆中，接着又用大盆熬制了一盆中药水。等到药液热气弥漫时，我喊人将老爷子从房间抬出，并放在大盆上面的竹床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让众人惊悚的一幕出现。只见老爷子凸起的血管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涌动。家里还有其他酒吗？哪一瓶最差的？家里只有这种特供酒。我不由得摇摇头，并转头看向孟燕、杜梦楠。梦梦给韩丽打电话，想办法在明天之前拿一坛醉玲珑过来。噬心虫是酒香异变形成，他们对于酒香特别敏感，用醉玲珑更容易将噬心虫吸引出来。还有，我要将老爷子的衣服脱下来，你们先回避一下。等到2人离开以后，我将老人衣服脱掉，而后将特供酒均匀的涂抹在老人身上。护工，等下我会用针灸将血管中的噬心虫逼出来，你将噬心虫擦掉，丢在那个桶里，记住千万不能让噬心虫沾到皮肤上。也就在数个呼吸之间，老爷子身上就扎满了108枚银针。随着我身上的气息波动，108枚银针先后发出了嗡嗡的声音。下一刻，老爷子皮肤上出现了一层蠕动的蓝色物质，这让孟建国他们目光一锁。这难道就是小医生说的是心虫吗？想不到老爷子体内竟然有这么多这种虫子，这一片片的我还是第一次见。蠕动物质让护工感到心惊肉跳，但为了能够让老人快点康复，也只能在不触碰银针的情况下不断擦拭。
每擦拭完不到3分钟，老人的身上就会再次出现同样的物质。等到第9次擦拭完成的时候，蓝色物质已经明显变淡。此时我快速将银针收回。好了，带老爷子去洗个澡。这桶中的是新虫，用生石灰覆盖处理掉。哪里有房间？我需要休息一会。这话一出，孟建国他们才发现袁十九脸色苍白，并且浑身上下都是汗渍，这让他们不由得哑然。一段时间以后，正当孟建国、孟保国两兄弟在收拾院子时，霍院长急匆匆地从病房跑了出来。他的举动让孟建国3兄妹都是一愣。霍院长，我父亲怎么了？神奇，太神奇了！孟老生命体征已经平稳。听到这里，3人快步走向病房。快要到病房的时候，几人听到一声撕心裂肺的哭泣声。姐，你这是哭什么？孟卫国指了指院中的紫心兰花和白玉兰花，显然几人已经明白大姐以为父亲出了事，这让几人哭笑不得。父亲没走，你们干嘛将他最心爱的兰花搬出来？此时孟建国苦笑一下，并将老爷子深度昏迷的原因告诉了他。想到是自己买的兰花导致父亲深度昏迷，孟卫国瞬间呆立在那里，眼神中满是懊悔自责。姐，我们也知道你是无心的，不说是你，来了那么多医生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还好杜叔带了一个小神医，现在父亲已经有好转了。父亲已经有好转了吗？我去看看。病房中老人安静地躺在那里，仪器上生命体征很是平稳，这让4兄妹都长出口气。建国，小神医在哪里？我要当面感谢一下他，只要他能让父亲好起来，我就是给他当牛做马都愿意。姐，小袁给父亲看病针灸累坏了，这回他还在休息。听孟建国这一说，孟烨目光闪烁了几下。大哥，说来也奇怪，那么多的中医给父亲针灸过，他们看起来都很轻松，可小袁却是满头大汗。孟建国苦笑着摇摇头。你们刚才也看到了，他可是累得够呛，具体是怎么回事，或许得要问杜叔了。会客室中，杜刚脸上堆满了笑容，带着袁十九过来让劳领导转危为安，这让他的心里很是舒畅。杜叔，您是怎么认识袁十九的？那小家伙是梦梦的朋友，我也是在上午时候才第一次见他。第一次见面就敢带过来给父亲看病，这话让孟家4兄妹的神情瞬间变得古怪起来。看到孟家4兄妹神情变化，杜刚哈哈一笑。我和你们说，别看他年轻，这小家伙……当杜刚将所知道关于袁十九的一切说出来后，孟家兄妹眼眸中满是惊讶，他们还真的没想到这个青年身上会有这么多的奇迹。想不到这个小医生竟然凭借中医让自己容貌恢复，又让一个瘫痪3年的孩子重新站了起来，这样的青年还真是闻所未闻。梦梦，他是不是你男朋友？这样的青年可是不好找，不要看他出身不怎么样，就凭借这一手中医，他将来也能飞黄腾达。此时杜刚目光闪烁了几下，他想到了袁十九的容貌，如果真的如同他推测的一样，这个袁十九的出身绝对不亚于在场的任何人。魏国姑姑，您说什么呢？我们只是好朋友。一向风风火火的杜梦楠此刻俏脸通红，显然杜梦楠是真的喜欢上了袁十九。第二天上午，19用醉玲珑把剩下的噬心虫吸引出来后，便拖着疲惫身子去了休息。也就是在午饭的时候，病房那边传来老爷子醒转的消息。下午19醒来后就去了查看老爷子恢复情况。当19走进病房时，老爷子目光猛地一缩，他似乎从19的身上看到了熟悉的影子。我用针灸术将老爷子体内的噬心虫逼出，每次治疗完后我浑身上下都是汗渍，这让众人很是费解。只有我知道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消耗了鸿蒙之力。经过2次的综合治疗，昏迷了7个月的老爷子很快醒转过来。然而当醒转的老爷子看到我的脸庞时，瞬间激动了起来，这让我也是一愣。老爷子，您怎么了？老领导，不要激动。老人在心情平复后脸色逐渐恢复。你叫袁十九是吧？过来坐。这次还真的感谢你将我从鬼门关拉回来。从交谈中我隐约能感觉到老爷子似乎对我的身世很感兴趣，不停地询问我和爷爷的事情。当我拿出我和爷爷拍的唯一一张模糊的照片时，两人眼底流露出一丝激动。虽说看不清爷爷的容貌，可是却从身形上看到了他们熟悉的影子。19，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爷爷告诉我是5月18，不过我也不清楚这是不是我真正的生日。你爷爷的生日呢？我微微叹息一声。爷爷从来没有过过生日，不过爷爷说过他的生日好几年才能过一次。听到这里，两人目光相视，眼眸中再次出现了波动。19，你昨天不是说要给大家做烤肉炖鲫鱼吗？那边都准备好了，我在这边再陪陪老领导。显然杜刚是借着做菜的事情将我支开。也就在我离开病房以后，他激动地看向老爷子。老领导，看样子19的爷爷是袁破鲁袁大哥。这一点老爷子在看了照片以后也很确信。只见他神色复杂的点点头后说道，虽说照片模糊，可我能从身形中认出来，在这袁大哥说过他的生日是2月29，
这一点和19说的几年过一次也是契合。想不到破鲁大哥并没有离世，而是在乡下培养19。可以前怎么没听说过破鲁大哥还懂得中医和厨艺？老领导，要不要给少家打个电话？19十有八九是少家丢的孩子。此时老人长叹一声，当初破鲁大哥、邵猛、雷烈三人是让多少人羡慕的铁三角，可邵雷两家突然交恶，先是邵猛长子邵飞虎一家子遇袭，幸存的儿子也不知所踪，当时所有人都怀疑是雷家所为。而后雷烈二子雷明德遇袭身亡，他刚出生没有多久的儿子也跟着失踪，这导致两家交恶，老死不相往来。而随后见到了破鲁大哥留下的遗书，从此世间再没有了铁三角。19的确很有可能是邵猛丢失的那个孙子，可他是怎么被破鲁大哥抱走收养的？如果邵猛知道是破鲁大哥抱走的孩子，他会怎么想？这事情你得想清楚。听到这里，杜刚目光微微一缩。老领导，您是说当初那件事情有破鲁大哥的影子吗？破鲁大哥不会做那种背信弃义的事情，他抱养邵家的孩子肯定事出有因，要不然破鲁大哥也不会隐姓埋名躲在一个山村中生活。他不是还收养了一个孙子吗？他该不会是……此时杜刚深吸一口气，眼底流露出一丝惊骇。这如果真的如同他们猜测的那样，那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他们尊称为战神一样的破鲁大哥都要以假死赌博？杜刚，我看暂时不要联系邵雷两家，等我康复后，我具体了解一下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我在确认老人只需要休养就能够恢复的时候提出了辞行。因为杜梦楠的关系，我虽说没有收一分钱，不过也算是收获满满，其中就包括了好几箱没有标识的烟酒。19，你的中医术如此精通，我觉得你应该主攻中医方面。现在中医没落，就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来重举中医大旗。我点点头。杜老，我知道了。这次回去后，我再温习一下中医学的基础知识。等过段时间，我去将中医的行医资格证拿下。听到这里，杜刚不由得一咧嘴。你不是中医大学毕业的吗？怎么会没有行医资格证？那会我正好出事，所以就没有参加考核。此话一出，杜刚不由得摇了摇头。他怎么也没想到，将老领导治好的是一个连行医资格证都没有的人。在回到黄土岭的一段时间里，我一边在空间修炼鸿蒙真经，一边精研金匮精要。为了能早日拿到行医资格证，我还时不时的翻阅大学时候的中医书籍。期间，黄蜂、金痕、金鱼也顺利从采凉山回来。时间来到中秋节前一天，我将蔡府农家乐以及照看落水的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当韩丽看到酒桌上摆放的烟酒时，激动地说道：“靠，这竟然是特供酒、特供烟！19，你是把哪家药园给打劫了？我听说这特供烟一盒有人出价1000都买不到，等下吃完烟和酒盒都留给我。”当韩丽看到每一张桌子都放了2瓶特供酒和2盒特供烟，她带着一丝疑惑看向袁19：“这么多不会是假的吧？假不假，你尝尝不就知道了。”那我先尝尝。说完，韩丽从桌上拿了一盒烟拆开，她看到上面依旧没有任何字迹，而烟丝金黄颗粒都是一样大小。点火深吸一口气，韩丽目光一缩，抬眼看向袁19：“是真的，家里还有没有？给我弄一盒，我出去显摆显摆。”他这一说话，他们那一桌的其他人马上人手点了一根。家里还有几盒，回头你们过去，我拿给你们。你不会是真的认识哪个大员吧？这东西可都是特供的，就是省级大员每一年也就是几条而已。吃你的饭吧，话怎么这么多？这大半年对于在场的所有人来说都是终身难忘的。他们在19的带领下，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在一干人推杯换盏的时候，大院突然闯入一群手拿棍棒的不速之客，他们张开大网就朝着守院子的黑风而去。黄蜂独自在家看守大院的时候，一群手拿棍棒、脸部遮掩的不速之客突然闯了进来。起初他们想用大网将黄蜂捕捉住，怎料黄蜂身体强悍，只一会的功夫就撞晕了。眼见不能抓到黄蜂的歹人瞬间起了打野，双方很快便扭打在一起。但因为他们人多势众，黄蜂最终倒在了地上。为了防止追查，他们还特意将监控主机拆了下来。家里还有什么没有？就剩点家用电器和几个破酒坛子，不过还有2样特殊的东西，3箱特供酒和一些特供烟。先拿回去看看，肯定是假的，拿去骗那些二愣子还可以。记住走的时候点把火。等到19他们赶回来时，房子已经破败不堪。奄奄一息的黄蜂在喝了空间泉水后还有了一丝生机。19，监控主机都被带走，他们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警方已经开始在周围取证，很快就会有结果。此时19并没有说话，他心里明白对方既然敢这么明目张胆地闯入到自己家里动手，肯定做了充足的准备，想要调查出他们很困难。19，这里已经烧了，先去我家吧，等天亮了我找人过来清理。韩丽，你们先回去，黄蜂断了几根骨头不能动，我在这里看着他。19，他们要对付的是你，这要是他们再回来可咋办？都变成这个样子，
他们不会回来了，你们先回去。等到所有人都离开以后，19这才将黄蜂收进了空间。想到一次次的忍让换来的却是这种结果，这让他的眼眸中寒芒闪烁。曹明奎，怎么样？那只狗抓到没有？那条狗太凶，我带了30多个兄弟过去，被他伤了19个。按照胡少的吩咐，我让人将那狗给打倒了，因为它太凶，没人赶过去。不过10有8九活不了。真是一条良犬，可惜了。有什么收获没有？菜地毁了差不多一半，家里搜出一些假烟假酒。我走的时候将监控主机带了回来。他那破房子我也放了一把火，一切做得干干净净。有几个地方我也打点好了，他们肯定调查不出什么结果。什么假烟假酒？如果数量多的话，倒是能送他进去凉快几天。到时候那里面的兄弟们也会好好招待一下他。此时曹明奎从衣兜掏出一盒烟递给胡振宇，胡振宇在接过这盒没有名字的香烟后，目光微微一锁。这家伙这是在做戏，连特供烟都敢造假，只要做事没个几年时间根本出不来。然而当他从烟盒中抽了一根吸了一口时，脸色瞬间一变。他拥有着不凡的家世，特供烟他也抽过不少，虽说只是一口，他却能够感觉到这特供烟不是假烟。曹明奎，把剩下的烟酒都给我拿过来，等下我给你账上画10万，先给兄弟们看病，不够的话说一声。好，明天我就给胡少带过来。另外明天给我调查一下那个袁19的来历。袁19，爷爷已经打过电话，想必很快就能找到凶手。你这里也不能住了，去我们家吧。19深吸一口气，淡淡一笑。不用了，我和韩丽他们约好了去农家乐那边，带我谢谢老爷子。杜梦楠在悠悠叹息一声后看了看周围，黄蜂呢？我送去一家宠物医院了，过段时间就能回来。对了，你认识的人多，能不能给我找一家像样的工程队伍？杜梦楠点点头。其实你那房子早该拆了，你就是不舍得，这下再不舍得也得重建了。对了，雨墨他们几个不知道你电话，让我带他们向你问好。19哈哈一笑，他们是担心没有倾国倾城吧？19这话让杜梦楠不由得一乐，抬手在他的肩头轻捶了一下。大院都成这个样子了，你还能笑得出来？爷爷说过，这些东西本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在没有来这里之前，我每天在水泥管中睡觉，不也过来了？我这边没事。今天中秋节，你早点回去。这边胡振宇收到了一向低调的杜家掌舵人杜刚在得知院子被烧后，竟打电话让警方那边限期答复的消息，这让他很是头痛。他不得不猜想19和杜刚的关系，也就是在看到曹明奎带着特供烟酒过来后，他才得出了结论。这袁19和杜家肯定有关系，而且还是关系极为密切的那种，要不然他的手里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特供烟酒。胡少，刚才我打发过去查看情况的兄弟给我打电话了，杜梦楠竟然去了那小子那里，看样子两人还挺亲密。显然胡振宇和杜梦楠是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他在听到这话后，脸色瞬间变得铁青。该死的王八蛋，他这是在找血！胡少，曹明奎，刚才我收到消息，你昨天打点的那些地方有点靠不住，你先找几个兄弟先进去，等风声过了，我将他们带出来，每一个人5万安家费。曹明奎目光一缩，那个袁19是不是有什么来头？这事情你别管，找几个口风紧的兄弟进去就行，其他的交给我。我用空间泉水酿制葡萄酒，一段时间以后，酒液清澈，并不再有气泡。经验告诉我，葡萄酒已经发酵完全。梦梦，你稍等一下，今天中秋节，我送你点好东西。说完，我找了个隐蔽的地方，闪身进入空间。也就在10多分钟后，我神秘兮兮地抱着一坛沾满泥土的酒坛走了。这不是醉玲珑吗？我还以为这个家伙会给我一个什么惊喜呢。中秋节了，送给你们。回到杜家后，杜刚先是询问起了院子被烧的情况。当他看到杜梦楠抱着的那坛酒时，不由得问了起来：“这是不是醉玲珑？”杜梦楠摇摇头：“好像不是，这个酒坛和醉玲珑有些不一样。之前葡萄成熟之后就少了很多，袁19也说过要酿葡萄酒的事情，这个该不会是……”想到这点，杜梦楠将酒坛放在桌子上，拿掉泥封，打开盖子，一股带着甜味的酒香弥漫，这使得客厅中的其他人都不由得转过头来。梦梦，这是葡萄酒，闻起来味道很不错。杜梦楠点点头，这是袁19酿制的葡萄酒，我也是第一次见，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就这味道就很好了，我去拿杯子。当葡萄酒入杯的下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震，葡萄酒色泽晶莹剔透，上面隐约有着一层淡淡的光泽，弥漫出来的酒香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来，我尝尝。杜刚迫不及待地将倒好的葡萄酒拿过去轻抿一口，口感顺滑，结构清新，就好似顶级的鹅绒一样柔滑，酒味甘甜，没有一丝酸涩，辛辣甜腻。良久之后，杜刚缓缓睁开双眸，这绝对是顶级葡萄酒，比什么波尔少、康帝好太多了。此话一出，杜家两兄弟目光微微一缩。要知道，波尔少、康帝可都是世界上最为顶级的葡萄酒。这现在老爷子话语中将两种顶级葡萄酒看得如同劣质品一样，这让他们是面面相觑。不光有葡萄酒，你看这是什么？这是最新款的苹果和华为。这么多手机，你在哪里弄来的？这些都是我在左下角领的。
左下角3月开服活动，准备了一大批苹果15 Pro Max 和华为 Mate 60 Pro 作为玩家的下载保底福利，担心玩家们不知道，特地发了短信提醒。这么多，我拿一台没事吧？想要自己领去，左下角在我这放了内部链接，点链接下载就行，上线就能看到手机的领取界面。还真有，点领取是吧？点就行，从我专属链接下载进去的，还有隐藏福利华为 Mate X5，不过只有1000台，先到先得。那我也去左下角下个。梦梦，给我们也倒一杯。等到杜永胜拿起酒杯时，他轻轻一摇，深邃的紫色给人一种炫目的感觉。摇在杯体上的葡萄酒需要数十秒才慢慢滑落，一口下去，他眼底流露出一丝震撼。家里就属我最喜欢收藏葡萄酒了，老爷子刚才说的不二少。康帝我都有收藏，可和这用酒坛子盛放的葡萄酒相比，还真是天差地别。怎么样？这葡萄酒要比你那些珍藏的那些好了太多吧？快将你收藏的那些都倒了吧！老爷子话语中满是调侃的看向杜永胜，这让他的脸上满是尴尬。想到自己耗费了大量钱财时间收藏的葡萄酒，却比不上一个山里娃酿制出来的好，这让他还真的有点接受不了。梦梦，回头和那个傻小子说一声，这么好的葡萄酒应该用木桶盛放，他这用烟菜坛子盛放简直是糟蹋。说完这话后，老爷子忽然想到了什么。梦梦，他家收藏的醉玲珑不会也被洗劫了吧？爷爷，这个我倒是没问。这小子，中秋节本是举国欢庆万家同乐的日子，没成想一场大火把家都烧没了，他晚上睡哪里？此时杜梦楠悠悠叹息一声，他说水泥管都睡过，哪里都是他的家，他打算将房子推倒重建，盖一座古风的院子，已经让我联系施工方了。不骄不躁，这小子我喜欢。梦梦加把劲将这小子拿下。哇，我领的华为 Mate 60 Pro 这么快就发货了。左下角可是官方给的极速链接，当然快。杜刚突然冒出这样一句话，这让杜梦楠俏脸绯红，而杜永胜更是满眼的震惊。父亲从来不轻易夸赞人，这现在对一个农村出身的年轻人一个劲的夸赞，想来他对原始酒已经很感兴趣了。梦梦，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你二婶说咱们余城和燕京2个地方有一款叫做倾国倾城的化妆品，没有厂家，完全手工调制，使用后人能年轻10多岁。现在很多人都想购买这款化妆品，你听过没有？杜梦楠咯咯一笑，二叔，这倾国倾城也是原始酒调制出来的，它做好之后是我拿去卖的，我给二婶他们都留着呢。听到这里，一旁的杜永胜目光微微一缩。这段时间我也经常听妻子说起这款化妆品，她说这款化妆品让一个50多岁的女人用了后看上去就好似30多岁一样，我还不相信。但是妻子使用一段时间后，皮肤看起来确实年轻了几岁。听说现在价格都热炒到5万元一瓶了，甚至是有钱还不一定能够买到。想不到这个让无数女性疯狂的化妆品，竟然是出自于这个年轻人之手。梦梦，这么说来，你妈也用了倾国倾城，这东西没有经过检验，会不会有毒素？杜梦楠撇了撇嘴，爸，倾国倾城是纯中药的药膏，连香味也是用不同中草药融合出来的。雨墨的脸你也看到了，他可是用这款药膏恢复的。就在杜梦楠给父亲讲解倾国倾城的同时，世界上著名的化妆品集团雅诗绿黛、欧雅莱、豆蔻等先后举行了高层会议。总之，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个来自于华夏民间的配方拿到手，即使不能拿到配方，也要拿到那15种香味融合的方法。晚上，正当袁十九几人在农家乐吃饭时，一通电话打了过来。袁十九吗？纵火行凶的6个歹徒已经投案自首，你这边统计一下损失，到时候让他们做一些民事赔偿。上次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金恒金宇，但几天之后就被放了出来，他们背后肯定有人，火烧院子的事情肯定也和那波人有关系。这次他们因为忌惮杜老爷子而投案自首，如果他们的目标是金恒金宇和黄蜂，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味的忍让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我不需要任何的赔偿，只想他们接受最严厉的制裁。散席后，我闪身进入空间，有了知觉的黄蜂此时还不能站起来，我抬手在黄蜂的身上轻抚了几下。黄蜂，你放心，事情中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到时候我必定为你讨还一个公道。这一夜我没有离开空间，我一边参悟爷爷留下来的鸿蒙真经，一边照看受伤的黄蜂。此后的几个月里，房屋按照计划有序的建造，因为时间久，我索性将所有事情交给韩立他们处理。之后我只身进入渺无人烟的采阳山深处收集药材，也就在这期间遇到了一群青狼。我在深山老林收集药材的时候，一群青狼突然出现在我的视野中，伤势刚刚恢复的黄蜂立马迎了上去。本以为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没想到黄蜂和青狼王竟然成了朋友。黄蜂，你的那些好朋友过来找你了。话音未落，几十头青狼叼着野味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看来今天又要忙大半天了。
烧烤时大大小小的青狼趴在地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不断翻动的野味，弥漫的肉香让他们口水直流。但即便是如此，没有我的示意，他们也不会跑过来争夺。这让我很是感慨，很多时候人还真的比不上动物。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在狼群以及黄蜂金痕鲸鱼的保护下，一边收集药材，一边修炼鸿蒙真经。期间，我的鸿蒙真经也顺利突破了第1层。太好了，我的体内终于有了流淌的内力。原来影视剧中那些古武修炼者并不是虚构出来的。接着我又按照爷爷书信中的指示修炼了神无绝和如影随形，我的身体也因此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往被黄蜂稍稍碰撞一下就承受不住的我，现在在被黄蜂撞了后，直接将黄蜂反震了回去。转眼间就到了房屋交工的日子。正当我打算动身回家时，黄蜂突然仰天长啸一声。也就在片刻之后，一群青狼出现在高地上。青狼王对着黄蜂不断悲鸣，似乎不愿意让黄蜂离开，而黄蜂则不断的低吼着，在19的身上蹭来蹭去，眼神中满是期待。黄蜂，你是说让我带他们回去？黄蜂马上点点头。我可以带着他们离开，不过青狼习惯在山林中生活，再者，如果动物保护组织调查下来，那可是真要进局子的，所以他们暂时只能留在空间。你这个洗东西，我还以为你不再回来了，这么久连一个电话也没有。怎么会？这里可是我的全部家当，我老家偏远没信号。对了，上集给你拿回去的葡萄酒品尝没有？爷爷说你的葡萄酒要比波尔少、康帝都好，上集拿过去的那一坛早就喝光了，爷爷都问了你很多次，问你什么时候回来。这酒能够卖到一个什么价格？你这酒味道已经达到了顶级，不过包装不行，葡萄酒最好用木桶盛放，你倒好，竟然用腌菜坛子。那是酒坛好不好？杜梦楠咯咯一笑。你的葡萄酒如果出售的话，一坛保守估计也能够卖到20万左右。听到这里，袁世九眼神有点呆滞，一坛葡萄酒20万，这让他想都不敢想。这也是你的包装不好，如果换成木桶的话，价格会更高。对了，在你回老家的那段时间，世界排名前10的化妆品集团都派人找你。找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什么流量明星。是因为倾国倾城，他们想要找到倾国倾城配方的所有者。欧亚兰那边想用10亿美金收购倾国倾城的配方，就是你那16种香味的配方也价值3亿美金。听到这里，19目光闪烁了几下。虽说他曾经穷困潦倒，可因为和爷爷学习中医的缘故，他的民族观念极强。他不想老祖宗们研究出来的东西沦为他国的品牌，更不愿意看到他们拿着自己的配方转头高价卖给国人，所以不说是给他10亿，就是给他100亿他都不会卖。看到袁世九不说话，杜梦楠目光闪烁了几下，说道：其实能够卖这么多钱也好，不说是一般人，就是那些大型企业集团，他们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够赚取这么多钱。19淡淡一笑，目光落在杜梦楠的身上。梦梦，你觉得我该卖还是不该卖？杜梦楠神色有点复杂。你之前不是说你给我做的幽梦兰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吗？那就不卖了，我这么年轻，现在倾国倾城一瓶都卖到2万8了，到我80岁的时候赚个10亿8亿的应该不难。听到这里，杜梦楠不由得一乐。你不在那段时间，我帮你将倾国倾城的商标都注册好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开店出售倾国倾城。开店还得花钱，有你帮我卖就行。对了，明天就是除夕了，你问问老爷子有没有时间到我的新家过年。你不在的这段时间，他都不知道问了多少次关于你的情况了，他那么喜欢你，肯定会来。来，19，坐在这里，趁着除夕这个好日子，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这几个不成器的家伙。听到这里，杜梦楠抿嘴偷笑，而杜家2兄弟则是满脸的苦笑。他们也知道老爷子看好袁世九，可是当着众人的面说自己不成器，这让他们心里很不是滋味。19，这是梦梦的爸爸杜永胜，那个是梦梦的二叔杜世胜，那个是他的姑姑杜月胜。每介绍一个，袁世九都起身躬身问好，这让杜家3兄妹心里突然有了一丝疑惑。想不到袁世九能这样礼貌待人，这在现在很多城里人都做不到。这么看来，他小时肯定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绝对不是收养的那么简单。杜梦瑶，你们怎么不给袁世九拜年？杜梦瑶微微一愣，随即起身甜甜叫了一声19哥哥过年好。在他之后，其他几个小朋友陆续起身给袁世九拜年。等到最后一个小朋友拜完年后，杜梦楠看向袁世九咯咯一笑，还等什么？他们都是第一次登门，你总不能白让他们拜年吧？19在挠了挠头后说道：你们等一下。一段时间以后，19拿着一个小包走了回来。什么好东西？拿过来我看看能不能过关。说话的同时，他已经将小包给拿过来。打开小包，一股浓郁的檀香气息弥漫。出身不凡的杜家人在猜测出是陈年檀香后都是一愣，随着哗啦一声，10几个小物件散落在桌子上，有猴子、老虎、兔子等12生肖一应俱全，每一件都是栩栩如生。这是我自己做的小玩意，你们看看喜欢哪件？我属兔，我要兔子。杜梦瑶第一个下手，拿走了兔子吊坠。
我属猴。在李正豪拿走一个老虎吊坠后，杜梦瑶突然看到在龙形吊坠的下面似乎有一个人形的吊坠，带着一丝疑惑，她将吊坠拿起。这个是……当看到杜梦瑶拿起人形吊坠，19脸色一变。这个吊坠不能拿。话音未落，杜梦楠已经将吊坠拿到手里，在看到上面雕琢的人后，俏脸瞬间变得绯红，眼眸中出现了一丝异彩。这个吊坠我要了。说完就将吊坠收了起来。19带着一丝尴尬看向杜梦楠，却看到杜梦楠对着他展颜一笑，这让袁19心头不由得长出口气。19，你这雕工也是你爷爷教你的吗？学了多少年了？我6岁开始跟随爷爷学习，大学之前无事的时候一直雕刻。此话一出，在场的人无不动容。之前他们就知道袁19精通中医厨艺和酿酒，这现在又冒出一门持续学习了10几年的雕琢手艺。袁19，你这样的吊坠拿到市面上出手的话，一定也很抢手。袁19淡淡一笑，摇了摇头，那也是这陈年檀木值钱的价格罢了。你知道檀木的价格？知道一点，这次进山正好见到一株100年檀香木，所以就折了一根枝条做吊坠。此话一出，杜永胜他们这些懂得檀香的人都不禁面面相觑。要知道，像袁19雕琢吊坠所用的檀木，一株可以用数亿来衡量，可袁19在知道檀木价值的情况下，却只是折了一根枝条，这说明钱在他眼中是最为普通的东西。姐，让我看看你那个吊坠上面雕的是谁？都是一个人雕琢出来的，手工一样，看你自己的去。也就在此时，一声嘹亮的鸟鸣传了进来。杜梦楠眼睛一亮，看向袁19，是金痕，金宇回来了。大家先喝茶，我出去看看。我也看看已经绝迹的龙棚。等出了客厅，2只1米3、4高的大鸟叼着100斤野猪落在院中。此时杜刚看着2只有1米3、4高的大家伙，再看看他们身边没有了生息的野猪，不禁倒吸冷气。成年野猪的强悍大家都知道，就是一般的刀枪都不一定能够伤到他们，而现在他们却被2只大鸟给击杀。这2只大鸟也太恐怖了，这要是一般生物遇到这样的大鸟，或许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等到金痕、金宇离开，19提着野猪走向厨房，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此刻杜家人都呆呆地看着他，而跟着老爷子过来的2个壮汉更是眼眸波动。这2头野猪加起来至少200斤，这家伙提着200多斤的野猪，竟然像提2只鸡一样，这个重量连我这个古武修炼者都觉得吃力，这个家伙绝对不是等闲之辈。梁永军、刘飞，你们跟我过去看看，找机会试试他。梁永军、刘飞，你们去试一试。随着一股淡淡的劲道，2人瞬间来到19的身前，一左一右同时攻向袁19。没成想19在急速躲闪之后，将梁永军的脖子、刘飞的手腕同时被抓住。看到这里，在场的人都是满脸的不可置信。梁永军、刘飞可是肩负爷爷保卫工作的正副队长，他们对练的时候我也看过，一个人应付7、8个普通保镖都绰绰有余。想不到现在在他们率先出手的情况下，却被19给反制了。你这是暗劲修为吗？听他这么说，19眼神中透露出一丝迷茫。梁哥，什么是暗劲修为啊？梁永军、刘飞同时一愣，袁19纯粹的眼神告诉他们，这并不是装的。我不懂，这些都是爷爷当初教我的防身术。这话伤害不大，却侮辱性极强，让一个不知道修为是何物的年轻人一招给制服了，这让他们很是受伤。一旁的杜刚在看出袁19实力远在他们之上后，笑着说道：好了，都回来吧。姐，你怎么不说袁19还是一个大侠？那招式太帅了，这样的男孩子我喜欢。杜梦瑶双眼冒着星星说道，可却迎来了杜梦楠一个大大的白眼。这是金痕、金宇带回来的吗？这是他们给咱们送的过年礼物。野猪可是好东西，我小时候吃过几次，味道比人工饲养的猪好太多了。听说野猪牙一个都能卖好几块。永安叔，你要喜欢的话，这2个野猪牙都归你。成，你这野猪肉这么多，是不是得卖上一部分？卖给我几斤，让孩子们解解馋。你想的倒是不错，金痕、金宇、黄蜂3个家伙，一顿就能吃掉大半头，家里人也不少，能剩多少？那就算了，有野猪牙他们也开心。永安叔，不要听韩爷爷的，野猪他们随时能抓到。等下每人带上几斤，猪蹄子你们也都带走。对了，这边还得架个锅灶，家里的锅灶太小了。在众人的帮助下，大块带骨猪肉很快就被丢进锅里。一段时间后，杜梦瑶他们几个年轻人走过来，空气中弥漫的肉香让他们一个个直吞口水。19哥哥，这顿肉什么时候熟？我饿得不行了。快了，再有半个小时，我让明姐做饭，等那边弄好，这边也差不多。当带骨猪肉抬进餐厅后，浓浓的肉香将餐厅中其他菜肴的香味压了过去，这让在场的人们都是口水直流。一上桌，韩立他们就迫不及待的人手一大块，吃的是油脂乱冒。这一刻，人们常说的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在餐厅中全部体现了出来。身份不凡的杜家人原本不好意思，但看到村民们吃得正香，也一个个挽起袖子抓起带骨猪肉吃了起来。也就不到20分钟时间里，几大盆带骨猪肉被吃了个干干净净。杜梦瑶在舔了舔手指后看向袁19，
19哥哥，还有没有？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最香的一顿饭。一共炖8大盆，咱们这边4盆，金恒、金宇、黄蜂他们4盆。不行，我得和他们抢一块。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韩立、韩军他们就冲出餐厅，留下了满脸错愕的杜家一干人。金恒、金宇、黄蜂可都是动物，难道这些人要去和他们抢吃的吗？看到家里人的反应，杜梦楠淡淡一笑：你们不知道，金恒、金宇、黄蜂和我们吃一样的东西，掉在地上的东西他们不吃，他们吃的都是熟食。很多时候他们也和我们抢东西吃，谁抢到是谁的。这让杜家人更是一愣，猛禽的生活方式和人一样，这种事情他们还真的没有听过。19哥哥，什么时候能再吃上这样的炖肉？你经常过来就行。此时杜永胜、杜世胜哈哈一笑：梦，原来你是好这一口，我也是太忙了，不然我也天天过来。时间来到绿意盎然的3月，这天当19看着院中繁花簇簇的杏里时，黄蜂突然双眸血红不断的咆哮，抬头望去，只见不远处的马路上停着2辆车，车内有几个戴着口罩帽子的青年正看向他这边，这让袁19心头不由得一堵。这段时间黄蜂没有出现过任何异常，上次动物组织的人过来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现在怎么跟看到了敌人一样？想到之前黄蜂差点被凶徒迫害那件事，19心里已然有答案。奎哥，那条狗还活着，它好像认出咱们了。走，先回去。胡少，我们已经在那边看了几天，白天那里的人不少，晚上除了袁19之外没有任何人，只有双休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会在那里待2天。杜家人呐，几次谋取猛禽失败让他损失300万元，再加上自己图谋已久的杜梦楠竟然和袁19走到了一起，这让他眼底满是怨毒。胡少，杜家也就是杜梦楠偶尔过去一趟。胡振宇目光一寒，以为凭借杜梦楠就傍上了杜家？穷鬼永远都是穷鬼，你找几个可靠的兄弟过去将那小子给我西瓜了。胡少，咱们的目标是那2只龙鹏和那条大狗，西瓜掉那小子很容易，可如果那小子洗了，那条大狗肯定会跟着那2只龙鹏进入到采凉山，想要抓住就难了。先不要管这些，先将那小子给我西瓜掉，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个名字了。到时候想办法拿下那个大院和落水，找几个人种种菜养鱼，损失的那点钱很快就能够赚回来。19回到房间后立马调取了监控，曾经伤害黑风的歹徒再次出现，让他瞬间提高了警惕性。想到他们可能随时再次闯入到大院中，他闪身进入空间，将青狼群召集开了一次会议。我在家中修炼鸿蒙真经的时候，黄蜂突然的低吼让我产生了警惕。通过监控我发现数十个歹人正朝这边走来，显然以我现在的修为还不足以单独应对这么多人，于是我将狼群从空间带出。等下手脚都干净一点，那条狗抓不住直接打醒。奎哥和胡少已经在酒店给咱们摆好了庆功宴。老大，我刚刚去敲门的时候发现大门是开着的，里面没有一丝动静，这里面会不会有诈？别管这些，胡少说了，今天这事必须办妥，不然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说完，这伙人陆续朝院门口走去。然而当他们进入到院子后，眼前的一幕让他们都是一愣。只见袁19正坐在院子正中的椅子上，冷冷地看着他们，身边是让他们忌惮的大狗。给我西瓜了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高举凶器冲向19。冲在最前面的壮汉在被尸体冲飞后落在地上挣扎了几下就没了声息，这让在场的人都是一愣。大家不要怕，他就一个人，我们一起上。也就在此时，一群青狼出现在众人视线中，这让他们脸色瞬间巨变。随着一声声惨叫声，在不到3分钟的时间，整个院子再次恢复了安静。明奎，事情都安排好了吧？可不能像上一次一样出了岔子。胡少，您放心吧，一切都打点好了。今天晚上到明天那片区域的监控会维修，没有监控他们也调查不出什么。人手没问题吧？肯定没问题，这些人都是我从其他地方请过来的朋友，他们做完就会离开，他们的口风很紧，即使以后犯事也不会将今天的事情说出来。好，那我就放心了。来，我们边喝酒边等，这件事情办好了，少不了你的好货。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胡振宇焦虑地看了看时间，明奎，这都3点了，他们也应该回来了吧？曹明奎皱了皱眉头，我联系一下八红。正当明奎拿起电话时，一个神色慌张、脸上有着一道深深疤痕的青年慌慌张张从外面跑了进来。八红，交代过你们多少次了，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奎哥，出事了，进去的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出来。听到这里，曹明奎的脸色大变。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我按照你的吩咐在华西路等他们，可一直没等到，于是我就偷偷的过去看了一下，在那边我没有听到任何的动静。此时胡振宇目光一锁，曹明奎，你找的这些人到底可不可靠？他们不会是溜了吧？曹明奎摇摇头，胡少，他们中有几个手上都是有人命官司，都是很讲义气的兄弟，不可能临阵脱逃。八红，你确定他们都进去了？我看着他们进去的，我在外面等了1个半小时，他们都没有出来，我感觉肯定是出事了。你离开的时候有没有帽子出现？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曹明奎目光微微一缩，胡少，
他们应该是出事了，我得过去看看。30多人同时在那里失踪，有意思。别急，你先找人先盯着，看看有什么可疑的车辆进出。听了胡振宇的话，曹明奎神色大变。胡少，你是说他们都……陆刚那个老不死的身边可是有不少高手，你的人虽说出手狠辣，可如果真的对上这些人，根本没有活路。等过几天他们还没消息，咱们再去找人，到时候我要让他们吃不了兜着土。袁19是吧？有人报警说今天凌晨有人进入到你的院子后就彻底消失了，请你配合我们搜查一下。19点头，给我把院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搜一遍。阁楼没有，厨房也没有，所有地方都搜了，没人。一间办公室里，胡振宇将一叠案件文件狠狠地摔在办公桌上。30多个大活人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是火化场也得留下一点骨渣吧。落水中找了没有？找过了，地下室仓库都搜过了，不过那边的监控缺失了好几天的数据。胡振宇目光一寒，该洗的度假肯定是他们从中做了手脚。对了，他那里这几天有没有可疑车辆进出？没有，每一天也就是鱼城酒店的货车去仓库那边装运一些蔬菜，装车的都是村民，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活见鬼了，那他们去了哪里？30多人总不能凭空消失吧？是不是袁19将他们埋在了地下2米了？这个我也问过，警犬将所有区域都找遍了，没有任何的异常。这就奇怪了。吴少，我听村里人说那里的2只大鸟可以抓住上百吨的野猪，他们会不会被那2只大鸟给带进采粮山了？该洗，我怎么将那2只龙鹏给忽略了？如果那样，就算是在山里找到了尸体，有杜家的帮忙，袁19也能够轻松洗脱。给我将那里再盯紧一点。接二连三的事情让19心里明白，这是有人专门针对他，而他们恶劣的行径足以证明他们绝不是为了钱财那么简单。他也因此暗中决定一定要尽快将神无诀和如影随形修炼到大成。时间很快来到中医考核的日子，原本30多个考生在经过辩证、记忆、开方3项激烈的角逐后，此时场内仅剩下7名考生。随着一名60多岁的患者被推了上来，第4项考核正式拉开了帷幕。考核的内容是仅通过望闻两诊对患者进行诊断。然而等到考核结果公布，不出意外就是要出意外了。19在本轮考核中被刷了下来。中医考核被淘汰很是正常，可否说明下淘汰的原因？患者双目赤红，肤色淡黄，嘴唇干裂，口吐恶臭，双目无神，浑身乏力，这都是肝脏出了严重的问题的表现。而你的诊断结果却是无病，你根本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医。19淡淡一笑，他看向说话的评委，那请问你们给患者诊过脉象没有？这话一出，台上的评委都是一愣。为了保证考核的公正性，患者都是从过来接诊的患者临时抽调过来，他们也只是通过望诊看了一下，他们还真没有诊过脉象。此时19的目光落在了患者的身上。大爷，您家最近应该有什么喜事吧？听到这里，原本双目无神的患者随即眼睛一亮。年轻人，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上个月刚娶了一个老伴。大娘的年纪应该不大吧？她今年36岁，只可惜我这病。喜气沉沉的60岁患者在经过我的望闻两诊以后，我得出了无病的惊骇结论，这也差点导致我无缘中医资格证。大爷，您家最近应该有什么喜事吧？此言一出，原本双目无神的患者随即眼睛一亮。年轻人，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确实在上个月娶了一个老伴。我呵呵一笑。大娘的年岁应该不大吧？哎，她今年36岁，只可惜我这病。听到这里，台上的评委脸色瞬间一变，他们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患者已经60多岁，而妻子却只有36，老夫少妻如果那啥太多的话，也会出现像他这样双目赤红、肤色淡黄、嘴唇干裂、口吐恶臭等症状。此时一旁考官快步走到患者的身前，对患者进行把脉。片刻之后，考官满脸苦涩地看向台上的评委，摇了摇头。显然误诊的不是袁19，而是他们中的所有人，这让他们都是目光一锁。一群自以为是的家伙，中医之所以没落，都是因为你们这群自恃名医但却满身铜臭的东西。你们加起来都超过400岁了，可连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都比不上，以后少出来给中医丢人现眼。这样的斥责对于台上这些有名望的评委来说简直是侮辱，但即便是如此，他们也没有一丝异动，脸上写满尴尬和苦涩，这足以证明此人身份的不凡。接着老者又转头看向在场的考生和人群，在场的绝大多数都是名医之后，如果不好好学习中医，那又能怎样？连一个农民都比不过，还不如早点回家养猪放羊去。他这样一说，参加考核的中医世家子弟的脸都挂不住了。话痨，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单单凭借望闻两诊误诊算是正常，一个合格的中医并不能通过那两诊来判断。听到考生对老人的称呼，19的心头一震。难道老人就是爷爷说的神医华佗的后代吗？华佗可是中医鼻祖的存在，怪不得他那样斥责那些人，他们都没有丝毫的怨言。学医不精还怨天尤人。那好，我给你们一次机会，牛打你去把外面那名患者带进来，我倒是看看你们如何给他诊治。几分钟后，一个30上下虎背熊腰、双目有神、满脸红光的壮汉跟着牛打走了进来。
你们都过来诊断一下，望闻问切都可以使用，只要找到其中的病因，并给他开具出药方。此时老者又看向那些已经被淘汰的考核者，你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如果你们谁给他开具出有用的药方，这一次中医考核就算通过。说完，那些被淘汰的考核者一个个激动地返回到考核区。中年人表面根本看不出什么问题，所以包括各大家族在内的所有考生都没有进行望闻两诊，而是直接开始问切两诊。等到所有人都开完药方以后，袁世九走到中年人身前，尿床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毛病，也就是针灸几次就能彻底根治，看大哥性情应该豪爽，这又不是什么难言之隐。此话一出，所有人都呆呆地看向袁世九，眼眸中满是骇然。原本被考生问得不耐烦的中年人，此时眼眸中出现了一丝泪花。我原本有着一个美好的家庭，可从今年开始不知道怎么突然老是尿床，去医院看了很多次根本没有见效，因为尿床那啥生活也出现了裂痕，到现在妻子说如果1年内不能根治就离婚。我刚刚通过诊脉得知患者确实有尿床的毛病，但是这家伙竟然只是看了几眼就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小兄弟，你说你只需要针灸就能够治好我的病吗？大哥，其实尿床对于你来说还真是一件好事，是尿床救了你一命。这话让在场的人都带着惊骇看向袁世九，因为尿床救了中年人的命，这哪和哪扯到一起？一旁的老者听袁世九这一说，不断的点头，看向19的目光好似有一种丈母娘看女婿的感觉。小兄弟，我除了尿床没有其他不适。大哥，我来给你把一下脉。当看到19只用一根手指把脉时，老者的嘴唇颤抖了几下。这不是失传已久的诊脉神术吗？想不到会重现在中医考核中，而且还是出现在一个20来岁的毛头小子身上。大哥，你在近一段时间是不是经常那啥？可每一次都是那啥。中年人点点头。小兄弟，小神医，求求你。19淡淡一笑。刚才我说了，是尿床救了你一命，现在看来针灸也可以不用了，只要开一副汤药，至多半个月就能恢复如初，到时候你想做什么都没问题。他这话一出，参加考核的女生俏脸不由得一红，原本还有点敬畏的眼神突然变得鄙起来。小兄弟，我这到底是什么病？用现代医学上的一句话，尿毒症。不过你现在还没有发展到尿毒症，如果再有半年的话，你这病就难治了。这话让中年人的脸色巨变。小兄弟，只要能治好，花多少钱我都不怕，我这就回去卖房卖车。不需要卖房卖车，至多也就是花你个300-500块。不过日后你最喜欢吃的烧烤一定要忌口，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神仙也救不了你。这一下中年愣在那里，他如何也想不出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小神医是怎么知道他最喜欢吃的就是烧烤的。等19开出方子正要上交时，一旁的老者将19拦了下来，看着方子，老者不断的点头，嘴里喃喃道：妙，太妙了，这世上竟有如此奇妙的方子。话一说完，老者又抬头看向袁世九。小兄弟，你师从哪位圣手？话痨，我没有师承，我所学的中医术都是爷爷教我的。后生可畏，如果中医界多点你这样的俊才，中医何愁不能再铸辉煌？此时老者又看向其他考生，你们也过来看看，不要顶着名医的称号就忘乎所以。你们谁能够像这位小兄弟一样，不用诊脉就能断出病症？到那个时候，你们想要什么都能够得到。考核结束后，19没有着急回余城，而是先去了一趟古玩市场。也就在这段期间，他被一群不速之客团团围住。你也不要怪我们，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黄泉路上记住，不要得罪你得罪不起的人。胡少，刚刚收到消息，袁世九从阳城回来了。听到这里，胡振宇脸色一沉。王九蛋收了我的好处却不办事，占便宜占到我的身上了。说完，他拿起了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等到挂断电话，胡振宇眉头紧锁，目光闪烁，似乎有什么心思。胡少，怎么回事？那边说袁世九到了阳城以后，他们派出了7个好手，一直跟着袁世九寻找机会。但那7个人在最后消失在古玩街附近的一处待拆迁的村子里。难道没有调取监控看看吗？看了，监控中只看到袁世九去了古玩一条街，但是并没有看到他出来。这就奇怪了，之前失踪的30多个人到现在还没有一点线索，这现在又有7个凭空消失，怎么每一件事情到了袁世九身上都这么神秘？难不成这个家伙身后有什么组织不成？在黑市捡漏的时候，不远处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洞，紧接着一道道身影从大洞鱼贯而入，刹那间整片空间乱成一团。也就在我被人流簇拥着朝向出口方向时，市场中的灯突然全部被熄灭。直觉告诉我，这伙人的目标是我。为了方便行走，我趁着漆黑将淘来的物品收进了空间。等到一处已经残垣断壁的院落时，几个身强体壮、穿着囧衣的歹人将我围了起来。随着几声清脆的声响，几人的手中瞬间出现了一把折叠利器。你们要干什么？很不错，给自己选择的地方挺适合，不要怪我们，要怪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话音刚落，几人眼中满是残忍的冲向19。就在快要接近19的时候，一道身影闪动，随着咯咯一声，一个歹人软绵绵的倒在地上。我们一起杀！也就几个呼吸之间
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看着地上生机开始消散的7具尸体，此刻的袁19眼眸中没有一丝怜悯。离开黑市后，19踏上了回鱼城的路。自从上次夜袭大院事件后，19就断定有人在专门针对他。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些针对他的人竟然从鱼城追到羊场。随着空间蔬菜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明显。19留在村里的人10有89都来这里上班了，你这边的待遇不比外出上班差，有些人都准备5一回来了。现在他们最担心的是孩子上学的问题。咱们村里穷，留不住好老师，留在村里上学的都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稍微好点的家庭都会想办法将孩子送出去念书，但是这样孩子的食宿又是一个问题。听到这里，19目光闪烁了几下。韩爷爷，那咱们就建学校，请老师。建学校请老师，可是要花费不少。再说，这事情是村里的事情，和你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已经帮村里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了。我们村的人实在，让他们做事我放心。只有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才能安心留在村里帮我们做事。我联系施工人员，到时候您带着他们去规划测量。很快，学校重建的工作如期展开。这一天，正当袁19带着黄蜂在院子闲逛的时候，一通电话突然打来。19出事了，你快去学校那边，负责监工的贾老让人打了。听到这里，19目光一缩。要知道贾老可是和韩天亮一样在村里威望极高，这现在让人打了，他想不出谁有那么大的胆。工地上，一个头上口鼻中满是血的老者躺在地上，不断的发出痛苦的呻吟声。看到受伤的老人，19没有多问，而是直接蹲下身子就开始了诊治。19，今天上午贾叔在这边监工的时候，突然有人拉了几车砖过来，来人说是区里安排的，说学校重建的工作已经交给了他们公司，贾叔在阻挡过程中被那些人给打了。你看，这就是他们拉过来的砖，1年就碎，而且价格还有1块2一块。此时不远处看出了袁19就是主事人的中年人叫嚣着说道：“他妈的，1块2是刚刚的价格，现在的价格是1块5一块，学校所有的砖必须用我的。”在他说话的同时，那些拉砖过来的车上跳下来10多个手拿棍棒的青年，一个个流里流气，显然都不是什么善茬。村民虽说愤怒，可是看到这种阵仗后，还是不由得往后退了数步。你就是那个袁19吧？这砖1块5一块不二价。今天这砖留也得留，不留也得留。学校重建这一块我们说了算，你也不去打听我姐夫是谁。此时韩天亮皱了皱眉头，低声在19耳边说道：“他叫头铁，他姐夫就是主管学校建设的李局。前几天他姐夫还专门打电话过来，说只要他不签字，学校就算是建好了，都没办法投入使用。仰仗他姐夫的权势，每有学校要建设，他都会横插一杠，将劣质砖拉过，然后狮子大张口。这几年也有很多人选择了报警，每次进去后没多久又被放出来了，这更让他有恃无恐。”听到这里，19冷冷一笑，他本来就很痛恨这种害群之马，这现在直接将脏手伸到了自己这里，自己断然不会再惯着他的臭毛病。韩丽，你们将贾叔送回去，好好休养几天。说完，他走向负责施工方的一个领队，继续按照咱们之前做好的方案施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务必在开学之前将学校建好。看到19无视自己，头铁脸色一变：“你小子没听到老子和你说话吗？”19根本不理会他，而是转头看向围观的村民。此时很多村民手中已经举起了手机。韩爷爷，贾叔这几天要回家静养，这边还得麻烦您多跑一跑。头铁在感觉自己被再次无视后，瞬间恼羞成怒，抬起脚就踢向袁19。他哥的，不给你点厉害，你还真的不知道。可下一刻，随着一声惨叫，头铁就飞了出去，这让围观的人们都是一愣。什么情况？这家伙怎么就自己飞出去了？兄弟们，给我好好收拾这个王八蛋！出了事由我姐夫顶着。说完，那些小无赖哗啦一下都围向袁19，双方很快便扭打了起来。也只是几分钟的时间，韩立、陆明他们没一点事，倒是那10几个小痞子都倒在地上不断哀嚎。这是什么情况？每次棍棒快要打到他们的时候，落点都出现了偏差，没打到人不说，反倒是将自己人给揍趴了。头铁看着倒在地上不断哀嚎的手下，一脸的蒙圈。你们这是疯了吗？怎么都自己人打自己人了？他们的确是打向了对方，可每棍棒快要落下来的时候，他们的身子好像发软一样，持不住力的棍棒落点就发生了偏差，最终落在了自己人的身上。也就在此时，警笛声响起，随着帽子的介入，动手的一干人全部被带走，而19因为没有动手，留在了工地。很快，一则我姐夫是某刚的视频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19，你是不是会法术？被关这几天，我一直没想明白，那天到底是什么情况？19淡淡一笑，没什么，是他们运气不好。不过韩立、陆明，你们也应该好好锻炼一下身体了。听到这里，韩立他们眼睛瞬间一亮，他们心里明白那天的事情肯定和19有关，但19没有多说，
他们也没有多问。裴冰彤7人在古玩市场附近凭空消失的案件，现在已经锁定嫌疑人，在虞城黄土岭出没。你明天过去调查一下。我在玉米地修炼神无诀的时候，黄蜂突然的低吼让我产生了警惕。随着一声沉闷的雷声响起，一片刀光将黄蜂笼罩在其中，刹那间黄蜂就倒在了地上，这让19心头一沉。要知道平日里黄蜂对上3、2个人都是绰绰有余，这现在黄蜂在对方一击之下就被重创，显然对方不是普通人。终于来了。此刻19眼底闪烁出一道寒意。早在大院举办采摘节的时候，黄蜂就对着一群前来采摘空间蔬菜的歪果人发出警示，接着家中的监控电脑无故被人动了手脚，这似乎早就预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不为别的，交出倾国倾城紫色帝君的配方，否则下无赦。此时19并没有理会，而是在起身后的黄蜂头顶上轻拍了一下后说道：黄蜂，你先退出去。眼见被忽视后的2人在四目相视后就冲了过来，本以为势在必得，不料19以一个常人根本不能做出来的姿势躲过了2人的合力一击，这让2人更是一愣。你是古武修炼者？19依然没有理会，而是在冷笑一声后主动对2人发起了攻击。随着一声轻微骨骼碎裂声，其中一名男子软绵绵的倒在了地上，还没等另外一个男子反应，19纵身一跃，一招从天而降的腿法打在了另外一个男子胸前，男子瞬间倒在了地上。你是诡异。话音刚落，男子便隐吞了息。为了排查敌人是否有其他同伴，我将嗅觉灵敏的青狼群从空间召唤出来。你们查看一下院中还有没有其他敌人。说完，狼群在青狼王的带领下消失在云雾之中。等到确认没有其他人后，我将黄蜂青狼群传送进了空间。当看到黄蜂身上深可见骨的伤口时，我不由得皱了皱眉头。这也是黄蜂体格健壮，如果是一般的犬类，此刻恐怕早已经躺板板。黄蜂没事，伤害他的人已经在这个空间了。等包扎完伤口后，19叹息着去了湖泊那边清洗果汁。想想他也觉得后怕，好在院子没有其他人，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不过经过这一次，他更加意识到实力对他的重要性。如果自己能够提前发现敌人的话，黄蜂根本不可能受创。想到这里，19身上气息激合，身子如同一缕叶子一样漂浮在一片土地上。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每隔几天的夜里都会出现几个抢夺药方的歪果人，但因为我提前将青狼群带出，最终他们都被送进了空间。更为可喜的是，我的神无诀和如影随形在这段时间不断的对战和修炼中有了很大的突破。太好了，我的神无诀和如影随形终于达到大成境界了。按照爷爷书信的指示，是时候打开箱子看看里面的内容了。说完，19闪身进入空间，打开箱子，一封已经泛黄的信封和一个古老的盒子映入眼帘，旁边还有一张黑色银行卡。当看到卡片的户名时，19目光猛地一锁。瑞士金行可是世界上著名的银行，能够在里面开户的非富即贵。爷爷生前明明生活窘迫，可他是如何给自己开出瑞士金行的银行卡的？难道爷爷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吗？光在这里瞎想也不会有结果，于是他将卡片放在一边，继而打开了爷爷留给他的信，只看了几眼，眼眸中满是震撼和不敢相信。爷爷真名叫赵破鲁，我是一名古武修炼者，动荡时期的我还是华夏3大守护者之一。不仅如此，我还是暗世界中排名第2的鬼医。之所以隐姓埋名，就是不想给你和我带来大麻烦。你的身世比较敏感，只要你在中医崭露头角，将来你的家人就会主动找上门。箱子里面是代表鬼医身份的面具、衣物和爷爷成名的兵器。爷爷希望你能让中医重现辉煌，更希望你能帮我完成守护华夏这片净土的任务。等到看完信以后，19的神情极为复杂。他想不出以爷爷的身份为何甘愿和他过着清贫的生活，还有自己的身世也是一个未解之谜。接着19打开了盒子，2个大小不一的圆球和一个巴掌大小的皮囊映入眼帘。拿起其中一个葡萄大小的圆球，轻轻一揉，小圆球瞬间变成一张疤痕横贯整张脸的黑色面具。看着代表鬼医身份的面具，19若有所思，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爷爷既然是古武修炼者，又是曾经赫赫有名的鬼医，怎么可能摔了一跤就没了？爷爷该不会……想到这里，他心神一动，离开了空间。你要回老家，那边不是什么也没有了吗？得知19要回老家后，杜梦楠感到很是意外。爷爷去世快1年了，刚好也快清明节了，我怎么也得回去看看。要不我陪你回去？19抬手在杜梦楠的秀发上轻抚了一下。这边的事情很多，我自己回去就行。再说老家什么也没有，你回去还得跟着我受罪。那你自己要小心点，早点回来，我等你。好，我争取在学校开学前回来。萌萌，今天怎么早早回来了？杜刚看到回来的杜梦楠似乎有点不高兴，这让他心头一动。怎么和19闹别扭了？爷爷怎么会？他回老家了，说是给他爷爷扫墓。听到这里，杜刚的脸色一凝，眼眸中突然出现了一丝悲切。
这一幕落在杜梦楠的眼里。爷爷，您这是怎么了？没什么。一说到扫墓，我想起了很多老朋友。现在我在这里享清福，可是他们却……在给爷爷祭祀完以后，19起身围着坟头绕了几圈。几分钟后，他的眼眸中出现了一丝疑惑。去年我亲眼看到爷爷的棺椁下葬，坟头周围也是自己一手砌筑起来的。现在从外观上看，坟头没有丝毫的变化，那不是说自己的猜测是错误的？说完，19不由得摇了摇头。或许真的是自己想多了，殊不知这一切都被一名躲在大树后的老者看在眼里。臭小子，还算你有良心，还懂得回来看看我。这是什么情况？莫非他们也能够修炼境界吗？接上集，离开墓地，我打算进入到被爷爷视为禁区的山林中收集药材。在一狗二鸟一群狼的守护下，就算是遇到什么猛禽走兽，我也根本不用太担心。也不知走了多久，游荡的黄蜂突然的低吼声引起了我的注意。走近一看，一株1米5、6高、叶片赤红的龙形怪树映入眼帘。黄蜂，这是……我看着这棵龙形怪树，树上斑驳的树皮就像一名劳作了一辈子的老人的大手一样干裂。经验告诉我，这棵古树存在的时间至少1000年以上。黄蜂，你是说让我将这棵树移植到空间吗？黄蜂点了点头。显然，黄蜂似乎是感知到这棵树的不平凡，这才不停地发出低吼声。想明白这点，我从空间拿出了工具。等到挖掘完成后，我将老树移进了空间。也就在下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空间在发生巨大变化。于是我闪身进入了空间。空间内大地猛地颤抖，天空中的云层不断地翻滚。想到第9集中百年老参和空间融合后产生的能量对身体产生的变化，我立马盘坐了下来。也就在此时，我惊奇地发现黄蜂、金痕、金羽、青狼王周身气息环绕，他们正在忘我地吞噬着因空间变化不断涌动的能量。这是什么情况？莫非他们也能够修炼境界吗？等到离开空间以后，我继续穿梭在山林之中，期间收获不少珍贵的野生动物和种植物。回到老家县城，我打算买点土特产回去。也就在这时，一个身穿牛仔容貌绝美的女孩映入眼帘。这不是上次在鱼城被几个歹人下了药的那个女孩吗？她不是阳城的吗？阳城和平城的距离超过1000里，她来平城做什么？正在19疑惑的时候，原本站在土特产摊位前的裴冰彤突然离开。只见他快步跟上了一个满脸横肉、手提箱子的中年人。看到这里，19脸上一黑。这个傻女人，上次如果不是自己及时出现，恐怕她早就完了。这现在又跟上一个看上去就不是什么好人的中年男人，不会又出事吧？也正是因为有了上次的经历，这才使得19低着头快步跟了过去。等到了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时，19看到不远处的2个中年人似乎在做某种交易，而裴冰彤正拿着手机拍摄。也就在2人交换了箱子后，以为现场就只有2人的裴冰彤收起手机准备动手。也就在此时，另外一株大树后面的一个手拿器械的歹人看向这边。不好，有人！随着一阵哒哒声音响起，裴冰彤身边的大树瞬间迸射起一片一片的怒血。眼见歹人越来越近，19身子一动，随着此声，所有的歹人瞬间倒地。好了，你可以出来了。听到这话，裴冰彤娇躯一震。身为特战队的他对于声音极为敏感，只一句话他就听出了这是上次在鱼城让自己免遭凌辱的袁19。当他看到倒在地上的歹人时，这更是让他满脸的不可思议。 6个手持武器的家伙，也就在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这家伙搞定，这速度也太快了。这家伙上次救我时说是他一个人面对了10几个歹人，我还有点不相信，这样看来他完全有这个能力。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也就在裴冰彤想知道点什么的时候，19突然看向一个方向，低声说道：“有人过来了，我先走了，记住不要说见过我。”说完，随即身子一动，也就在一瞬间，19消失在裴冰彤眼前。该死的家伙！看着19消失的方向，裴冰彤心里不知道怎么突然涌动出一丝失落。阳城裴家客厅内，一个看起来身份显贵的老人正在哈哈大笑。彤彤，你这一次破获了这么大的一个案子，你可是给咱们裴家长光了，不像某些人整天就知道喝茶摆架子。听到这里，一旁的裴飞微微一愣，因为没有子继父业，这让父亲很是不满，所以很多时候父亲都拿自己和女儿做比较来奚落自己。彤彤，听说这一次你只身进入塞北，独自一人面对6个持枪的匪徒，这也太冒险了。裴冰彤苦笑一下，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如果不是袁19，他能不能回到阳城还是个问题。从小对实力无限崇拜的他，在看到19两次营救所展露出来的实力后，更是把他当成了偶像。看到孙女眼神不断波动，裴震天微微一愣。彤彤，你怎么了？裴冰彤微微叹息一声，爷爷，其实这一次那6人并不是我抓到的，是有人出手帮了我。您是不知道他的身手要强于宣书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6个持械的匪徒，他只用了不到10个呼吸的时间就将他们全部击倒，而他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听到这里，裴震天微微一怔。彤彤，到底怎么回事？裴冰彤没有任何的隐瞒，将那天发生的事情说给了爷爷和父亲听，这让裴飞感到惊讶，而裴震天更是眉头紧锁。孙女是什么身手，他比谁都清楚。
可从孙女的描述中，他能够猜到那个出手之人绝不是一个普通人那么简单。彤彤，你认识帮你的那个人吗？裴冰彤点点头。爷爷，您还记得上次我在宜城出事的事吧？那一次也是他救了我。这一下裴震天更是疑了。彤彤，你上次在虞城出事，这一次是在平城，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他不会是想要图谋什么吧？因为2次的巧合，作为母亲的秋梅自然会谨慎些。只见她点点头附和道。现在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2个不同的地方怎么能够每一次都遇到你？或许他就是2件事情的背后主谋，很有这种可能。彤彤，他叫什么名字？我找人好好调查他一下。爷爷，你想到哪里了？他老家就是平城的人。裴震天摇摇头，不对，这里面肯定有事情。他叫什么？裴冰彤苦笑一下。袁19。听到这个名字的秋梅微微一愣，这个名字她似乎很熟悉。彤彤，他不会就是虞城黄土岭的那个袁19吧？裴震天也是一震，神情瞬间变得古怪起来。这段时间虞城的老友杜刚老和他炫耀醉玲珑碧血丹心什么的，好像都出自于一个叫袁19的年轻人之手。妈，就是他，他老家就是我去的平城那边的，我调查过他。那也不行，你妈说的对，他肯定有所图谋。裴飞声音无比严肃说道。不用调查了，那孩子我知道，他的人品肯定没有任何问题。孟老领导的命就是他救的，现在他和杜家走得很近，梦梦经常去他那里。杜刚那老家伙已经将他内定为杜家的女婿了。再说他根本不知道童童的身份，他不会对童童有所图谋。裴冰彤惊呼一声，脸色一僵，不知道怎么的，他的心似乎被什么扯了一下，隐隐有了一种揪心的疼感。爸，你把我弄糊涂了。这个袁19不是在虞城黄土岭种菜养鱼吗？怎么又救了孟伯伯？怎么还和杜叔有关系？此刻的裴飞让老爷子说的是满头雾水。裴震天有点不屑地看了儿子一眼，然后又看向裴冰彤。我还听说上次在阳城举办的中医考核的时候，那小子狠狠打了几个自认为中医世家的人的脸。到现在华碧一直在找他，目的就是为了想要培养他。如果让华碧知道这小子拿到中医考核证后在黄土岭种菜养鱼，华碧还不得气死。说完之后，裴震天似乎又突然想到了什么。彤彤，你和他熟，你给他打电话，让他也给我弄点醉玲珑、紫色帝君什么的，省得杜刚那个老家伙老在电话中瞎掰。说完这话，裴震天神色突然变得凝重起来，他看向裴冰彤。彤彤，你明天就去黄土岭找这小子去，如果可以的话，将这小子拿下当裴家的女婿。裴冰彤的俏脸瞬间变得绯红，而裴飞秋梅夫妻傻在那里呆呆地看着父亲，不知道父亲说的是真的还是开玩笑。看什么？我说的是真的。杜刚那个老家伙不是一直和我争吗？他孩子优秀，我孙女也不差，他想要让袁19当他孙女婿，我偏偏不让。彤彤听爷爷的，将那个袁19夺过来。对了，你不是一直打听倾国倾城吗？我和你说，倾国倾城也是出自于那小子之手，这样优秀的男人可不能错过。再不行的话，来个生米做成熟饭。我看杜刚那老东西还有什么办法？男人每次在院中修炼神无绝时，都会遇到一个包藏祸心的歹人。显然这一次的歹人身手不同于其他人，不仅攻击时带有一笔劲风，就连躲闪时都能清晰地感觉到一道能量的涟漪。但显然对方低估了自己的实力，最终也难逃被送进空间的命运。明奎，怎么样了？过去的人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怀疑有高手在暗中保护袁19。咱们这一次找的可是闻名于暗界的刺客组织。听到这里，胡振宇目光一锁，那咱们的300万不是白花了？不会，按照他们的规矩，任务没有完成，他们会继续派人去执行。等到3次之后依旧失败，他们会全额返还咱们的佣金，还会给50%的赔偿金。胡振宇在点点头后说道：“咱们22级凭空消失的数十个兄弟，到现在还没有一点线索，这现在又差点损失300万，这一切都是因为杜梦楠。如果不是他，杜家肯定不会派人过去保护那个小赤佬。既然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明奎，你去安排一下，我要让他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也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正当19准备休息时，杜刚的电话突然打了过来。老爷子很少这个点打电话，这么晚了，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想到这里，19赶忙接通了电话。19，快来328总院。没等19接话，杜刚就挂断了电话。直觉告诉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328总院的急救室中，一个血肉模糊、没有一丝动静的女孩躺在急救台上，一旁的生命仪器上的线条几乎已经趋于平衡。我们最后抢救一次，不行也就只能放弃了。爷爷，发生什么事了？梦梦在等红绿灯时被一辆失控的大货车迎面撞上，医院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话音未落，随着急救室门打开，杜梦楠被推了出来。杜老，我们已经尽力了。听到这里，杜永昌夫妇趴在担架放声痛哭，而杜刚则不由得仰天长叹一声，
杜梦楠可是他从小看到大的，这现在白发人送黑发人，就算是杜刚这样的身份也不禁泪目。看着床上一动不动的杜梦楠，撕心裂肺的疼痛让19一时喘不过气来。走到床边，伸手将杜梦楠沾满血迹的玉手握在手里，眼泪再也绷不住的狂涌而出。下一刻，19身子一震，他在感觉到杜梦楠身体发出的微弱气息后，快速将食指搭在了腕部，推回去。梦梦还有救。先生，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但是请您冷静一点，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一旁50多岁的护士长带着一丝惋惜说道。听19这么一说，杜刚眼睛瞬间爆射出一道金芒。要知道19可是连续创造过医学奇迹的人，他能这么说，哪怕是只有一丝的希望也不能放弃。就按他的意思推回去。328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清楚杜老爷子的身份，既然他都已经发话，那就相当于命令一样的存在。爷爷，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急救室内，19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空间中拿出一个泛黄的皮囊，随着身上的气息轻微波动，45枚鸿蒙5行针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就将杜梦楠的胸部、头部全部护住。随着金针的抖动，19不断地揉捏推拿杜梦楠身体的其他部位。也就在一声轻微的呻吟声后，一道道夹带着黑色血块的淤血从杜梦楠的嘴里流了出来。紧接着，杜梦楠的胸部有了起伏。看到这一幕，袁19眼眸中出现了一丝波动。接着，19运用推拿和内力将杜梦楠扭曲的部位恢复。19，梦梦怎么样了？没事了，现在只要静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告诉医生不要处理梦梦的伤口，让他们给梦梦做个全面的检查。千万记住，不要让他们处理梦梦的伤口。我有点累了，先去休息会。听到这里，所有人都是惊呼。医院花了1个小时，动用了最权威的医生和最好的医疗设备，都没能将伤者救回。而眼前这个年轻人在进去急救室后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就说伤者没有了生命危险，这让他们如何相信？等到19离开后，专家护士长杜刚他们带着惊讶的心情进入到急救室中，看着呼吸均匀的杜梦楠，他们知道杜梦楠确实被救了。这简直就是奇迹！前一秒我们还放弃了抢救，这现在生命特征就完全恢复了。从仪器上看，他也只是有一点点失血的状况而已。看到孙女摆脱了生命危险，杜刚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林奎，事情办得怎么样？2辆车子全已经报废了。杜梦楠被抬出来的时候，医生护士全部摇头，应该是没救了。现在被送到328总院。听到这里，胡振宇眼眸中流露出一丝鳄鱼的眼泪。可惜了，后事处理妥当，不要有任何的线索留下来。这个胡少放心，肇事司机也是当场死亡。那辆车是已经销户的报废车辆，担架号、发动机号都是经过特殊处理，他们不会找到任何的线索。很好，这里有50万，你拿着打点一下。伤者起死回生的消息立刻在医院炸开了锅，一众专家们纷纷闻讯而至。看着检查报告，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感慨着说道：“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已经宣布死亡的伤者被救活不说，在没有手术的前提下，断裂的骨骼、崩裂的内脏全部被修复，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谁不说呢？你们可是不知道，我刚刚在负责急救的时候压力有多大。老李，那个青年救治杜老孙女的时候，你们在不在场？不在，我们都被赶了出来。不过急救室有监控，我已经将监控调取出来，大家一起来看下。然而，当专家们从监控画面中看到青年全程只用了一副让他们眼花缭乱的金针和一套他们看不出门道的推拿手法，就将伤者恢复后，他们集体沉默了下来。你们看懂了吗？白发苍苍的老人看着会议室的一干人问道。专家们苦笑着摇了摇头。此时，老者长叹一声：“这才是真正的中医，救死扶伤。如果每个人都能像他这样子，中医怎么可能没落？今天我终于见识到了中医的奇妙之处，这还真不是西医所能够比拟的。”这话让会议室中数十个人瞬间沉默下来。中医没落了数百年，不说是在他们这些专攻西医数十年的专家眼中，就是在很多普通民众的眼中，中医也只是江湖游医骗钱的一种职业。19醒来以后，第一时间去了查看杜梦楠的恢复情况。接着又火速赶回了大院，回到房间，19闪身进入房间。等他再次回到医院时，手里多出了2个大袋子。19，刚才医生说，如果梦梦的伤口再不处理的话，即使以后要整容都很麻烦。听到这里，19微微一愣。伯父，为什么要整容？他们处理伤口肯定会留下疤痕，那样才需要整容。我这不是回去配了药膏吗？至多半个月，梦梦就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身上不会留下一丝疤痕。听到女儿的伤口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这让身为母亲的冯清脸色一喜。我这就去找医生，让他们给梦梦上药。也就在冯清准备动身的时候，杜刚大手一挥：“慢着，梦梦是19医治好的，就让19给梦梦上药。”听到这里，冯清神色一僵：“爹，梦梦可是一个女孩子。”杜刚撇了撇嘴：“什么女孩子？她是19的媳妇，19又不是外人。”这话让19、杜永胜、冯清瞬间都尴尬起来。此时，杜永胜目光闪烁了几下，说道：“
爹说的对，梦梦伤势严重，如果出现点什么差错，咱们后悔也来不及，就让19上药，你去帮忙打个下手。事实证明，父亲的决策是正确的。19涂抹药膏时，并不是直接涂抹上去，而是每一道伤口都需要精准的推拿拍打，将伤口中的残余的淤血杂质全部清理出来。这种手法一般人根本做不到。等到将所有伤口涂抹上药膏以后，19给杜梦楠把了一下脉，也就在此时，他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伯母，梦梦等下就会醒来。鸿蒙五行针和推拿术的作用下，原本被权威专家判定为死亡的患者瞬间恢复了生机，没有经过手术就让患者断裂的骨骼和出血的内脏得到了修复，这让专家们为之一振。也就在几人为杜梦楠的恢复感到高兴的时候，杜刚脸色凝重地走了进来。杜老，您怎么了？杜刚看向袁19，我阳城的一个老友的家人刚刚出了意外，情况很不乐观，那边的医生已经束手无策。我和他讲了你让梦梦起死回生的事情，他们很是震惊，所以想请你过去帮忙看一下。听到这里，19微微一愣。要知道杜刚可是华夏建国功勋人物的存在，他的朋友身份自然也是非同一般。此时冯清脸色变换了几下后失声说道：爹，你说的是童童？杜刚点点头，就是他，他在抓捕要犯的时候中了对方的埋伏，一起去的人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但是他的伤势很重，有2枚子弹正好卡在心血管之间，只要移动血管就会崩裂。到现在医院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那里的专家没有找到任何有效治疗方法。听到这里，冯清脸色一变，他看了眼病床上的杜梦楠。可梦梦刚醒，她现在还需要19医治。19淡淡一笑，伯母，梦梦没事了，家里有我调制好的药膏，您给梦梦涂抹在伤口上就行。记住，千万不要让医院用药，让医院这边给她挂一点生理盐水。阳城第一人民医院内，几个年岁不一的专家眉头紧锁地讨论着救治方案。话痨，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最关键的是他心脉之间的2颗弹头，现在不说是动手术，就是患者动一下都会有生命危险。听到这里，身为中医泰斗人物存在的画壁眉头紧锁。虽说画家先辈神医华佗首创了外科手术，但这种手术的难度极大，只要稍稍有一点差错，患者的血管就会断裂，到时候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没有任何办法。想到这里，画壁微微叹息一声，而后看向旁边一个年岁在60上下的老者。宋强，你可是阳城第一人民医院主刀第一人，你手术经验丰富，这种情况你有几成把握？宋强苦笑一下，话痨，1成把握都没有。这种情况就是顶级的外科专家史密斯过来也回天乏术。我的意思，您老应该和裴老提前打招呼。现在就是看患者的生存意志，除非出现奇迹弹头脱落，他才有活过来的希望。听到这里，画壁摇了摇头，走出了会诊室。老裴，看样子彤彤很难度过这一关，你们做好心理准备。此话一出，整个房间内哀声一片，原本瘫软在椅子上的中年妇女更是晕了过去。不要哭，等一下，或许还有最后一丝希望。裴震天这话一出，不说是裴家人，就是画壁都是一愣。老裴，连宋强都没有办法，何来希望一说？话音未落，一个中年人带着一个青年突然走了进来，这让裴震天凝重的脸上流露出一丝期待。青年在走进房间后，朝众人扫视了一下，当看到一个头发发白的老者时，眼眸微微一愣。这不是中医考核时碰到的华佗的后代华老爷子吗？他怎么也在这？不过想到此行的目的，又将目光快速转移到裴震天身上。您是裴震天裴老吧？我是袁19。裴震天此刻也顾不上多说，拉着19就去了病房。你们听说了吗？裴老从余城请了一个毛头小子来给伤者医治。不是吧？中医可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沉淀，就算是一个从娘胎开始学中医的人，学到现在，他的医术也不可能高过华碧的。现在连华碧都束手无策的伤者，一个毛头小子能有什么办法？裴老这也太随意了。我们一起去过去看一下吧，别出了事情，最后要医院负责。病房内，当19看到躺在床上的是裴冰同时，心里不由得苦笑一下。几次在他出现危险的时候的不期而遇，让他觉得自己和裴冰同还真的是缘分不浅。等到了床前，19伸出手将食指搭在腕部，下一刻裴家人无不是满头都是雾水。中医不是用3根手指把脉吗？他怎么只用1根？困惑之余，他们齐齐转头看向画壁。而此时的画壁因为第2次看见这项绝迹了的诊脉神迹，眼眸中满是异彩。也就在片刻之后，19收回手指。裴老，患者心脉之间有异物，患者呼吸时异物和心脉会不断摩擦，如果不拿出异物，患者活不过明天。听到这里，一旁的宋强皱了皱眉头。你说的谁都知道，关键是不能开刀。19淡淡一笑，不开刀不一定拿不出来。听19这么一说，宋强脸色瞬间一变。年轻人，大话谁都会说，不开刀怎么能取出异物？19没有回答，而是转头看向画壁。华老，您的9升9喜针达到了什么程度？听到这里，画壁身子一震。要知道9升9喜针可是画家千百年来的不传之秘，他一个外人是如何得知的？ 7升7喜，够了。
等下您动用生针辅佐我护住患者心脉，我将异物拿出来。此时一旁宋强终于忍不住的说了出来：你仅依靠几枚银针就想将蛋壳取出来，你这是在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听到这里，画壁目光闪烁了几下。宋强，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也只能按照他的方法试一试。想到接下来的画面可能引起不适，19转头看向裴家其他人。等下的画面不能过审，麻烦你们在外面等一下。等到裴家人离开，19拿出鸿蒙五行针，随着金芒一闪，众人神情瞬间变得凝重起来。虽然我学的是西医，可是我也知道中医中的金针只有像华碧这样的中医圣手才能使用。难道这小青年年纪轻轻就能使用金针了吗？而就在他们愣神的下一刻，一阵微风吹动9枚木属性金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没入到裴冰童胸前。随着针声响起，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华老动手。话音刚落，华碧快速拿出7枚金针扎在了患者心脉上。等到金针颤抖，19一只手按在裴冰童的胸前，另一只手则快速将裴冰童扶了起来。看到这里，宋强他们不由得低呼一声。要知道，此刻的伤者只要稍微动一下就会有生命危险。而让他们感到更加骇然的是，19在将裴冰童扶起之后，不断的重重的拍打裴冰童的后心位置。你这是要干什么？这样会出人命的！宋强怒声道：“别说话，说话出去说。”随着拍声不断，裴冰童的嘴里鲜血狂涌。也就在几分钟后，19将裴冰童放回到病床上。等到摊开手掌的时候，他的手心已经多了2枚沾满鲜血的弹头。华老，接下来调理的事情就交给您了，我要去休息一会。看到19成功将伤者救治，这让专家们一个个脸色尴尬起来，继而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离开了病房。老裴，你是怎么认识袁19的？我也是听一个老朋友说起的。老朋友的孙女出事了，被他给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现在又把我孙女救了回来，他的医术还真是了得。为了扩大空间蔬菜的种植规模，我偷偷将空间泉水灌入到鱼塘中。等到工人用混杂着空间泉水的鱼塘水种植蔬菜以后，蔬菜以时光流速50倍的速度生长。时间来到蔬菜收获的季节，菜地中几个在大院上班的村民正拿着几根青萝卜在啃食。19，你还真的神了，你这里种植出来的萝卜都比苹果都好吃。听到这里，19微微一愣，他也知道空间泉水是逆天的存在，既可以加速种植物生长，也可以用于治疗疾病，但也总不至于将蔬菜种出水果味吧。想到这里，19快步走向萝卜地，稍稍一用力，一根近1米的青萝卜就破土而出，这让在场的村民都是目瞪口呆。19，你就那么拔出来了？19下意识点点头。是的，怎么了？听19这么说，村民们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要知道，他们可是在2个人先用铁锹挖了一半后，通过合力才拔出一根。这现在19在没用工具的前提下随手就拔了出来，可见19的力气有多大。等到19将萝卜上的泥土清洗干净以后，他拿起萝卜一口咬在了萝卜皮上，下一刻神情瞬间变得古怪起来。普通萝卜生吃的时候，外皮都会一种发辣的感觉，可用空间泉水种植的萝卜，不仅外皮没有一丝辛辣，就连果肉都汁液充盈，脆甜爽口。看着手中的青萝卜，19又是吃了一口，随即擦了一下嘴角的汁液。靠，这青萝卜还真是水果味，如果不是知道这是青萝卜，我一定会认为这是水果。走过来的2个村民在听到19这么说后哈哈大笑。19，怎么什么蔬菜到了你手里，形态和味道都能发生改变？从之前的西红柿、黄瓜、豆角，到现在的萝卜、白菜都是如此。19没有直面回答，而是微微一笑。只有他知道这是因为空间水的原因。说话的同时，他又走向了菜地。大院内，当伤势刚刚恢复的杜梦楠和裴冰童看到19提着蔬菜回来时，2人不由得相视一笑。袁19，你这是打算用萝卜白菜来招待我们吗？我们才过来休养几天，你就开始哭穷了。你不是说我们要多吃肉才能恢复得更快吗？杜梦楠笑着问道。看着眼前这对笑颜如花的姐妹花，19淡淡一笑。我这不也是担心你俩身材走样，要是在我这里吃成水桶腰、大象腿什么的，到时候嫁不出去，那我不就成了千古罪人？滚蛋！19哈哈一笑。我去厨房了，你们等下可别吃萝卜白菜啊！不吃就不吃。餐桌上新上市的萝卜白菜以其独特的味道获得了众人的青睐，这让杜梦楠、裴冰童感到很是意外。彤彤、梦梦，你俩怎么不吃青萝卜片？再不吃就没了。想到刚刚在院中发生的事情，裴冰童在迟疑了一下后夹了一块，一口下去，眼睛随即一亮。梦梦，这萝卜比梨还脆，比蜜还甜，你快尝尝。听裴冰童这么一说，做餐饮的杜梦楠不淡定了，随即夹了一片吃了起来，一口2口，很快就将一片吃完。在感受到萝卜的独特味道后，他又满怀期待地将目光落在了所剩无几的白菜上，只是一口，杜梦楠就愣在那里。这哪里是白菜？人们常说寡白菜，可这白菜却不是人们形容的那样，汁多味美，还特别清脆爽口。看着2人不断地举筷子，19淡淡一笑。你们不是说不吃萝卜白菜吗？听到19这么说，杜梦楠、裴冰童2人同时嗔怒。要你管
19哈哈一笑，调侃着说道：“这倒好办，以后种上几亩萝卜白菜，就能将你们给养活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两人在听到这话后，俏脸不由得红了起来。也就在几天后，在杜刚和裴震天的施压下，针对各自孙女事件的调查有了结果，他们也因此坐在了一起。老家伙，太平的日子太久了，看来有人要使坏了。杜刚点点头，我也这么觉得。老领导和我们两家先后出事，调查结果都是有人刻意为之，这背后的势力肯定不简单。听到这里，裴震天脸色骤变。老领导那边不是说是他家老二在不清楚情况下买的兰花吗？杜刚摇了摇头。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好了。老领导在被19救治以后，就安排专人去了调查，结果发现卖兰花的老板既然离奇失踪了，诸多迹象表明老领导的事情是有人故意为之。知道是什么人吗？还不清楚。现在我担心的是那些贼心不死的东西在背后搞鬼，如果这其中有咱们的老朋友掺杂，那就麻烦了。他们这是到底要做什么？杜刚目光闪烁了几下。你还记得20多年前的那件事吧？你是说邵雷两家那件事吗？你怀疑这一系列的事情和那件事情有关？是，当年邵雷两家的事情就很是离奇。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和你说，19应该是邵家当年丢失的那个孩子。听到这里，裴震天脸色骤变，他起身盯着杜刚。这事情可不能随意猜测，这可是要出大事的。此时杜刚长叹一声，我和邵老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一起，19现在的样子和邵老头年轻时候一模一样。而且你知道收养19的是谁吗？谁？虽说杜刚没有说出来，可裴震天却从杜刚的话语中听出了一丝不同。破鲁大哥。听到这里，裴震天倒吸一口冷气，随后愣在那里。要知道，袁破鲁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可是华夏顶级战神的存在。当初在那一场浩劫中，任何敌人听到袁破鲁这3个字都会闻风丧胆。但是在天下太平之后，他就很少出现。到后来，人们看到他的遗书，都认为他已经离开了人世。而此时，杜刚却再次提起这个存在于记忆中的名字，这让裴震天感到很是惊骇。你是说他还活着？杜刚摇摇头，很遗憾，破鲁大哥在去年去世了。在此之前，破鲁大哥一直抚养着19，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你也不要在19面前提起。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调查出背后的黑手。他们这次没有得手，指不定哪天又会出什么幺蛾子。老杜，会不会是他们已经知道19的身份了？这一系列事情可都是在19崭露头角之后才出现的。听到这里，杜刚目光微微一缩，应该不会。如果他们知道19的身份，那他们针对的就应该是19，而不是梦梦和彤彤。此时裴震天微微叹息一声，因为身份的关系，他身边随时都有安保人员。可如果歹人对他的家人下手，这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在鸿蒙五行针和鸿蒙真经的作用下，原本被子弹命中要害而危在旦夕的患者很快便脱离了生命危险。为了让患者尽快康复，2名患者在家人的陪同下纷纷来到大院中休养。我们也因此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欢乐时光。等到患者及家属全部离开以后，我先是将大院的事情安排妥当，接着我打算去徐爷爷曾经告诉过我的一个神秘地方。刚到山里，一阵轰隆的雷声响起。进山前天气预报还说今天不会有雨，这现在却有了雷声。这大山中的天气和外面还真是有所不同。大雨来得快，走得也快，也就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太阳再次悬挂在了半空之中。当经过一条溪流潺潺的小溪时，草丛中一抹闪耀的金色引起了我的注意。走近一看，一条1米左右长得像蛇一样的金色动物映入眼帘。野生黄鳝。想到黄鳝极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我立马有了养殖黄鳝的想法。金痕，抓黄鳝。话音刚落，飞翔在半空之中的金痕从天而降。也就一眨眼的功夫，作为黄鳝天敌存在的金痕就将黄鳝抓了过来。等到将其收进空间后，我拍了拍金痕金羽厚重的后背。金痕金羽，这黄鳝入药可以补血补气、消炎消毒、除去风寒。因为刚刚下雨，导致泥水中的氧气缺失，这才使它们出来透气。你们再去附近看看还有没有，多抓点回来。说完，2只大鸟展开翅膀，沿着小溪边缘寻找了起来。也就在不到1小时的时间里，上百条金灿灿的黄鳝被收进了空间。湿瀑布正好可以清洗下因路面湿滑而摔倒后身上产生的泥水。也就在我站在瀑布下面一块突出的岩石上清洗完身上的泥水，准备离开时，脚下一滑，身子轰然落在了水盆之中。虽然我极力挣扎，但最终也因为体力不支，身体慢慢没入到了水中。也就在我感到彻底无望的时候，下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和潭水中间似乎多了一层无形的。深吸一口气，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进入嘴巴的是空气而不是潭水。这是什么情况？我这是可以在水中呼吸了。之前我的视力听力就因为空间融合产生了变化，这似乎又是空间带来的一项特异功能。想到这里，我慌乱的心也逐渐平静了下来。我索性就在水中体验起了鱼儿游水的感觉。期间遇到一些不知名的鱼类，也都被我一一收进了空间。找到了，徐爷爷说的世外桃源。看着眼前的这一片满是桃树的桃源，桃树和树林分明的边界让我感到很是疑惑，但也顾不得多想，
在品尝过桃子的独特口味后，我从空间拿出了工具。一段时间后，我来到桃园的中央区域，一株株干斑驳、树皮满是裂痕的桃树映入眼帘。这应该就是徐爷爷所说的百年桃树。这桃树看起来比其他桃树小，但果实却比周围桃树上的带了一圈。站在这株怪异的桃树前，直觉告诉我，这株桃树绝对是与众不同的存在。等到将桃树挖出收进空间，下一刻，整片桃园颤抖。此时半空中的惊魂惊异不断的尖叫着，似乎警示着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胡少、杜培两家人都已经全部离开了。调查清楚没有？是谁救了杜梦楠？调查清楚了，是袁19。听说那个裴冰彤也是被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怎么又是他？没想到这个小赤佬还是一个医生。是的，杜梦楠那样都被救回来了，看起来他的医术还不低。现在总医院和第一人民医院都有意邀请他去坐镇。听到这里，胡振宇眼眸中满是怨毒。原本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却不成想冒出一个袁19，接二连三的将他的部署打乱。暗世界那边是什么情况？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听到他的名字了，必须让他尽快从这个世界消失。自从上次刺杀失败以后，他们又安排人过去了，想必很快就会有消息。对了，听说袁19又买到不少院落，现在正在改造重建。听到这里，胡振宇目光闪烁了几下。这2年他光是在黄土岭投资就超过了1000万，这些钱都是他卖配方产品得到的，必须想办法尽快拿到他手中的配方。没有了配方，他什么都不是。胡少，我发现一股境外势力也在觊觎配方，他院子附近几乎每一天都有一些老外在那里转悠，他们都不是普通人。明奎，配方的价值你应该清楚，只要拿到配方，咱们一辈子都不用发愁。这2天我会跟着爷爷去一趟燕京办点事，你给我盯紧那个小赤佬，找机会给我西瓜掉他。杜梦楠那里呢？杜刚那个老家伙已经开始怀疑那起车祸了，他找的人正在调查，先不要理会那边的事情，以免怀疑到咱们头上。华老，怎么了？那小子出去了。华老，是不是他知道你要过来，所以故意躲着您？不会，他不是那样的人，更何况他已经离开好几天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过来的想法。说完，华碧长叹一声，走吧，看样子我和这小子相克，遇见这么多次，每一次都只是见上一面。咱们去杜家走一趟，听说杜刚和这小子关系不错，或许他知道这小子去了哪里。华老，您忘了，燕京雷家找到了失散20多年的孙子，杜老爷子此刻肯定是收到了邀请去了燕京。听到这里，华碧微微一愣，老糊涂了，差点把这事给忘了，咱们也赶紧去机场，我也得过去拜会一下。八朝古都燕京郊区的一栋独立别墅的会客室内，20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端坐其中，其中不乏身披戎装、肩挂将星之人，也包括19曾经医治过的孟老爷子以及杜刚、裴震天3人。3人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足以说明别墅主人身份的不凡。当逃亡移栽到空间，下一刻整片桃园猛地颤抖了起来，惊魂惊异不断的尖叫声似乎预示着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等到我用如影随形离开桃园后，漫天的尘土也不绝于耳的坍塌之声将整个桃园笼罩。靠，这是什么情况？得亏我跑得快，不然就西瓜在了桃树下。这也真是奇怪，我只是挖了一棵桃树，怎么就引起山体坍塌了？也就在我惊魂未定准备离开的时候，背后突然传来一阵阵兽喊声，回头望去，只见一群野兽正朝着自己的方向狂奔而来。也就在兽群快要靠近身子的时候，闪闪进空间。八朝古都燕京郊区的一座别墅内，作为开国功勋存在的雷家主因找到失散20多年的孙子而大摆宴席，与宴者都是在华国有头有脸的人。老雷能够找到西夏20多年的孙子，真是可喜可贺。这些年你为了找他，可真是花费了不少气力。听到这里，雷猛微微叹息，为了找红卓，我们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都是值得的，就是苦了红卓这孩子。这20多年，他一边照顾收养他的老头，一边打工赚钱供他那个不成器的哥哥读书，他也因此耽误了学业。堂堂雷家公子没成想竟落得如此遭遇，这让在场的人都是唏嘘不已。此时杜刚目光闪烁了几下，老雷，这孩子是从什么地方找到的？晋北六棱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本来想着调查清楚红卓是怎么被收养的，但红卓说收养他的老人去年因病去世了，他的哥哥也已经多年没有回家，所以调查的事情暂时先搁置了。听到这个熟悉的位置，孟杜关3人脸上同时露出了一丝凝重。要知道雷蒙所说的小山村正是19被收养的地方，但雷老所说和自己调查情况又有所差别。也就在几人疑惑之际，第1集中那个拿走19车祸赔偿款的弟弟走了进来。久别重逢让雷蒙眼眸中满是溺爱。红卓，来，我给你引荐一下爷爷的老兄弟们，这是你杜爷爷，我们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你杜爷爷可是有一个才貌出众的乖孙女，有机会爷爷带你去认识一下。此时杜刚淡淡一笑，红卓，我和你爷爷有近100年的交情，你爷爷这些年为了你经常夜不能眠，这些年你在外面也吃了不少苦，不知道收养你的那个老人叫什么？我那边熟人不少，或许可以找人调查一下当年的真相。此时倒反天罡的雷红卓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那个老家伙叫袁武，
这些年他一直把我当成他赚钱的工具，不赚钱就要挨打。我身上有7759个伤疤，都是他造成的。话音刚落，旁边一个不知情的老者拍而起：这种人真该洗，他就应该像雷伊一样判处死刑。他去年生病洗了，他的那个孙子也在几年前遭遇横祸，变成了废人，这都是报应。听到破鲁大哥曾经用的名字，孟渡关三人已然确认，眼前这个认祖归宗的雷洪卓正是19一直不愿意提及的弟弟。显然这事情让雷猛自己发现是最好的选择。也就在其他人义愤填膺的时候，一个脸上满是恭维的青年走了进来。他先是和雷猛打了个招呼，接着对着雷洪卓招了招手：洪卓，你来，我带你见几个朋友。等到雷洪卓和青年离开后，雷猛看向旁边一个老人：胡瑞，你可真是生了个好孙子，有礼貌，知书达理，听说还自己开了公司，以后得让洪卓多向振宇学习才是。俗话说，二个臭皮匠顶过一个诸葛亮。也正是雷洪卓和胡振宇的此次相遇，给后来的19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也就在几人给孙子孙女牵线搭桥的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孟老爷子突然开口：雷猛，这次你找回了孙子，有没有邀请少烈？你们也是几十年的老兄弟了。此话一出，整个客厅的空气瞬间凝固了起来。当年雷少两家反目成仇的事情，整个华国无人不知，无人敢谈。时至今日，也只有孟老这种过硬的关系才敢多提一嘴。老孟，都过去几十年了，这事情不提也罢。走吧，我准备了好酒，咱们边喝边聊。此时燕京郊区另外一处靠山临水的别墅书房中，一个满头银发眼神呆滞的老人拿着一张已经泛黄的模糊照片，手指不断在照片上来回摩挲。老人正是雷猛昔日兄弟少烈。爹，这几十年您从未放弃过寻找小少的机会，您老也算对得起飞熊了。要是您一直这样，就算是飞熊还活着，他也会难受的。听到这里，少烈长叹一声，他在将手中的照片小心翼翼地放回抽屉后，看向女子。现在雷家的孙子已经找到了，他们两个先后出世，雷家的孙子竟然能够找到，这说明你那苦命的侄儿也应该在世。我别的不想，我只想九泉之下能够面对你弟弟，如果不是因为我，他们一家子也不会出事。听到这里，邵飞燕长叹一声，这事情怎么能怪怨您呢？咱们家和雷叔两家先后出事，这其中肯定有人在暗中搞鬼。少烈苦笑一下，对了，这几天怎么没有见到飞虎、飞豹、飞凤他们几个？他们工作忙，这也是我退休了才有时间过来照顾您。回头我打电话让他们抽空回来，记得让他们把孩子带上。对了，今天雷家那边举办认祖归宗的仪式，你帮我准备点礼物送过去。爹，礼物已经派人送过去了，不过雷家没有收。雷家拒收不用理会，咱们做好自己就行，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此时邵飞燕苦笑着点点头。对了，孟伯伯、杜叔叔、关叔叔昨天怎么突然过来了？他们想知道当年的事情，他们似乎发现了什么，所以怀疑我们两家出事的背后有阴谋。也就在前段时间，他们几家先后出事，他们担心这一切和当年那件事情有关系。我之所以让飞虎他们带孩子过来，就是想提醒他们多多提防着点。听到和当年那件神秘事件有关，这让邵飞燕脸色巨变。彩梁山这边，因受潮冲散的青狼群黄蜂、金痕、金羽在19气味消失的地方耐心地等待着。当19从空间出来时，他惊奇地发现青狼王背上跟着一只通体雪白的小猴子，而小猴子在看到19后，眼眸中满是羞恼，叫个不停。此时灵宠们看着这只猴子，眼神中满是敬畏，这让19感到很是好奇。不过想到刚刚发生的坍塌事件，19似乎明白了什么。你是怪我毁掉了那片桃林吧？此话一出，小猴子立马尖叫着，捂住着身子，俨然已经把19当成了毁掉桃园的罪魁祸首。看到这里，19心神一动，从空间拿出了一枚桃。我带你去一个有桃子的地方，好不好？男人每次在山里偷偷发育的时候，都会有一群无恶不作的歹人来到大院烧虾抢掠。听到动静的热心村民纷纷过来阻拦，没想到有恃无恐的歹人竟将他们打进了重症监护室。也就在19以为只是损坏物品而万分难受的时候，一个带着哭腔的声音响起：19，你总算回来了。看到鼻青脸肿、手缠绷带、眼中泪花的青年，19脸色瞬间骤变。君蛋，发生了什么事情？前天深夜，一伙人突然闯入到院子中，挖房子、毁菜地、砸厨房。韩立带领近100名村民过来阻拦，没想到74人被他们打成了重伤，更有12人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韩立还被他们打断了一条腿。他们离开的时候留下狠话：谁帮你做事，下场就会和韩立一样。村民们报了警，但直到他们离开，帽子叔叔也没出现过。知道那些是什么人吗？显然君蛋是知道点什么，但想到其背后连帽子叔叔都忌惮的势力，这让他眼底瞬间流出一丝惧意。君蛋，有什么不能说的？别忘了韩立是如何对待你们的。听到这里，君蛋微微一怔，我看到带头的是咱们彭城最有面子的一个大哥，
外号苍狼，大家都叫他狼哥。他在什么地方？听到19这么一问，军蛋目光微微一锁。19，苍狼可是虞城的地下皇帝，他的手上至少有10条人命官司。可即便是如此，他现在还是活得逍遥自在。他的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得罪他的人1个星期内就会水鱼下河，就连虞城最大的那位都得看他脸色行事。你可千万不要去招惹他。我也只是随口问问，你不用担心。那就好，具体住在哪我也不清楚，不过听道上的人说他经常在虚度青春里活动。胡少，袁19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就直接去了医院。那些土鳖都是为了他强出头才住进医院，他不是有钱吗？让他花，给我盯着点，我倒是看看他能翻起什么浪花。这个我知道，胡少有点奇怪，今天警察过去问话，他问都没问。乡巴佬就是乡巴佬，他们这是在窝里横。市3医院1层楼的几10个病房内，当19看到几10个受伤的村民、被打断腿的韩立以及昏迷不醒的韩天亮和庞明远等人时，无时无刻都在触动着19紧绷的神经。如果只是打砸物品忍一忍也就算了，可现在已经危及到了他人的生命安全。想到这里，一股普通人感受不到的疟气将其笼罩。此刻他唯一的想法就是要让残害韩立他们的人付出血的代价。不过看到昏迷不醒的伤者，19狰狞的脸色逐渐缓和了下来。19，农家乐和菜府2个店铺也没了，现在只剩下倾国倾城和紫色帝君2个店铺。我担心这2个地方也会出事，所以也让他们暂时关门休整。这样也好，你让医生把药停了，他们的伤我来处理。这几天你什么也别做，就在这里照顾他们吧。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19忙碌于各个病房之间。等到村民们的病情好转以后，19这才离开医院，在附近的一家宾馆住了下来。房间内的19在换了一身衣服后，从空间拿出一个箱子。也就在几分钟后，一个30上下的中年人出现在镜子之前。王恒，胡振宇说那小子回来了，你们可千万不要小看了他。听胡说，他们之前安排了数十人进入到那个大院中，接着又找了暗世界的高手刺杀，结果都是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听苍狼这一说，王恒几人目光微微一锁。狼哥，难道这个袁19也是大有来头？苍狼看向说话的青年。老七，还记得2年前3环那个送外卖的吧？他就是袁19。此话一出，王恒几人脸色瞬间一变。正当几人讨论着19往事的时候，几声轻微的敲门声响起。狼哥，你点的酒送过来了。等到服务员进房间以后，生性多疑的苍狼将目光扫在了他的脚上。下一刻，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只见他目光微微一缩，然后对着王恒他们几人点了点头。几人刚起身想做出反应，不料体育生突然身子一动，10几枚银针同时飞射而出。苍狼本想发动气息夺闪，却被一般服务员定住了身子。等到他反应过来时，他的哽嗓咽喉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嫣红的红点。曹明奎，这个时候打什么电话？少，出大事了！虚度青春苍狼以及13太保全部被杀了。听到这里，胡振宇后背一凉。别人不知道苍狼的身手，可他可是亲眼看到苍狼在不到2个照面就将来自于特殊地方的保镖放倒。不仅如此，他身边还有13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兄弟，再加上他们都带着违禁的东西，在虞城他还没见过有如此能耐的人。知道是谁做的吗？不清楚，那边的工作人员说只有1个送餐的进去过，他们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那边就出事了。我感觉这事情和前几天黄土岭那件事情有关。你是说杜家主动出手了？应该不会，这段时间我一直派人盯着杜家，他们那里没人离开。那个袁19在什么地方？他从医院出来以后就一直在宾馆中，我们的人一直在监视他。听到这里，胡振宇目光微微一缩，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让他不得不怀疑起了袁19。你马上打电话叫你的人过去看看他在不在房间中。先生，我们这边提供免费的宵夜，请问您这边需要吗？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等到服务员离开以后，19走到窗前，快速将绳子拉了上来。老爷子，苍狼13太保在昨天晚上全部出事了。听到这里，杜刚目光微微一缩，这些人他都知道，如果不是他已经退下了，他早就将他们绳之以法。现在听到这些人出事，这让他心里有一种特别畅快的感觉。知道是什么人做的吗？梁永军摇摇头。苍狼13太保都是修炼者，他们都是被一击毙命的。从现场来看，他们似乎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杜刚看着梁永军带回来的相片，片刻之后，他的眼底流露出一丝惊骇。这是职业杀手做的，应该是。现场没有任何可用的线索，监控出现了一个中年男子，不过只是出现了一下，具体是不是他不清楚。他们都该死。这些年他们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没有他们虞城或许能安静一段时间。袁19的身手他知道，这现在他刚回来苍狼13太保就出了事，再想想培养出19的那位，这让杜刚感觉这件事情和他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事情会不会和19有关系？听到这话，梁永军目光一缩，想到19如同鬼魅一样的身法，再加上他们调查出对大院动手的确是苍狼和13太保，这些信息联系起来，让他不得不也怀疑起了袁19。
不过想到平日里彬彬有礼的19，这种想法立马消失。老爷子，不可能是19吧？他修为虽说不错，可对苍狼他们动手的人极为专业。19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做得滴水不漏。听到这里，杜刚似乎已然知晓一样，淡淡一笑后说道：“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经过这次恶性事件，19深刻地意识到采取应对措施的必要性，因此他有了将青狼群放进大院的想法。黄蜂，你去采凉山过几天，将青狼群带回来。黄蜂将狼群带入大院，不知情的村民拿着铁锹棍棒进行防落，好在19及时出来制止，这才避免了一场人狼大战。黄蜂听到声音，原本眼露凶光的青狼群仰天长啸一声，之后跟着黄蜂跑向19。19，小心，这青狼可不是闹着玩的。村民们担心19，所以就跟了过来。然而当他们看到青狼就好似宠物狗一样用大脑袋在19的身上蹭来蹭去时，这让他们都是一愣。这是什么情况？青狼不是凶兽吗？这现在怎么这么温顺了？我该不是出现幻觉了吧？没事的，他们都是黄蜂的朋友，有黄蜂在，他们不会主动攻击任何人。说完，19在黄蜂和青狼王的身上拍了一下，然后指了指不远处的果林。眼见如此，黄蜂带着青狼群就向指定的方向跑去，直到青狼群消失在果林中，村民们这才感觉到自己两腿发软，后背冒汗。此时刚刚出院不久的韩立在喘了几口气后，带着一丝不满地说道：“19，你怎么不早说？这可是青狼啊，搞不好要出人命的。”他们一直在采凉山中，我也不知道黄蜂会带他们回来。放心，有黄蜂在，他们不会伤人。第一次看到青狼群，这让韩军很是震撼，就连说话都颤颤巍巍。杜老，您确定那些都是青狼吗？此时杜刚、裴震天和韩军他们一样，眼神中满是震撼。我敢肯定，不过我们在过去年代中见到的青狼体型可没这么大。这青狼体型在2米以上，就这样的青狼3个成年人都对付不了。杜老说的没错，这就是青狼，我在山里见过。19还真是神奇了，他的身边总是能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先是那一对报恩的猛禽龙鹏，这现在又多了一群有灵性的青狼。大院生活着青狼的消息很快就在朋友圈传了开来，院外面每天都聚集了很多想一睹青狼的人，但一道青铜色的大门将他们的想法阻拦。朋友圈中出现青狼的那个位置，我在大院举办采摘节的时候去过，照片可以 PS 出来，但从视频看绝对是真实的。如果是真的，那生活在周边的人就危险了，他们饿了怎么办？不会，狼群生活在果林中，如果没有19的同意，他们不会出来。19每天都会从市场购买猪肉进行投喂，如果不出意外就是要出意外。也就在粉丝们围观的时候，数十辆车先后停放在了大院前面的大路上，从车上下来上百个全副武装人员和一群手拿麻醉枪和捕网。杜老，院外来了数百个身穿制服的武装人员和动物保护者，他们一边封锁道路，一边疏散人员。动物保护组织的车上有几10个铁笼，看样子是冲着19的狼群来的。哼，岂有此理！武装人员不去守护群众，来这里凑什么热闹？你们出去看看，如果他们胡搅蛮缠，不要留手。老家伙，你终于办了一次人事。上次院子被砸，你没出声，我还以为你老了没有血性了。上次的事我知道的晚，这次刚好碰上，怎么的也得管上一管，不然这些人太嚣张了。好样的，吕蒙，你也出去看看，不要跟他们客气什么，有什么事情我们扛着。也就在那些人进入大院后，梁永军将他们拦了下来。站住！你们要做什么？话音刚落，一个个黑洞洞的枪口就对准他。滚！私自圈养国家保护动物，你们就等着坐牢吧。面对枪口，如果是一般人或许早已瘫软在地，可梁永军他们都是生死磨砺出来的，只是一个冷漠的眼神便将中年男子吓退了几步。你要干什么？下一刻，一个印着国徽的黑色证件出现在梁永军的手中，看到证件后的中年人额头瞬间出现了一层汗珠。我们这也是接到了群众的举报，只是一个举报，至于你们就这样荷枪实弹吗？你们是不是瞎了眼了？你们难道就不知道先看看网上的人是怎么说的吗？你们就不听听大门外的人是怎么说的吗？19什么时候开始圈养动物了？我们也是奉命执行任务。滚，调查清楚再过来。也就在这个时候，19闻讯而来，听到梁永军他们的对话内容，他心里很清楚，这又是有人在背后作妖。黄蜂，此言一出，一声狼啸声响起，黄蜂青狼群瞬间就聚集到19周围。狼群在感受到来者不善后，一个个眼露凶光，獠牙外露。接着青狼王在仰天长啸一声后，身子一动就到了工作人员丢下来的铁笼前，也就只剩如此轻松，铁笼就被青狼王撕碎。这一下，不说是动物园的那些工作人员，就是中年人带过来的那些人，双腿都开始打颤。而跟着那些人进来的人们在看到这一幕，更是目瞪口呆。我尼玛，那样的铁笼就是黑熊都没有办法，可现在一头青狼就轻而易举地将铁笼撕碎，这如果青狼发狂的话，后果简直不敢去想。
这青狼应该是知道那些人想用笼子来抓他们，所以才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这青狼也太聪明了。也就在此时，十九冷声道：“你们的职责是守护这一方神圣的净土，这并不是你们该管的。”说完，十九大手一摆，一人一狗一群狼就在那些人震撼的眼神中经过。等到了门外，十九拍了拍青狼王的脑袋，然后说道：“你们先回山中，明天带些野味回来。”此话一出，围观者眼神中无不充满疑惑。这句话如果是放在人的身上，倒也不觉得什么。可现在十九却是对青狼说的，这动物还能够听懂人话。等到反应过来时，青狼群已然消失在视线之中。此时，十九看了眼跟着出来的那个中年人，他们回山了，你们可以进山抓他们。此刻心中早已万马奔腾的中年人尴尬一笑。吴镇宇只是说大院中有青狼，让他过去抓走立功，可却没有说大院中有他们惹不起的存在。那个证件一出，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来了都得无条件配合，最终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19，你和我们说说，青狼到底会不会伤人？虽说帮19将那些人赶走，可如果青狼伤人的话，那杜刚、裴震天他们想要再出面的话就难了。19淡淡一笑，如果对他们没有恶意，他们和黑风一样；如果有人对他们图谋不轨的话，我就不敢保证。听到这里，杜裴两人纷纷摇头苦笑了一下。这么说，他们还会回来？会，他们都是黄蜂的朋友，他们随时都会来大院看黄蜂。他们和金痕、金羽一样，都是我的家人。第二天，狼群毫无悬念地叼着野味回到了大院之中。也就在狼群回到果园休息的时候，一群无人机出现在半空之中。我在大院遛狼的时候，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突然闯入到大院中。本以为一场冲突在所难免，关键时刻梁永军亮出了印有国徽的证件，这才使急于立功的武装人员收起了枪口。本以为歹人会就此放弃打青狼的主意，不料数十架无人机铺运着鸡鸭出现在狼群生活地上。19，你快来狼啸林，这边不知道哪来的鸡鸭，全洗了。等到了现场，我看到数十只已经倒地、肉色暗黑的鸡鸭，显然这是中毒的症状。狼王，这些鸡鸭你们吃了没有？看到青狼王不屑地摇了摇头，这才让我紧绷的神经略松了下来。这也是青狼机制，不然作为国家保护动物的青狼群洗在了大院中，必然会给自己带来牢狱之灾。19，你看现在咱们这里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我觉得应该加强一下安保工作。听到这里，19点点头，他能够从魏飞的话语中听出其中的意思。32集中数十人被打进重症监护室的阴影还没散去，这才过了一集，大院中又莫名其妙多了一些被毒洗的鸡鸭，任谁来的也没办法安定的工作生活，自然也就有了增加安保力量的想法。魏哥，这件事我来安排。这边胡振宇在得知12鸟之计失败以后，脸色瞬间变得铁青。哼，畜生什么时候也变得这样聪明了？曹明奎无奈的苦笑一下，他们本想借着毒杀青狼的名头毁掉原始酒，从而夺取配方，可万万没想到青狼对于他们投放的鸡鸭根本看都不看。老爷子，刚才19给我打电话说大院那边又出事了，跟之前一样报了警，但他并不抱有希望，所以他想让我找一些退伍的兄弟过去做安保工作。他需要几个人？30、40个。你是什么想法？梁永军微微叹息一声，你也知道他们身份特殊，退出组织以后只能隐藏身份，做一些体力方面的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都不尽人意。19做事厚道，他保证不会亏待他们，而且他还是一个鼓舞修炼者，相信他能够让他们学有所用。听到这里，杜刚长叹一声，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无奈。是国家愧对了他们，你就按照19的意思去办。如果人手不够，就找吕蒙。几天后，36个年纪在40岁左右的鼓舞修炼者站在了大院中。虽说穿着普通，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一股只有经历过生死磨练后才能形成的气息。在他们的世界里，强者为尊。也正是因为如此，当他们看到浑身散发着儒雅气息的19时，心里突然有了一丝疑惑。你是19？在看到19点头后，他接着说道：“我叫阮春阳，我听梁永军说你是一个高手，我们想试一试。”经常和梁永军在一起，自然明白他们以强为尊的心理，以自己的修为以武服人也不是不可。下一刻，19微微一笑，随后身子一动，瞬间就到了阮春阳的身前。眼见如此众人，无不是满脸的惊骇。这也太快了，5、6米的距离，一瞬间就到了。就单这速度，都不是一般人能够比拟的。如果此刻19是敌人，或许他早就毙命了。出手！此时阮春阳目光一缩，身上气息开始波动，接着发动气息。也就在快要击中的时候，19淡淡一笑，随即单脚点地，身子后移，紧接着他身子一移，等到再次站立时，一只大手从阮春阳身后按在了他的脖子上。我输了。看到这里，众人炙热的眼神中满满都是崇拜。你这是明镜层次，很不错。你是什么层次？年岁最长的一个中年看向19问道。比你们强一点，等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大家都是梁哥、吕哥介绍过来的，我也不瞒大家，有很多人都想要抢夺我手中的配方，所以会有一定的危险。这也是我找你们来的主要原因。情况就这样，大家有什么想法？我们要怎么做？白天这里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境内外势力为了抢夺配方蠢蠢欲动，所以我需要你们运用你们的特长，甄别图谋不轨之人。对了，晚上的话不用你们巡逻。不用巡逻。听到这里，19淡淡一笑，随后看向远处。黄蜂。随着一声声狼啸声，众人瞬间脸色同时一变。人类生活区出现狼群，这让他们很难理解。随即，他们的瞳孔突然变大，他们看到了一条身高1.56米的大蟒，后面跟着数十条体型超过2米的青狼，向着19奔袭而来。这是他们绞尽脑汁都想不出来的一幕。你们不要有任何的顾虑，很多时候还需要你们互相配合。你们可以把他们当成你们的生喜兄弟一样，放心的将后背交给他们。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老班长，你说。阮春阳等人看向人群中年纪最长的中年人，说道：“我叫孔建业，我们都相信梁永军、吕蒙他们。既然你是他们介绍的，我们也相信你。你身边的这些青狼比军犬都还要厉害，其实有他们再加上你的身手，一般人根本不敢进入你这里。他们只能在暗处，人多的地方还得依靠你们。大家放心，我不会做有损国家、伤害人民的事情。”孔建业点点头：“我们是什么待遇？一切花销都算我的，另外在每一个月给你们1万。”听到这话，孔建业他们都是一愣。要知道，他们过去干安保一个月多了也就是3、4千，就算是职业类的保镖，一个月也就是7、8千封顶。这现在19在食宿全免的情况下给了他们1万，这让他们的眼神中出现了一丝嫉妒。事实证明，增加安保是非常明智的抉择。也就在几天时间里，安保人员通过监控巡逻，在大院附近发现了至少13名图谋不轨的古武修炼者，他们的目的就是伺机抢夺配方。但因为有了安保人员和狼群的守护，他们显然忌惮了许多。这一天，当19在空间修炼鸿蒙真经的时候，陡然间一阵阵嗡嗡声从远处传来，定睛一看，只见一群1寸多长、身上黄黑相间的大蜂飞驰而来。靠，这空间的土蜂比外面的大1倍，他们是什么时候进入到这空间的？想到土蜂的霸道，19立马朝空间的湖泊而去。我在空间修炼鸿蒙真经的时候，一群黄黑相间的特大号土蜂突然出现在视线中。想到土蜂的霸道，我赶忙朝空间湖泊走去。也就在我到了湖泊边，正准备下手的时候，我发现聚集于头顶之上的土蜂群似乎并没有进攻的意思。靠，这土蜂也太大了，正常的土蜂也就2厘米左右，这空间中的土蜂看起来起码有6厘米长。说话的同时，2只土蜂分别落在了肩头和手上，它们没有攻击，而是不停地拍打着翅膀，这让我更加确信这群土蜂不会伤害于我。于是我将落有土蜂的手臂举了起来。此时我闻到土蜂身上除了有一股花蜜的芳香外，还夹杂着一股淡淡的腥味。这是毒液的气味。这土蜂个头那么大，它的毒素必然霸道，也不知道这土蜂是怎么进入到空间的。也就在我离开空间，正为获得蜂群而暗自感到高兴的时候，一通没有显示号码的电话打了过来。19，彤彤出事了。裴爷爷，彤彤怎么了？上次你不是说他去了一个特殊的地方磨练了吗？1个星期前，彤彤他们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突然就失去了联系，到现在都没有联络上。我担心他出事了。在哪里？滇南雨林，他们去那里执行抓捕大毒枭任务。听到这里，19目光微微一缩。要知道，滇南可是华夏的南大门，因为这片区域和其他几个国家接壤，再加上热带雨林的关系，这片区域已然成了不法团体的活动场所。网络上有人深入那片区域后被嘎腰子的消息比比皆是，这现在裴冰彤深入其中，必然是万分凶险。裴爷爷，将彤彤最后出现的位置发给我，我过去看看。那里地势人员错综复杂，我让吕蒙他们陪你一起过去。不用，时间紧，我直接从鱼城飞过去会快些。小兄弟，那林子的凶险可不是你能够想象的，就算是附近在职中的人也很少进入，稍有不慎被其他国家的人逮住，想要回来都难了。要不你还是在职中找几个人一起行动安全些。从机场搭载19到雨林边缘的出租车司机好心说道：“大哥，我也就是过来拍几张照片，我对雨林环境不熟，不敢走得太深。”听19这么说，司机长出一口气，切记千万不要独自往丛林里走，凶险不说，里面暗无天日，很容易迷路。去年有个叫探险王的100万主播在里面迷路了，到现在还没找到人。司机善意的忠告自然要好人相信。也就在出租车离开以后，19独自踏上了营救之路。等到了铜陵，19先是将黑风金魂金缕从空间传送了出来，接着打开手机确认了方向。这里就是彤彤最后出现的位置区域。黄蜂，在附近找找看看有没有线索。在嗅觉灵敏的黄蜂的帮助下，19先是在几片芭蕉叶下找到了一具看起来30岁左右的青年人的尸体，随后又在附近区域的几处掩体处发现不少散落的弹壳，显然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抢劫。接着又在一处低洼地带找到了另一个青年。从外貌上看，这具尸体和前面找到的那具尸体一样，都是华夏人。他们的手上都有着和梁永军手上类似的老茧，他们应该和梁永军一样，属于同一组织。黄蜂，能不能找到他们？说完，黄蜂在青年人身上闻了几下，接着他再看向一个方向，
庞大的身子如同黑色闪电一样消失在蒙蒙雨雾之中。6号，咱们的弹药不多了，这几个华夏人太顽强了，几天下来，咱们已经损失了10几个人了，也不知道洞里面情况咋样了。一个身高在1.9米左右、眼睛蓝色的壮汉声音沙哑地说道：“他们的枪法很准，在没有掩体的情况下，我们想要过去几乎不可能。不过我估算过，他们的弹药也所剩无几了，再加上他们在带伤的情况下6天没有进食，这样的天气他们坚持不了几天。咱们只要守住洞口就行。”此时，壮汉转头看向周围一个个靠着大树、身心疲惫的伙伴，咱们的人也快坚持不住了。等下我去弄点野味，记住那个女的一定要活的，她活着对咱们的用处更大。那个女的到底是谁？你只要知道抓到的华夏方面想要对咱们动手，就必须掂量就行。也就在两人聊着的时候，陡然间天空中一声鸟鸣，抬头望去，只见一头大鸟突然飞起，这让他们都感到一阵心悸。山洞中6男1女沿壁而靠，其中4个身上已经没有了气息，其他人嘴唇干裂，眼眸血红，衣衫到处都是已经变黑的血迹。小裴，咱们的弹药所剩无几，通讯工具也已经被毁了，救援队短时间想要找到咱们几乎不可能。今天晚上我们给你打掩护，或许有一线生机。裴冰童摇了摇头，他看向自己的一条已经中弹化脓的腿。几天下来，他们颗粒未进，此刻的他不说是跑，就是走路都困难。也就在裴冰童沉思的时候，一声嘹亮的鸟鸣声突然传来，这让他眼眸中出现了一丝异彩，不过随即就暗淡了下来。怎么可能是他呢？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位置，莫不是自己几天水米未进出现了幻觉？想着想着，裴冰童松开了放在腿上手握枪支的手，伸手从脖子上拉出一块雕刻着他自己头像的木雕，眼眸中突然涌出一层水烟。看到这里，两个精疲力尽的中年人相视一眼后，眼神中的光泽慢慢散去。飞鹰，将所有东西都处理一下，等下咱们就去陪兄弟们。飞鹰点点头，随后从一个沾满血迹的背包里拿出6个分别刻着老虎、狐狸、野牛、仓鼠、菜神、麻雀的银色牌子。听到银牌相互撞击的声音，裴冰童也拿出一块刻着玉兔字眼的牌。小裴，你后悔吗？裴冰童摇了摇头，悠悠叹息一声。教官，这一次都怪我，如果不是我冒失，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这次任务是因为队伍里出了叛徒，不能怪你。对了，你之前闭目养神的时候，1919的一直叫个不停，他是谁？下一刻，裴冰童的脸上出现了一抹笑容。他只是一个种菜养鱼的小农民，不过他的修为极高，他在关键时刻救过我3次，杨永军、吕蒙他们联手都被他狂虐。如果他这一次过来的话，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此话一出，暴熊飞鹰的眼眸中同时流露出一丝惊骇。梁永军、吕蒙曾经是他们的骄傲，能够压制2人的人凤毛麟角。这现在他们2个联手，连一个种菜养鱼的农民都对付不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小裴，你和我们说说他的事情。山洞外面一株古木后面，一道身影警惕地看着山洞入口。也就在他心头略松的时候，下一刻他突然感觉到身后似乎有动静，刚转头，一声锣鼓作响的声音响起，雨依旧零落。山洞外时不时响起一声笑声，而每一次笑声响起之后，都会有一个人失去生机。坦克，感觉有点不对劲。几个呼吸之后，坦克并没有回应，这让他的脸色一变。坦克，火炮，一连串叫了几个名字，可却依然没有任何人。下一刻，他手中寒芒一闪，转身滑向身后，一道淡淡的身影闪动，刚举起枪械，身后传来一声这笑声有些奇怪，听起来有点像狗。这丛林中怎么会有狗呢？大家保持警惕。也就在几人精神高度集中的时候，一声声音响起。彤彤，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山洞中的裴冰童娇躯一震。19，沙哑的声音喊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裴冰童已经是泣不成声。都出来吧，外面没事了。我们都中弹了，动弹不了。山洞中，当19看到裴冰童3人的样子以及4具尸体时，不由得摇了摇头，然后从背包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空间泉水和干粮。为了找到在雨林失联的裴冰童，我将黄蜂金痕金羽从空间传出，在空中和地面力量的轮番寻找下，被境外势力围困在山洞中的裴冰童很快就被整了出来。直到将最后一个敌人消灭，我将2只大鸟收进了空间。山洞中连续6日未进食的3人已然气息奄奄，裴冰童因为腿部中弹更是毫无行动能力。这伤口已经化脓了，给我一把刀。听到这里，暴熊飞鹰微微一愣，伤口已经发炎多日，这种环境下根本不可能做手术，他要刀做什么？疑惑之余，从身上拿出一把刀递给了19。接过刀后，19先是用空间泉水冲洗了下刀身和伤口，接着在伤口周围扎了几根银针，3下5除2就将秃了的弹头和化脓的腐肉挖了出来。看到这里，暴熊飞鹰眼底流露出一丝惊骇，这是什么针法？在这种针法的作用下，裴冰童竟然没有丝毫疼痛反应，伤口也没有多少鲜血流出。难道3国里面关公刮骨疗毒是真的？也就在几人惊讶的时候，19已经将伤口用空间水消毒并包扎好。
这是我特制的营养液，你们喝点有助于恢复体力。听十九这么一说，几人更是一愣，刚刚还在用这东西消毒，怎么就变成营养液了？但眼下这种情况似乎也容不得他们多想，也就在喝完水后的一会功夫，几人的精神状态明显好了许多。能不能行动？这里不怎么安全。说完，暴熊飞鹰看了眼山洞中的4具同伴尸体，长叹一声，随后起身拿起背包和武器走出了山洞。也就在两人在山洞外打扫战场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走吧，为了安全，我们必须另寻一处地方休息。黄蜂，你带头。等到了一处视野宽阔、有着一处凹陷区域的绝壁下之后，19带着黄蜂去了弄枯枝烤淋湿的衣服，留下了受伤的几人。小裴，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历？我和飞鹰在山洞外清理战场的时候，发现洞外有27具独狼佣兵团的尸体。从伤口上看，他们都是在短时间内被一击必杀的。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27个独狼佣兵团的人下害，他绝对是个高手。暴熊神色有点复杂的问道。听到这里，裴冰童微微一怔，眼眸中满是惊骇。这么多，27个吗？他知道19很强，可却没想到他会强大到如此的地步。要知道，他们9个人在手持枪械的情况下奋战3天3夜，才击杀了20人。这现在19仅凭一双手，在短时间内就将全副武装的27人全部击杀，这显然不是常人所能做到。教官，他没有什么来历，他大学毕业也就是2年多时间，他这个人很低调，他最好的朋友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古武修炼者，他的修为极高。有一次他救我的时候，我看到他在几个呼吸之间就把6、7个手持枪械的敌人给秒瞎了。这一下暴熊飞鹰都彻底愣在那里，有着如此的恐怖的修为的年轻人，这如果是他们的敌人，根本毫无招架之力。几天之后，阳城裴家的别墅中，裴震天眼神中满是小星星，好似看孙女婿一样看着19。这次彤彤跟着教官执行任务，9个人出去，3个人回。如果不是你营救及时，他们3个或许早就被独狼佣兵给围杀了。现在已经查清，有人将彤彤他们的行踪透露给了独狼佣兵。19目光猛地一缩，之前就听裴老说那个地方连打电话都是被禁止的。那裴冰童他们行动的消息又是如何被泄露的？泄密的是接送他们的人，当事人说有人抓了他的妻儿，他们这一次的目标明确就是要针对彤彤。这话更是让19摸不着头脑。在28集的时候就听说有人要针对他，这现在追人都追到边境了，他想不出其中缘由。为什么？因为彤彤是我的孙女，她是裴家这一代中最为优秀的一个。上次彤彤和梦梦先后受伤，他们2个都是被针对的吗？是。他们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老家伙。北方地区的3个老友因为后背出事已经垮了。如果我猜测没错，这是有人在布一个很大的局，他们想让华夏变回到几10年前的样子。知道是什么人吗？裴震天摇摇头，显然要知道幕后推手还需要后续的跟踪。19，彤彤留在我这里不安全，因为身份的关系，我身边随时都有安保人员，可他没有。我听暴熊说你的修为极高，再加上曾经的利剑教官张建业也在你那里做安保工作，所以我想让彤彤去你那里，或许会安全些。再者，我想让他跟着张建业也锻炼一下。想想自己那里虽说也不一定安全，但有张建业他们和青狼群的守护，只要裴冰童不出门的话，至少是安全的。裴老，这样你让彤彤暗中过去，如果他们想要对彤彤动手，势必会打听他的消息，到时候你暗中观察，找出幕后指使者。行，你先回去，我找个机会将彤彤送到你那里。如果不出意外，就是要出意外了。也就在19回余城大院经过玉米地时，他看到2个村民被一股醉醺醺的人随后便是一顿拳打脚踢。等到快要靠近人群的时候，他看到一道原本以为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面的身影。想到自己捡破烂砍馒头吃咸菜供他读书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欺骗，到最后连自己出车祸的保险赔偿都被他无情的拿走，再加上爷爷的喜，他到现在还没交代清楚。他的眼神瞬间复杂了起来。袁19还真的是你，我还以为只是同名同姓呢。你不是残废了吗？怎么恢复了？我知道了，你当初肯定是骗老子，你这个王九蛋！醉眼朦胧的雷洪卓踉跄了几步，手指19眼窝骂道。跟着过来的胡振宇看到这种场景，先是微微一怔，而后心头暗自窃喜。这次蛊惑雷洪卓过来，本就是想从中制造事端，将他拉下水。如果雷洪卓和袁19交恶，有雷家插手，就算是杜刚也不一定能够罩住那小子。这现在雷洪卓和袁19一见面就怼上了，简直是天助我也！随着一声脆响，雷洪卓捂着脸就飞出去2米多远，这也是没有动用修为，不然绝不是半边脸红的目。小杂碎，你敢打雷少，我瞎了你！说完，这群卡拉米冲向19，但有脾气没实力，最终也只有挨打。看到一个个被揍翻在地的人，雷洪卓着实有点蒙圈。在他的印象中，19一直都是一个窝囊废，是一个他欺负的对象，没想到今天反而被狠狠地打了一巴掌。直到此时，雷洪卓才想起爷爷给他安排的4个古武修炼者，
你们4个都眼瞎，没看见我们挨揍吗？给我把他打醒，出了事我负责。听到这里，4人眉头微微一皱，他们的确是被派过来保护雷红卓，但刚才的事情明显是他挑衅在先，为了防止事态恶化，也只能冷眼相对的服上。此时19看着眼前这4个神色冷峻的青年，通过气息判断他们和梁永军一样都是出自于利剑，他不想和他们起冲突，所以也只能冷冷一笑。马上从这个院子给我滚出去！此时从小到大没有挨过揍的胡振宇站起来，脸庞上满是狰狞的指着19说道：“你个小赤佬！”话音未落，19凌空一脚就将他踢出去3、4米。等他再次爬起来的时候，脸上已经有了一丝血迹。袁19看到和自己称兄道弟的胡振宇变成这个样子，雷红卓怒不。此时19眼眸一寒，走向雷红卓，伸手抓住他的衣领。雷红卓瞬间变成了猪头。爷爷的事是不是你做的？你他妈的松开老子！袁鲁那个老王八蛋早就该死，什么好的都给你，还让老子供你读书，替你赚学费。显然雷红卓已经有些慌了神，这才在知道实情的19面前颠倒是非，倒打天罡，辱骂自己也就算了，可现在却辱骂起了养育他长大、对他关爱有加的爷爷，这让他如何接受？男人每次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都会碰到一群醉意朦胧的歹人血气方式，嫉恶如仇的男人本想上前阻止，不料来人竟是失踪已久曾经的弟弟。爷爷的喜和你有没有关系？你特么的松开老子！袁鲁那个老王八蛋早就该洗，把好的都给你不说，还让老子送外卖捡破烂供你读书。听到这里，19眼底流露出一丝杀意。爷爷明明把最好的都给了他，可他却不懂得感恩。不仅如此，他还当众辱骂爷爷，愤怒之情油然而生。如果不是众目睽睽，高低给整个阴影空间。够了！看到雷红卓被打成猪头，一个出自利剑的保镖怒声道。19一把将雷红卓摔在地上，而后冷冷一笑：“马上给我滚出这个院子！这里不欢迎你们。国家培养你们出来是为了守护一方净土，而不是让你们助纣为虐。”老班长，外面出事了。怎么了？老班长，那4个也是从利剑出来的，我在退役的时候见过其中一个。听到这里，张建业目光微微一缩：“你确定吗？”“确定。”“他们有没有出手？”张建业知道以19的身手，他不会吃亏，但如果动手，他就会成为很多部门关注的对象。没有，他只是惩戒了几个20族，但其中一个好像是胡老的孙子。胡老可是华夏建国初期元老班的存在，这和他的孙子结下梁子，该如何是好？我知道了，你说的另外一个青年是什么人？很面生，19好像和他认识。你们怎么过来了？你打了胡振宇。胡振宇是谁？19瞬间想到了跟着白眼狼弟弟一起过来的那个青年，他爷爷是胡瑞，你应该听说过吧？19嗯了一声，神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让杜梦楠、裴冰彤都是一震。你知道另外一个青年是谁吗？19没有说话，而是看向杜裴两人。自己和他生活了20几年，如何不认识？不过他却从杜梦楠的话语中听出一丝不同。他叫雷红卓，是燕京雷家前段时间刚刚找回来的丢失了20多年的孙子。性格火爆的雷老爷子对他极为疼爱，就连你上次救治的孟爷爷都敢顶撞。你还经常说我做事莽撞，你看你自己不也是？他不就是和村民发生了一点冲突吗？你忍一忍就行了。爷爷说你得罪这样睚眦必报的人不值当。听到这里，19长叹一声：“梦梦，你不是经常问我曾经的事情吗？你不是一直想要知道我的那个弟弟在干什么吗？你说的那个雷红卓就是我弟弟。”此话一出，杜梦楠、裴冰彤俏脸瞬变。他们还真的没想到雷家丢失的孩子会是那个如同吸血鬼一样只知道一直无度的伸手向19讨要生活费，最后连19用命换来的保险费都不放过的青年就是雷红卓。你们知不知道爷爷的喜和他有着很大的关系？爷爷养育了他21年，去世前爷爷给他打电话，没想到他竟然把爷爷拉黑了，到最后他连送爷爷的最后一程都没来。听到这里，裴冰彤、杜梦楠瞬间沉默了下去。他们都知道19和他爷爷感情好，每每和他们说起爷爷的事情，他的眼神中总是充满幸福感。这现在曾经一起生活了20多年的兄弟，却是让爷爷去世的罪魁祸首，换成是谁也不可能忍。这一天，院子中来了3个穿着普通的人。当看到3人的下一刻，19心头微微一缩，直觉告诉他这3人不是普通的修炼者。你就是袁19吧？我是雷红卓的三叔雷德义。19摇了摇头，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雷红卓，你们找错人了，我还有事恕不奉陪。听到这里，雷德义目光一缩，眼眸逐渐变冷。红卓说的没错，你就是个冷酷无情、刁钻跋扈的家伙，你妄为人兄。话音刚落，雷德义调动周身气息，伴随着音爆声，一只拳头狠狠地轰向19。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19用双手横挡在自己的胸前，但即便是如此，19也被击退了6、7米远。这不是爷爷留给我的8级崩吗？他怎么会？怪不得如此嚣张跋扈，原来你还是一个古武修炼者。刚刚出手的时候，我还想着会不会一拳把你打醒呢，看来是我想多了。你的长辈没有教育好你，我就替你的长辈好好教育教育你。说完，身子一动就要发动攻击。
看着脸色铁青的雷德义，19眼眸一寒，怒声道：“堂堂一个古武修炼者，却不分青红皂白随意出手，你的武德何在？袁18的嚣张跋扈和你雷家有分不开的关系，难道这就是你们雷家的作风吗？”也就在雷德义攻向19的时候，19单独点地，如同大鹏一样纵身跃起，随后五指微屈化掌成爪攻向雷德义。擒龙控鹤手，雷德义可是我们的总教官，在组织里能够单独应对雷德义的寥寥无几，就算是有也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伙。可眼前这位看起来只有20多岁的青年，竟然能够和他平分秋色，这样的青年我还是第一次见。是我低估你了，想不到你还有些实力。强与不强，总比连武德都没有还自诩为古武修炼者的人要好一点。听到这里，雷德义脸色在变，随后暴喝一声，拳头如同毒蛇一样毫无保留地轰向19的前胸。眼见如此，19冷哼一声，狂暴的力道迎向雷德义的一击。两人轰击的地方，空间出现了一道能量涟漪。19凝身之后，脸色变得苍白，不过眼眸中却满是嘲讽，随即身子一动，这回该轮到我了吧？随着一声轰响，雷德义身子暴退，等他站立的时候，身子已经有点发抖，而在他的前胸更是有了一片血迹。小子你！雷德义眼眸中满是愤怒，不过下一刻他的眼眸突然变大，只见19的身边多出了一头1米6高、体型将近3米的大蟒，周围是40多头2米多长、眼露凶光的青狼。请你马上离开，我这里不欢迎任何和雷家有关的人。显然这种情况即使硬拼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最终也只能踉踉跄跄的转身离开。等到雷德义离开后，一道血箭从19嘴里喷射而出，然后身子一软倒在了地上。眼见如此，黄蜂满是怒意的仰天长啸一声，而青狼群也跟着呼应了起来。你醒了？19挤出一丝笑容道：“我没事，不用担心。吐了那么多血能没事？雷家人也太狠了。”看着刚刚醒过来的19，张建业的神情复杂的说道：“19，你可知道今天来的那个人是谁？他可是雷家的雷德义。”听张建业这么一说，杜梦楠不由得惊讶了一声，而裴冰彤听到这个名字，脸色骤变。我在利剑中听过不少关于雷德义的传闻，在我们的圈子中，雷德义的名声已经盖过了父亲雷猛，就是我们利剑中身手最好的都要忌惮他3分。此时张建业看了眼杜梦楠、裴冰彤，因为两人的出身，他也没有遮遮掩掩。咱们华夏有3大组织，分别是利剑、飞羽、隐龙，3个组织的职责都是为了守护华夏。我们这些守护老领导的都是从利剑退出来的，不过利剑在3大组织中实力最弱。飞羽、隐龙组织中随便一个都能够单挑我们这些人。那雷德义是飞羽的还是隐龙的？飞羽，他是飞羽的总教官，他从小拜师高人，早在年轻的时候他就进入到飞羽，在飞羽中能够击败雷德义的人也是屈指可数。今天你和他2败俱伤，你比我想象的要更加强悍一些。19淡淡一笑：“飞羽和隐龙哪个实力更强？”利剑飞羽是华夏的表面守护者，而隐龙则是暗中的守护势力。隐龙中那几位随便一位都能横扫利剑飞羽，传闻中雷德义的师傅就是隐龙中的一位。隐龙也曾经想要招募雷德义，不过不知为何他一直留在飞羽。听到这里，19皱了皱眉头，他想到了雷德义施展的功法八极崩，古武界传承自古代，派系很是严格，而八极崩在爷爷手中，那这雷德义和爷爷是什么关系？我将石头倒进空间，下一刻空间猛地颤抖了起来，石头所在区域一块块岩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等到空间停止颤抖，一条延绵不断的山脉屹立在我面前。靠，早知道把这些石头扔了，本来还能够一眼看到尽头的空间，这现在中间却突然横亘了一座山脉，如果想去空间的另外一侧，还得翻山。念头一出，一道光速闪烁，自己已然到了山脉的另一侧。看着山脚下遍地的和刚刚一样的绿的、紫的、黑的、红的、黄的石头，我的心情逐渐愉悦起来。太好了，原来我想去哪都得走着过去，这现在因为这石头的关系，自己竟然可以在空间随心移动。惊喜之余，我一个念想，身体出现在空间湖泊之上。梦梦，这么急有什么好东西要给我看？此时杜梦楠打开茶几上盒子，因为好奇，19将头探了过来。可当他看到盒子中只是一块巴掌大小的石头时，兴致瞬间消失。看到19失望的样子，杜梦楠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土包子，这是原石懂不懂？就这一块就花了我13万，看过的专家说我捡漏了，专家说这块原石能卖到50万，如果开出祖母绿的话就发达了。听到这里，19这才知道杜梦楠说的是翡翠。对于翡翠，他只知道祖母绿、紫罗兰、白底青华、青马牙都是比较上档次的，不过他根本不知道它们的具体样子。那不是发达了？这块原石应该是老坑货吧？这个大小做一对镯子不够，但做一个坠子问题不大。也就在裴冰彤翻动原石的时候，19目光微微一缩，他看到裴冰彤手上的原石有着一抹淡淡的绿色，这让他心头一动。彤彤，把这石头给我看一下。裴冰彤杏目闪烁了几下，
19，你的雕刻手艺不错，你给我们将它雕刻成饰品怎么样？19的雕刻手艺他们都见识过，到现在他们身上都佩戴着19雕刻的紫檀木吊坠，雕工细腻，线条流畅，形象逼真，极具艺术价值。这木雕和玉石雕琢可不一样。再说我这也没工具。下一刻19不再说话，他抬眼看向杜培两人，原来这就是翡翠原石。看到19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杜梦楠、裴冰彤不由得一愣。见识了吧？这就是原石，这东西可比你那些瓜果蔬菜值钱。却不想19在撇了撇嘴后，将原石扔在了茶几上。你这个家伙轻一点，要是摔坏了，我和你没完。这东西我也有，而且个头比你这大多了，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你们说的翡翠原石。你就吹牛吧，这原石可不是随便能找到的，咱们华夏也只有在滇南地区才有。你不会把花坛中的那些鹅卵石当成原石了吧？这一下两人不由得咯咯娇笑。你们等着，我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翡翠原石。离开客厅，19闪身进入空间，等到再次回来时，他的手上托着一块泥混混比篮球还大的石头。19，你不会真把河边上捡来的鹅卵石当成原石了吧？19哈哈一笑，你们出来，我让你们见识一下。花坛前，当19将泥土冲刷干净时，一片紫的炫目，紫的晶莹的紫色映入眼帘，这让杜培两人娇躯一震。这原石你是从哪里得到的？此刻的两人有点发懵，虽说他们不是行家，可他们也都知道这是紫色原石，就这样子的石头一块至少能卖数千万。前年回老家祭祖时，在老家山里捡到的。19，你发财了，送你们了。你们不是想要镯子吊坠吗？不知道这块够不够？此话一出，两人神情瞬间一僵，价值几千万的原石说送就送，到底是人傻钱多还是真的傻？你知道这原石能卖到多少钱吗？不知道，你们喜欢就行。杜梦楠、裴冰彤几乎是同时叹息一声。你真傻。19如何不明白两人话中的意思？不过他并没有点破，而是笑着说道：够不够？不过等明年回去给爷爷扫墓的时候，我再去山里碰碰运气。你以为这原石和鹅卵石一样随处可见呢？你可知道，就这样一块原石价值就数千万，如果随便能够捡到，那翡翠就是白菜价了。听到这里，19呵呵一笑。如果把空间中那一条山脉中的无数原石拿到市场上，这翡翠还真有可能是白菜价。你真的舍得将这原石送给我们？怎么不舍得？彤彤，这原石如果开出帝王子，那就是天价了。咱们找人去看看。想到自己在35级滇南之行被人无故针对，事后爷爷为了保护自己找出幕后主使，特意安排自己到19的大院中。裴冰彤的眼眸瞬间暗了下来。你们去吧，我不能出去。彤彤，你想出去？看到裴冰彤失落的样子，19心头一动。我有办法。先生，您要开玉石吗？什么开玉石？我要开祖奶奶绿王母娘娘子。听说这玩意很值钱，我2个小美人想弄2镯子，看到没有？这可是我花了3000买到的什么坑石头。说完，附近的人哈哈大笑了起来，而易容后的杜培两人满头黑线，一脸的不好意思。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家伙能说出这种奇葩的话语。听到周围人的嘲笑，19撇了撇嘴，一群土包子，我要你们知道什么是老什么坑的石头。卖石头的那个人说了，最顶级的祖奶奶绿王母娘娘子，只有我们虞城的采凉山中才会有。此话一出，周遭的人都有一种痛揍19的冲动。稍有点知识储备的人都知道，最顶级的翡翠华夏根本没有。这现在他却说他的原石是从采凉山中弄到的，没见识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装13没有底线。先生，开原石价格是1公斤3000，开个原石还要3000？是1公斤3000，把原石给我，先给你称下。此时19脸上一副满是肉疼的样子，将原石递给了服务员，这让看热闹的更是放声大笑。重量15公斤，一共4万5。靠，我买的时候才3000，开一下就要4万5。听他这么一说，一旁的玉石切割者微微一愣。市场价格就是这样，开不开？开就交钱。等到满脸肉疼的19扫码交钱后，他双手合十的说道：观世音大姐、阎王老哥，你们一定要保佑我开出祖奶奶绿王母娘娘子。此言一出，全场又是轰然大笑。老板，你与其拜他们，还不如拜一拜你身边的2个美人，你们还真是郎才女貌。听到路人的调侃，19也是哈哈一笑。也就在全场哗然的时候，服务员将编织袋打了开来，刹那间整片区域变得死一般宁静。而月食无数的玉石切割者此刻嘴唇不断的颤抖，他在吞咽了几口口水后看向19，这原石真的是你花3000买来的？是啊，那个放羊老头想要5000，我跟他讲价才同意3000出售的，怎么样？此刻看热闹的人眼眸中满是不敢相信，不说是开出什么，就单单现在的品相也能卖到几千万，而他竟然只花了几千元。一时间所有人心里冒出一个念头，那就是这个人肯定踩了狗屎运。老板，我给你500万，这石头卖给我如何？19转头看了眼身后的杜培两人，不卖，我要给2个宝贝做手镯。好的，老板，你这原石打算怎么开？这一次杜梦楠说话，切边。随着刺耳的声音响起，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冒着火花的切刀。几分钟后，一片薄薄的原石被切下。此时，一桶璀璨晶莹剔透的紫色从原石中弥漫而出。看到这里，所有人无不是惊呼：我靠，这是冰种帝王紫！冰种已经是翡翠中的极品了，而这颜色还是最为罕见的帝王紫。就这一块原石，没个10亿8亿，根本拿不下来。半小时后，一块四四方方的紫色翡翠出现在众人面前。整个切割室周围聚集了200多人，可却没有任何的声音。他们没想到这薄薄的原石外皮下面竟是一整块的冰种帝王紫，这让他们有点发懵。让一让！一个声音响起，看热闹的人在看到过来的人之后，马上让开一条通道。来人是一老一少，老的年岁在70左右，年少的在30多岁。两人穿着虽说不算上档次，可是他们身上散发的气息却不是普通人。当两人看到工作台上的那一大块冰种帝王紫时，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这位先生，这块玉石不知道愿不愿意出售，我出价10亿收购。听到这里，杜培两人心头猛地一缩。他们知道这帝王紫昂贵，但怎么也没想到对方竟直接就给出了10亿。19哈哈一笑，不卖，钱我有的是，我买这石头也就是为了我的2个宝贝。说完，19看向开玉石的那个中年人，小老弟，这应该就是王母娘娘子吧？不知道能做几个镯子。中年人苦笑了一下，老板，这是最顶级的冰种帝王紫，如果做镯子的话有点浪费。听到这里，老者目光波动了几下。这样吧，这原石10亿卖给我，我另外再送你4个冰种帝王紫镯子和20件冰种帝王紫配饰，就当交个朋友，你看如何？这一次19也是微微一怔，价格高不说，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从老人的话语中听出一丝期待。宝贝，老爷子是爽快人，你们觉得怎么样？要不咱们把它卖了？如果你们再想要的话，我再去找那个放羊的老头买几块，这次我多给他点，给他5000。这种没良心的话一出，看热闹的人都有一种暴揍他的冲动。价值10亿的石头如果随便就能够买到，傻子才愿意花10亿的高价去购买。这位先生说笑了，这样品相的冰种帝王紫从古到今也是唯一的一块。老先生说的不错，这样大块的冰种帝王紫已经是千古难逢，世界上更是独一无二。一个老人叹息着说道。看着老者渴望的眼神，19再次看向杜培两人。毕竟这块冰种帝王紫是送给两人的，自己也不好做主。这块玉石做手镯确实浪费了，既然老先生喜欢，那就卖给他吧。在经过空间融合后，原本地势平坦的空间突然出现了一座蕴含各种颜色石头的山脉，我也因此获得了在空间随心移动的能力。机缘巧合下，我得知空间中的石头竟是富贵人群口中所说的原石。也就在我准备用空间原石切割出的玉石给杜梦楠陪冰童做手镯时，一位气息不凡的玉石爱好者以10亿的价格将玉石买了下来。好了，如果先生还有品相好的翡翠原石，欢迎随时拿过来。这是我们的贵宾卡，开玉石免费，购买玉石一律8折。19哈哈一笑，老爷子，不瞒您说，我还真的还有一块原石。听19这么说，老者神秘兮兮地将一旁的经理支了开来。等到经理离开以后，老者眼眸深邃地看向19，你们的化妆水平很不错，现在没有外人了，不知道你还有什么原石，只要品相好的话，价格不是问题。听到这里，19微微一怔，他没想到自己为了保护杜培两人做的易容术，对方竟能够轻易识别。此时老者看出了19的担忧。放心，你们之所以化妆，肯定有你们的原因，我不会去打听关于你们的任何事情。19心头略松，带着一丝感激，对着老者点点头。老爷子，我能够看出您是真心喜欢玉石，我还有一块和这块冰种帝王紫原石一样大的红色翡翠原石。此话一出，杜梦楠陪冰童两人眼中满是疑惑。家境优越的他们也知道翡翠有绿色、黄色、紫色、黑色，可红色的翡翠他们还真的没有听过。你是说血黄吗？你手里有血黄？老者在说话的时候声音已经有些颤抖。翡翠中紫色已经是极为罕见，而血黄即使是经常玩玉石的人都不一定知道。帝王紫是帝王，而血黄却是皇者。想不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年轻人手里竟然会有这等玉石。想到血黄的价值，老者微微叹息一声。血黄价值连城，拳头大小的一块都是无价，更别说篮球大小的了，我买不起。老爷子，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你这里收藏了各种颜色的玉石，唯独没有红色。既然你那么喜欢收藏，那我就把血黄放你这里，不过归属权还是属于我，就像你说的，当交个朋友。听到可以收藏红色翡翠，老人很是激动。好，你准备什么时候送过来？你说你的原石是从采凉山捡来的，是真的吗？过几天吧，是我捡来的，不过那个地方在大山深处，谁也不知道。听到这里，老者眼里满是震撼。这如果华夏真的有顶级翡翠的话，这玉石界可就要变天了。
回到大院的杜梦楠、裴冰彤将美颜打开，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又追问起了红色翡翠的事情。你真的有那个什么血皇吗？19嘿嘿一笑，好东西有的是，走，我带你们见识一下。花坛边，当19将从房间爆出的原石上面的泥土冲洗干净之后，3块颜色不一的玉石展示在杜梦楠和裴冰彤眼前，这让他们面面相觑。一块冰种帝王子就价值10亿，而血皇更是无价之宝。这现在又多出了一块极品祖母绿和一块极品黄物，根本不用别的，哪怕是这辈子选择躺平都有花不完的钱。19，这些真的是你在采凉山里捡到的吗？19没有说话，显然现在并不是告诉他们空间事情的最佳时机。我刚刚用 GPT 查了一下，上面说自从翡翠出现以后，血皇只出现过1次，现在珍藏在西方的一个皇家博物馆中。博物馆中的那个只有鸽蛋大小，你这个比博物馆那个大20倍不止。如果是真的，必然会震惊世界。几天后，一条鱼城玉石界的老大收藏了一块重达18公斤的红色翡翠的消息在玉石界传得沸沸扬扬，不说是华夏，就是世界的玉石大亨都感到震撼。你有病！这一天，19正在修炼神无诀的时候，神医华佗的后代华碧行色匆匆突然造访。华老，您怎么有时间过来？华碧淡淡一笑，老弟，我这不是顺路过来看看你吗？上一次过来我可是吃了个闭门羹，他们说你回老家了。华老，您这次过来肯定是有事吧？华碧随即脸色一正，的确有事。就在几天前，长白山的几个山村相继出事，村民得了一种只要接触就会传染的未知疾病，现在那边已经封闭管理，我担心是当年倭人留下来的东西造成的，那边一些西医专家正在研究，不过进展不是太大，上帝想从中医下手，这才过来看看你有没有时间。听到这里，19目光微微一缩，神色变得极为严肃。曾经的那个年代中，倭人在东三省可是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什么时候动身？时间紧，我们下午乘坐专机过去，那边也安排好了，会有车辆接机。好，我这边安排一下，下午我跟你一起走。一直以来气候凉爽的长白山都是驴友们最喜欢的区域，而此刻一条进出长白山的大道上却是冷冷清清，不少区域都设置了检查标记。请出示你的健康码。华老，您可算来了。在说话的同时，老者的目光在华碧身后的一干人身上扫视了一眼。当他看到一个看起来只有20来岁的青年时，神情一僵。上面不是说这次邀请过来的都是国内权威的老中医吗？这个看起来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是怎么回事？疑惑的同时，看到19身边有着一青一白的2个体型庞大的大家伙。虽说黄蜂狼王没有任何的动静，可却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若风，情况怎么样了？周若风苦笑着摇摇头，没有任何的进展。这种病毒以往并没有出现过，我们已经和世卫组织沟通过，那边的病毒库中也没有这种病毒。这种病毒只要被感染，10天以后基本上没有任何救治的希望。具体是什么情况？周若风拿出一叠文件递给了华碧，传阅了起来。当文件传到19这里时，他并没有打开。19，你不看看吗？19看向华碧，中医和西医在治疗方面有着一定的差距，中医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我想先去看一看病人再说。此话一出，跟着周若风的那些人眼神中满是不满。要知道，他们为了整理这些材料，已经有几个专家被感染，可这个青年却连看都不看一眼，这让他们有点接受不了。诸位，给大家介绍下，这位是袁19，或许大家对他的名字很陌生，不过请大家放心，别看他年纪轻，可他的医术远在于我之上，他对很多疑难杂症都有自己独到的手法。顾裴两家的事情大家应该有所耳闻吧？救治杜家、裴家2位千金的就是他。听华碧这么一说，众人眼底流露出一丝惊讶，仅仅通过中医就将2个踏进鬼门关的人拉了回来，这在医学界可是引起了轰动。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妙手回春的中医竟是眼前这个20多岁的青年。早听闻你的事情，没想到你这样年轻，不知道你是哪家的子弟？华碧淡淡一笑，若风，他是一个野医，阳城中医考核那件事情你们也应该知道吧？就是他让4个中医世家的人丢进了颜面。知道19身份后，众人对19的不满也随之消失。小袁，这种未知的病毒十分霸道，即使再有防护服的情况也极容易感染。周老，不管任何困难，我还是坚持先诊断再做判断。听到这里，华碧目光闪烁了几下。我和你一起去。华老，我年轻抵抗力应该比您们要强一点，我自己过去就行，您在这里坐镇就好。想到19几次只是通过察言观色就诊断出结果，华碧点点头。若风，给19准备一套防护服。我在修炼神无诀的时候，神医华佗的后代突然出现在大院之中。从交谈中，我得知长白山附近的几个村子相继出现了一种致命病毒，而施毒者很有可能是屡犯华夏的倭人。想到战争年代倭人在东三省犯下的罪行，
我毅然决然踏上了救死扶伤之路。等到了疫区，我先是了解了疫情的基本情况，接着我在西医专家周若风的带领下，穿着防护服到了一间隔离间。这2个老人是最早和患者接触的，但是他们直到昨天才发病。据他们说，他们服用了一味土方子。小伙子，这病太厉害了，10来天的时间，村里已经走了数十个了。你还年轻，赶紧出去吧。老爷爷，没事的，我年轻，抵抗力好。您能给我讲讲发病过程吗？从交谈中，我得知半个月前几个外地人以丰厚的报酬让村民带路去一个叫老虎岭的地方。村民们从老虎岭回来就高烧不退，刚开始医院也以为只是普通感冒，却不想10几天后突然发生了意外。村民接连出事以后，我感觉这事情没那么简单，有点像老人说的霍乱，所以我就用了一位祖上传下来的老方子。10多天了，原本以为自己不会有事，却不想从昨天开始有了症状。老爷爷，我给您把一下脉。等到诊脉完毕，19眉头紧锁。这是怎么回事？生病的人腕部脉搏通常都是力度、速度、跳动次数都有所不同，可老人的脉象看起来却极为正常。小伙子，这病前期也就是头晕、呕吐、发热，可到了后期，不仅腋下、脖子这些地方会出现紫色的斑点，就连尿液都是血红色的。等到人洗后，整个人身上都是血红色。听老人这么一说，19心头一震，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只见他快速走向床尾，伸手在老者的脚背上打起脉来。看到这里，周若风微微一怔。虽然我主攻西医，但我也知道中医诊脉一般都是在腕部，像他这样在脚上把脉的，我还是第一次见。诊断结束，19在对全身消毒后回到了会议室。华老，麻烦您通知下去，每一顿饭菜都给患者配上一杯高度的烈酒。此言一出，众人目光一缩。众所周知，喝白酒不仅会加重患者的发热症状，这如果是中毒的话，还会加速血液循环，从而导致毒液扩散。而19竟主动要求给患者服用，这让他们很是费解。19，你是不是找到病因了？19在点点头后，看向在滇南一带极具盛名的解毒圣手瓦剌天。瓦老，您来自于瓦公山，不知道你的家族传承中是否有记载过一场大瘟疫？那场灾难差点把苗疆人都灭绝了。听到这里，瓦剌天的脸色骤变。这么大的事情，家族传承自然有记载，但那个年代苗疆和中原几乎是隔绝状态，就是现在家族中也只有自己知道。可他又是怎么知道的？瓦老，苗疆那边出过这种事吗？传承了数十代的画壁当然也想要知道当初的苗疆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瓦剌天长叹一声，而后看向画壁。大概是明末清初的时候，苗疆地区发生过一场劫难。那件事后，整个苗疆寨子数万人仅幸存下来11人，整个区域赤地千里。是瘟疫？是。资料显示，那是倭人在苗疆地区散播了一种上古奇毒嗜血飘香散。这种毒无色无味，传染性和致命率都极高。凡是和中毒的人有过接触的人，都会在1个月内西瓜掉。好在关键时刻，一个自称是鬼医门的游方道士及时出现，这才保住了仅剩的10几个苗疆人。说到这里，瓦剌天突然身子一震，他猛地转头看向19。你是说这些人中的是嗜血飘香散吗？19点点头。爷爷留给他的金贵金药本就是记载了一些复杂病例的诊治方法，想不到这个时候起了作用。怎么可能？当初投毒的人被抓住点了天灯，而且嗜血飘香散的方子也被毁掉了。这数百年间一直没有听过嗜血飘香散的出现。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一片黑山白水之间？我怀疑那几个去老虎岭的外地人有问题，他们应该是倭人。如果真是如此，那他们极其残忍手段的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此话一出，所有人脸色骤变。他们当中大多数都经历过那场由倭人带来的战争浩劫，对于倭人的恨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此时，一旁的村长似乎想到了什么。你的猜测不无可能。我听老一辈说，在战争年代，倭人在长白山的深处修建了一个秘密基地，虽然不知道具体位置，但村里的老人说过，大致就在老虎岭方向。难道那些外地人是来找那个秘密基地的？19，嗜血飘香散在我们瓦家中的确有记载，不过那个救治我们的游方道士在事情好转之后就离开了，没有留下医治的法子。瓦老，烈酒可以缓解嗜血飘香散的毒性，我这里有个方子，配合上你们瓦家的5毒5花手，就可以解掉嗜血飘香散的剧毒。这种毒素并不可怕，华家的养心散、孙家的9重9花膏和黄甫家的烈焰淬魂手配合方子都能解。我这就把方子写给你们。听到这里，瓦剌天花毕孙福山黄甫乾坤4人身子一震。19所说的可是他们4大中医世家的不传之秘，就连家族中的一般族人都不可能知道，他一个外人又从何得知？等他们反应过来时，19已经写好了方子。随后他看向画壁。华老，我想了一下，我得进山一趟。画壁微微一愣，山里危险，时常有凶兽出没，你进山做什么？如果真如我猜测的那样，他们不惜背负上百条人命的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秘密。我必须找到他们，把事情弄清楚。可你一个人也太危险了。
19指了指外面的黄蜂和狼王，显然以他们的体格，就算是遇到老虎、黑熊，也可以全身而退。等到了老虎岭，19将2只大鸟从空间召唤出来。金痕金羽，从这里开始往那边搜寻看看有什么异常没有。